目标完成30个失恋任务，奖励复活叶无尘。任务定制中，只要能救活弟弟，不管是30个任务还是300个任务，我都会全力以赴。双儿，吃晚饭了。老实告诉爸，学校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没有，原主在学校的确被人欺负了，那些事我自己解决就好。那沈家少爷呢？对你怎么样？沈家人有说什么时候给你俩办订婚宴吗？这事不着急，城里人眼光高，沈家少爷不一定瞧得上咱们女儿，咱们女儿也不是非要嫁进沈家，一切都要以女儿想法为主。说得对，如果双儿不愿意，沈家就是给咱1个亿，咱也不要。叶无双吃着饭没有说话，这种来自父母的关爱对于他而言太陌生了。后山是什么情况？白道与黑道的追击，黑道与黑道的火拼，不论哪种都有可能波及到李春兰和叶卫国的安全，他们离这里太近了。叶无双眸中掠过戾气，翻窗而出，在夜色中矫健若豹，直奔后山。很快他发现一名大腿被树杈穿透的老者，这徽章是属于夏国开国元勋季瀚海的荣誉。是谁敢在夏国境内追杀夏国的军区首长？ I found you, Mr. G. I apologize. Take people's money and help them eliminate disasters. 没想到自己戎马一生，最后竟然会死得这么窝囊。你居然赤手空拳从外籍杀手那里夺枪，还反杀了外籍杀手。你是谁？救你的人。这是战场上惯用的顶级止血消毒法。你究竟是谁？叶无双。凭季瀚海的身份，我就算装聋作哑也会被查出祖宗18代。不过再怎么查，都查不出我是重生的就是了。远处传来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叶无双知道季瀚海的援兵到了，他丢下季瀚海朝自己家中走去。他就这么轻飘飘的走了，救了一国元勋，连奖励都不想要，还是不屑要。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1，获得飞鸟学院本次月考冠军。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体制化的教育，但也在组织接受了各方各面的知识培育，把高3知识汇总一遍，拿下冠军应该轻而易举。卧槽，这乡大佬谁啊？学校也没有转校生啊？还能是谁？全校谁家最穷？沈少爷的乡下未婚妻呗。叶无双？不是吧，我记得叶无双丑的一批，今天怎么可能这么漂亮？不就是换了个发型吗？有什么好惊讶的？今天是换座位的日子，叶无双挑了个空位。不好意思啊，这里有人了，他上厕所去了。叶无双淡淡扫了眼女生，去了相近的另外一个空位。这里也有人，你换个地方。谁愿意跟叶无双当同桌啊？我这里有空位置。叶无双转身去了男生的方向。可我这个空位置是留给人坐的，你这头蠢猪还不配。上一个这么挑衅我的人是怎么死的来着？现在我配坐在这里了吗？叶无双，你竟然敢打我！你忘了我妈是谁吗？他叫张超，他妈孙红霞是飞鸟高中的校董之一。叶无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不想在飞鸟高中混下去了。只有无能的人才会在落于下风的时候强调自己的靠山，狐假虎威。你给我等着！张超撂下狠话，快步冲出教室，找母亲告状去了。爷爷，这不是没事吗？小山别生气了。季少，首长只是想一个人去山里钓鱼，没想到会在自家地盘遇到外籍杀手。我们到现在都没查到那个杀手到底是谁派来的。The Queen， 季先生的意思是，袭击首长的人和那位 Queen 有关。如果是他的话，的确有可能做到这件事。Queen， 杀手女王。需要强调的是 ，Queen 并非她的代号，而是杀手界集体给予她的尊称。但是 Queen 已经死了。小刘拿起旁边的平板电脑，输入一个网址，随后弹出一个视频。你姐姐在哪儿？她在哪儿？说话！你们还真是姐弟情深啊！一刀刀下去，很快男孩就成了残缺不堪的模样。30分钟后，男孩失去生命气息。这个男孩是 Queen 的弟弟。1个月前 ，Queen 携弟弟逃离组织，弟弟半路折返，为姐姐拖延时间，组织头目勃然大怒，以虐杀的方式拍摄视频刺激 Queen 回来。视频里的男孩至死也没出卖姐姐的踪迹，可惜他的姐姐还是回去了。视频上传7天后 ，Queen 回到组织和那群人同归于尽，葬身火海了。所以这件事是 Queen 策划的可能性不大。报告，叶无双的资料拿来了。
拿过来，就这么简单。是的。小申，你怎么看？我去一趟飞鸟。不知死活的东西！叶无双牛啊，连校董都敢打，臭娘们儿！妈！张超大喊一声，见母亲昏迷不醒，连忙把母亲架去医务室。叶无双，你敢打校董？你给我等着！没多久，广播里面响起升旗仪式的入场音乐，提醒师生该去广场集合了。沈温玉、沈校草，我做梦都想和沈校草谈恋爱，可惜沈校草已经有未婚妻叶无双了。呜呜呜！凭什么一个乡下妹能嫁给沈校草啊？我不服！你不服有什么用？就算没有叶无双，也轮不到你吧？就是，沈温玉可是公开说过，容青如容校花是最符合他择偶标准的女孩。沈温逸，你们沈家是怎么教导儿媳妇的？看看叶无双把我和我儿子打成什么样了。叶无双敢打我们，不就是仗着自己背后有沈家吗？那我就直接拿沈家下手。孙夫人在开玩笑吗？我妈会拿这种事开玩笑。这个蠢货叶无双只会给我添麻烦。孙夫人和张同学息怒，叶无双是乡下来的，没什么教养，别和他一般见识。不一般见识？难道我和我儿子被打了，还要大发慈悲的原谅叶无双？沈温逸，我看你们沈家是不想继续和张家合作了吧？孙夫人误会了，我会让叶无双好好的给二位赔礼道歉，直到二位满意为止。这事不处理好，大家都别想好过。高三2班叶无双上来。叶无双，是谁指使你殴打校董和同学的？我平常是怎么教你的？赶紧给他们道歉认错。滚开！你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哼！我不认为一个上来就让学生道歉认错的人配得上老师2字。你适可而止，叶无双。你是在以什么样的身份命令我？你饶了我们吧，是我们错了。你饶了我们吧，是我们错了。滚开！你怎么跟老师说话的？我不认为一个上来就让学生道歉认错的人配得上老师2字。你适可而止，叶无双。你是在以什么样的身份命令我？以你未婚夫的身份，如果不是爷爷说我跟叶无双的婚事只能由叶无双选择继续或者取消，我早就解除这场荒诞又可笑的娃娃亲了。现在不是了，叶家和沈家的婚约从现在开始作废，你也滚一边去。我本来想看在叶沈两家往日的情谊上帮你，你却不知好歹解除婚约，那这件事你自己处理吧，毕竟我沈温玉也没有倒贴人的习惯。叶无双，你不会要告诉我，凭你也想一人做事一人当吧？对付你这样的小角色，不一人做事一人当，难道还要请上30-50人帮忙吗？我是小角色。副校长，学校下学期的资金还没到位吧？叶无双无视校规，以下犯上，殴打辱骂校董和同学，予以开除处分。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引以为戒。这就开除了。苏红霞和张超伤得不重，按照校规，叶无双应该只是被记打过1次，不至于被直接开除啊。副校长，你可以把飞鸟学院门口雕塑上的9个字改一改了。你什么意思？从我打人到现在，你们有的人问我是谁指使的，有的人让我适可而止，还有的人直接把我开除，唯独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打孙红霞和张超。这种事发生在以教育学生为主的地方，不可笑吗？打人还有理了？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打孙校董和张同学？今天是换座位的日子，我打张超是因为他喊我过去当同桌，等我过去，他又辱骂我为蠢猪，不配像人一样坐在那里。我打孙红霞也是因为孙红霞先伸手打我，说我打他儿子不知死活，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在寻衅挑事，而我却因为反抗他们被开除。普通学生骂人不行，校董儿子骂人行；普通学生打人不行，校董打人行。既然如此，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还有什么意义？改成为有钱人奋斗终生，不是更贴切吗？你撒谎，你说我羞辱你，证据呢？谁看见了？谁能证明？高3、2班的同学们，你们能证明吗？叶无双说本校董打他骂他，你们看见了吗？我们没看见孙校董和张同学打骂叶无双，叶无双说的是假的。穷山的水出刁民，大家千万不要被叶无双骗了。农村人就是没教养的很。叶无双，
你不仅打骂学生校董，还试图撒谎骗人。本副校长开除你有什么问题吗？一点问题也没有。今天你不好好给我和我儿子道歉，就别想站着离开飞鸟。孙红霞，我欣赏你的自信，不过我更建议你回到你老公身边，商量一下如何应自家产品因为偷工减料而被举报调查的事。这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自己集团的事，自己能处理好。的确跟我没关系，我只是将手机放在兜里，把我从进飞鸟学院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录了下来，顺便上传到了国内最大视频网站的后台，准备发布而已。跪下求我。什么？跪下求我。我是校董，是集团夫人，是燕城贵妇，我怎么能给你跪下？我怎么能？那就发布视频后，你等着流落街头吧。叶无双，你饶了我们吧，是我们错了，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你千万别和我们一般见识啊！比起以后的荣华富贵，这点尊严算什么？我孙红霞不想变成街头负债累累的乞丐。妈，你干什么？你快起来，别被叶无双骗了。混账东西，就是你骂的叶小姐是不是？赶紧给叶小姐跪下认错，你饶了我们吧，是我们错了，你饶了我们吧，是我们错了。校长，学生们惊呼。走来的是飞鸟学院的校长上官清林，一个拥有可爱娃娃脸，实际患有侏儒症，同时又兼具雷霆手段的传奇校长。校长身后的男人不是季少吗？怎么连他也来了？韩副校长，我在国外进修3年的时间里，你在飞鸟好像做了不少好事。校长，您不是说下飞机后要休息1天，明天才回来吗？刚出机场就被某大少架着来学校，我也没办法。我记得我说过，飞鸟学院永远不给任何集团或家族开后门，学生也只按成绩分班。校董之一的沈老爷子求了我太多次，我实在没办法。我总不能说是沈老爷子私底下给我的钱太多了吧？学生出事，你一不问事情经过，二不查事情真假，直接下达开除处分，也是因为孙红霞求了你太多次吗？你被解雇了。高3 2班，所有人停学半个月，1万次检讨。孙红霞逐出校董会，张超开除。按道理来说，你是受了委屈的人，录制的视频发或者不发都是你的权利。只是我作为校长，不愿意让学校以及学生仅仅因为一小部分人而饱受争议责骂，所以如果你愿意不发，我可以破例让你继续待在飞鸟，但是按照你之前的成绩，你只能去高3 7班，你愿意吗？可以，我的目标只是留在飞鸟获得月考冠军，去哪个班都无所谓。除了叶无双，其余人都各回各班，各司其职去吧。谢谢你救了我爷爷，今后有什么困难联系我。怎么瞧上人家了？这性子的确挺配你的，你直接以身相许，报答他对你爷爷救命之恩怎么样？昨晚救了季瀚海之后没再睡觉，没想到前世难以入眠的毛病和我一起重生在了这具新的躯体上，看来需要多买点安眠药。如果没有药物的帮助，睡眠对他而言就是奢侈品。这股香真奇异，凝神静心，比1万颗安眠药都好用。叶无双下意识抓住这名路人手腕。有什么事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想知道你有喷香水吗？没有。那我有事，我想和你睡觉，每晚都想。你身上有一股特殊的香气，凑近了才能发现这味道能治我的失眠。我想躺在你身边睡觉。如果你的父母不介意，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谢谢。学校5点半放学，届时我会安排司机去校门口接你。看到没，那个就是叶无双，超飒的。 7班的学生把他弄进了校花排行榜里，结果1上午的时间他就进前50了。正常，他收拾了苏红霞母子，大快人心，连我都给他投了1票呢。但是作为学生，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事吧？他本来成绩就差，现在还去了7班，以后能有什么出息？而且他还主动脱离了沈家，这绝对会是他此生做过的最蠢决定。叶同学你好，我很欣赏你在升旗仪式时的表现，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叶同学加个灰，有空一起出去玩呀。
叶同学手机号码是多少？叶同学现在很受欢迎呢。靠录视频这种小手段博得了一时的关注罢了，比不了你。沈哥哥在生气叶同学和你解除婚约吗？我只是没懂他有什么资格对沈家这种态度。他愿意主动解除婚约，我高兴都来不及。大概是因为他太喜欢你，而你对他比较冷淡，这使他伤心欲绝，转而憎恨你吧。荣清如的推断合情合理，叶无双就是对我爱而不得，便因爱生恨，真可笑啊！叶小姐，季少让我来接您，他担心您与他共眠的事传出去，会引来对您不善的言论，遂吩咐我低调行事，请这边来。好。风九，我的特助，你有什么事也可以联系他。我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和你睡觉。我不知道你爱好什么，忌口什么，希望这桌饭菜能合你胃口。我不挑食。用过晚餐，叶无双来到季深的卧室。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睡着了，而季深身边突然多了个女人，光适应也需要一段时间。总有人放着天堂的路不走，要来我这送死。交给我。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弱男，被强悍凶猛的美少女保护，很奇怪吗？您当初把我摁在地上锤的时候，可没说自己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男。评价他的身手。他是杀手，而且比我强，有当年哭音的风范。叶无双解决掉最后一个入侵者，看着季深，语气平静，就当交房租了。杀人在于交房租。可以。少女站在尸体堆里，精致漂亮的脸上沾了几点血污，却意外的更为美艳，像一株向死而生的花朵，越接近地狱，越热烈迷人。为什么牵我女朋友的手？什么叫你女朋友？林之雅是我郑瑞的女朋友。你放屁！小雅是我的女朋友，7班的人都看到她对我表白。简骄阳，那只是一个恶作剧。你说什么？闺蜜她们说7班老大简骄阳性格乖张，问我能不能征服你，我说我可以，然后就去世了。是了。我承认我出发点不对，但我也做了你1个月的女朋友。你一个7班的学渣曾经拥有一个学霸女友，难道不是你的荣幸吗？荣幸。听明白了吗？小雅根本没想真的对你表白。事已至此，简骄阳也没什么可说的，拿出自己省吃俭用1个月买下来的项链，松手丢在地上，那是他来不及送出去的真心，黯然转身。是谁给你的自信，让你觉得小雅会喜欢7班的你啊？是你们班新来的学生叶无双吗？那个只会偷偷录视频的心机婊。原本已经要离开的简骄阳猛地转身，一拳砸在郑瑞脸上。谁他妈让你说女王的？简骄阳，你疯了！简骄阳没有因为我打郑瑞，反而为叶无双出头，难道我林之雅还比不上叶无双那个村姑？简骄阳，你干什么？他骂女王。再大的事也要讲道理，我们是读书人，随便打架和街上的混混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废物就是废物，教再多也没用。2班班主任黄佳佳走过来，随口评论一句：谁让你说我的学生是废物的？他们不是废物，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你们不能这样羞辱他们。柳青，你居然打女人，你不是男人！废物老师教废物学生，绝配。7班的确都是废物，我拿脚踩一下答题卡都比他们的分高。叶无双也没好到哪里去，这人当初就只能在2班拖后腿，现在去7班还成了7班的女王，真是有够搞笑的。够了，不是说拿脚踩一下答题卡，分数也会比我们高吗？那我们就比一比这次的月考成绩。如果我们的分比你们好，你还有你们所有人，全部公开给7班和女王道歉。老大，我承认你装逼的时候很帅，但是咱们月考拿什么赢过那帮学霸？别问我，我不知道，我只是一时冲动。不好了，刘老师要被解雇了。黄夏夏去校长那儿投诉刘老师，说刘老师对女人动粗不配为人师表。校长发现刘老师带领咱们班之后，
咱们班成绩不升反降，爹说这次月考咱们班的平均分数如果还不及格，就直接解雇刘老师。黄佳佳还有脸说刘老师不配为人师表？昨天女王被污蔑的时候，他不也上去就让女王给孙红霞母子道歉认错吗？他才不配当老师。咱们怎么可能及格啊？大家的书除了目录都是新的。我记得刘老师家里很穷，原来飞鸟的路费都是他爷爷把家里羊卖了凑出来的。如果失去这份工作，那他们家……把书翻到第30页。哭有用吗？有时间哭不如抓紧时间学习，想办法超过一班。没用的，离月考只剩15天了，除非奇迹发生，否则你们不可能赢过一班。给我15天，我还你们一个奇迹。我可以用组织里培育杀手知识储备的方式教这些学生。那个女王，你忘了你上次月考成绩比我还差吗？下一秒，叶无双走上讲台，拿起语文书讲起第30页的内容。女王不仅能教课，还一节课教了3节课的内容，关键我们还都听懂了。休息10分钟，下节课讲物理，下节课讲历史，最后一节课讲化学。7班或许真的能在叶无双带领下创造奇迹。女王快来，这里还有最后2个位置。这2个位置我们要了，你们回吧。你让我们回我们就回，懂不懂先来后到？简骄阳，你觉得让学霸在这里学习有用，还是让学渣在这里学习有用？还是你觉得你们在这里多看几本书，就能在月考超越一班了？是你们自己走，还是我踹你们走？叶同学只会使用暴力吗？荣女神，她朝叶无双去了。说起来，这俩人是情敌吧？他们都喜欢沈温玉来着。这下有好戏看了。如果你对郑瑞和林之雅动手，身为学生会主席，我有权对你下达处分。郑瑞想强占座位的时候，怎么不见你摆弄官威？我只看到你想打人，并没看到郑同学想强占你们的位置。你只看到我想打人？那么请问从13点17分38秒开始，就站在楼梯上的人是谁？需要我去调监控吗？叶无双居然早就知道我来了，还精准到了秒。叶无双，你少在那儿胡说八道。女神，我们陪你一起去监控室，用事实打叶无双的脸。这个蠢货，去了监控室被打脸的就是我。别试着挑衅我，荣清如，否则孙红霞、张超什么下场，你就是什么下场。叶无双，你不必因为我而为难清如，有什么不满冲我来，她是无辜的。因为你，沈温玉，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荣清如是自己上门自取其辱，心疼她就劝她夹好尾巴，离我远点。这次月考7班一定会超过1班，等着看吧。还有你，别想着找女王的麻烦，不然不用女王动手，7班也不会饶过你。我可从来就没觉得你荣清如有多女神，惹了女王，神也踩下来给你看。很快月考如期而至，最后一场考完，很多学生心照不宣来到广场查分。第3名高3一班沈温玉，第2名高3一班荣清如，第1名高3 7班叶无双。同时也公布了各个班的平均分排名。第1高3 7班。道歉，道歉。对不起，对不起。你该感到荣幸，因为你曾经拥有一个年级第49的前男友，而你才年级第67。这不是我当初侮辱简骄阳的话吗？你也应该感到羞耻。简骄阳为了给你买生日礼物，吃了一整个月的廉价蛋炒饭，你却玩弄了这个真心待你的男孩。女王真好，还帮我出气。叶无双凭什么考得比我好？是我大意了。叶无双，来日方长，我们走着瞧。女王，你干嘛去？放学回家。今晚是飞鸟学院20周年校庆季联欢晚会，你忘了？待会儿学校所有的股东都会来，包括新股东介绍，每个班的学生都要表演节目呢。咱们7班也有，节目单早就报上去了。可惜女王是前不久才转来的，不能跟着咱们一起表演。试炼任务一已完成，新的任务将于明天发布，敬请期待。轮到咱们班的学生化妆了，快去化妆室，准备登台表演。叶无双，你也去化妆室吧，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我肚子疼，我不能给你们伴奏了，你们找别人去吧。老师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啊？这会儿我们上哪儿找第2个能打架子鼓的？我来。女王还会架子鼓？会一点。
英明神武的女王殿下，请驾临王位，挥舞权杖，驱散迷雾与黑暗吧。这原本只是一句戏言，是大家无聊至极、中二魂发作时诞生的称呼。可叶无双真的如同天上下来的神明，把他们身边的迷雾驱散，让他们在短短半个月里反超了一直遥遥领先的一班，让他们从黑暗的角落里拾回尊严和自信。心如，你身体不舒服吗？没事的，沈哥哥，你不用担心。沈温玉竟然盯着叶无双，眼中闪烁震惊和惊艳。该死的叶无双！就在此时，舞台传来一声巨响，随后整个棚顶都塌陷下来。妈妈！只见断裂的承重柱向男孩打去，在最关键的一刻，叶无双冲了过去，把男孩护在怀里，让断裂的承重柱砸在自己肩背。把校服外套脱了，那么重的东西砸在肩上，除非钢筋铁骨，否则必会受伤。为什么不哭也不喊疼？没用，喊疼会暴露你的位置，哭声不仅会暴露位置，还会把你体内赖以生存的盐分带去。寄生涂药的动作一顿，他只知道他是杀手，没有想过他为了生存，连本能都可抹去。不难猜测，他曾经过着怎样的日子。谢谢。或许你可以试着对我说谢谢以外的词。哦，那睡觉吧，我困了。在我怀里醒来，有这么让人难以接受吗？我好像没说过要待在你怀里睡觉啊。是吗？那你看看放在我腰上的手是谁的？好了，不逗你了。你昨夜哭得厉害，我擅自做主抱了你，希望能有所安慰，然后你回报了我，大概这样能让你舒服一点。谢谢你的安慰。我仍然期待你对我说谢谢以外的词。谢谢以外的词，不清楚寄生想听的是什么。叶无双翻身下床，洗漱一番，由司机载着前往飞鸟高中，同时他耳边传来系统提示音：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2代表飞鸟赢下国际象棋的校际联赛。原主大脑里并没有和这件事相关的记忆，我在飞鸟这些天也没听别人说起过这件事，看来要问问别人。女王，你 Top 2了。什么 Top 2？校花排行榜啊！现在你是咱们学校得票第2多的女生，第1是容清如。意味着我长得像你母亲？哦，你蛋糕没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女王什么问题？大事不好了，刘老师辞职了。怎么回事？咱们不是及格了吗？是不是一班的学生不服，在里面搞手段，逼刘老师辞职了？真要是这样，我今天非要把他们揍进医院。我也不知道刘老师为什么辞职，我只看到他拿好辞职信，朝校外走去了。我正准备跟你们道别，你们倒好，自己过来了。我不当老师了，我带了7班3年，从7班毫无长进这一点，就可看出我的执教水平其实不怎么样。我一直有辞职的打算，叶无双的到来，算是让我坚定了辞职的想法，让我看到了和他的差距，我不能再误人子弟了。不当老师，那您要去干什么？回去继承家业啊。你有什么家业啊？回去放羊种田吗？刘老师，是谁欺负您了？您跟我们说。柳少，我和姐姐想死你了。对，去车上等我，我先跟我的学生道别。刘老师，您不是说迎来飞鸟的路费是家里人把羊卖了凑出来的吗？我来飞鸟的路费的确是这么凑的，有什么问题吗？那您还是这样的，我家有4000万只羊，3000万头猪，1000万头牛和几百万只驴，现在不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吗？只能回去继承100亿家产了。跟你们在一起这3年，我很开心，没能教你们更多知识，我很惭愧。幸运的是叶无双来了，你教好了7班，我欠你一个恩情，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只管联系我。我家挺大的，好找，下过地图上肉眼所能看到的草原都姓刘。对了，女王，你刚刚不是有问题要问我吗？你们知道国际象棋校际联赛吗？知道呀，这是一场由燕市国际象棋协会授权举办的比赛。大家一人一句，相互补充着。所以女王问这个干什么？我要参加这次联赛。这可能不太好办。
广播里响起激昂的前奏，升旗仪式即将开始。上官青林先是公布了昨晚舞台事故的原因，对失职人员进行处罚，然后夸赞叶无双昨晚救小男孩的事。叶无双那能算救了小男孩吗？只是恰好跟小男孩在一起，然后被承重注册了一下而已。我可以给你一个奖励，你有什么想要的吗？让我参加国际象棋校际联赛。你怎么想参加这个？参赛名单很早就确定下来了。我可以把名额让给叶无双。郑瑞佩服叶无双，也对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能有机会做出补偿，再好不过。谢谢。有什么好谢的？既然郑瑞愿意退出，那你就是参赛学生中的一员了。记得每天放学后去国际象棋室练习2小时。小姐想买点什么呢？我们这里有黑森林慕斯、抹茶千层、酥皮泡芙、提拉米苏。原来她也有喜欢的东西。叶小姐似乎每个都想吃，她在橱窗前纠结了很久。叶小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怎么回事？回记上，都怪我在拐角的地方不小心撞到叶小姐，把蛋糕摔烂了。叶小姐好像很喜欢这个提拉米苏。哦，是我的问题，不怪你。我去市区再买一个回来。等你过去，店面也关了。只见替身走去厨房，动作熟稔的打碎鸡蛋。提拉米苏需要冷藏过夜才能使口感达到最佳，时间来不及，你先吃这个。好吃。季家还会培养后代做甜点吗？我母亲也喜欢甜点，为了让她开心，我找糕点师学了2个月的厨艺。除了母亲和你，我没有给第3个人做过甜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长得像你母亲。什么？你蛋糕没了。因为蛋糕被半路拿走的原因，他睡觉的时候都离机身很远。这是我第一次见叶无双生闷气，的确比面无表情的时候可爱很多。叶小姐醒了，季少林走前吩咐，如果您想吃蛋糕的话，冰箱里有冷藏好的提拉米苏。是你，昨天买蛋糕的美少女，好巧，你怎么在这？他是飞鸟的学生，也是要参加这次校际联赛的人。那你也是老爹的学生咯？他这爱答不理的性子，平常没少给你们增添困扰吧？喜欢吃甜点是吗？以后放学可以去我那儿。管饱。管饱这2个字实实在在的吸引到叶无双了，但无功不受禄。我记得你店铺前有贴招聘启事，我想赚点零花钱。那你放学后正好可以来我店里兼职钟点工，我叫秦宇。叶无双。高3期班叶无双来校组去一趟。上官校长，经我们查实，叶无双的确没有在棋协考过级。是谁告诉你没有考过级就代表不会下棋？既然你会，那你敢跟我对弈一局吗？跟我对弈，你配吗？什么时候随便一个阿猫阿狗都能找我对弈了？你好了，挑个你觉得配的人对弈给我看看吧。不用了，他会下。他昨天来棋室的时候，我正在下棋，他看了棋盘3秒，就把目光落在战车位上，确定这一步最佳。这一步我思考了整整20分钟，而他只用了3秒。这种人怎么可能是新手？一个眼神就确定叶无双懂国际象棋，这会不会太儿戏了？如果出了纰漏，或者因为叶无双而错失冠军，谁能负责？我负责。如果飞鸟因为叶无双而错失冠军，我秦烈引咎辞职，你满意吗？秦烈多少也曾是棋坛上的风云人物，立即眼神压过去，直接让荣清如狼狈不堪。既然秦老都这么说了，我宣布叶无双继续参赛。秦姐，我一定要穿这件工作服吗？当然了，我的甜品店是有主题轮换的，本周主题是女仆降临我身边。孟哥哥，好累啊，我们喝点什么，然后再去棋协吧。那就去这家甜品店好了。孟哥哥在看什么？女仆啊，我听别人说这类人都是小太妹辍学打工，又不愿意踏实工作，只能穿制服让自己看上去很性感，然后勾引有钱人当小三这样。是吗？孟哥哥，你觉得这次国际象棋校际联赛，咱们3中能拿冠军吗？那个姐姐居然会下国际象棋，我看都看不懂呢。没换导师前，我们胜算不大，换了新导师后，冠军非我们莫属。这得谢谢你那个当市长的爸爸，不然棋协的会长、国际象棋大师也不会给面子。
亲自来三中教我们。天呐，我居然在这里遇到了市长的儿子孟云锦，真不愧是市长之子，年纪轻轻就仪表堂堂，将来肯定跟他爸爸一样厉害。他旁边的女孩是谁？是副市长的独女吴子轩，他们父女一起去养老院慰问过，我看过那份报道。我今天走了什么狗屎运，把燕市2个最强的官二代都遇到了。吴子轩很享受这种被目光包围的感觉。吴子轩开始喋喋不休，全然没有注意旁边多了一只贼手。我的钱包，有贼啊，抓贼啊！小双，快报警！牛逼！热心市民押着小偷去了警局。喂，你怎么搞的？那人把我银行卡偷走了，你看不到吗？眼瞎了？这副市长的独女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再嘴贱一句，我不介意把你也送进警局。你谁啊你？敢用这种态度和我说话，信不信我？别闹了，你打开钱包的时候，银行卡自己掉地上了，别人没拿。吴子轩低头，果然在地上看到一张银行卡。孟哥哥，这女的威胁我说要送我进监狱。谢谢你帮我们拿回钱包，我替她的无理给你道歉。共计消费137元整，刷卡还是现金？刷卡。光阴似箭，日子很快来到校际联赛当天。笑死我了，这飞鸟学院怎么还有个段位暂无的？叶无双，男的女的啊？名字这么蠢。名字代表父母的希望，天下无双并不蠢。怎么是你？就是这个骚货，害得我在甜品店丢脸，导致孟哥哥对我的态度冷淡。真没想到，他居然是飞鸟的学生，还和我们一样要参加本次联赛。他穿女服装的时候就很好看，没想到穿校服更好看。原来你就是叶无双，那个段位暂无的菜鸟。你最好祈祷等下不会遇到我，否则你看我怎么收拾你。该祈祷的人应该是你。吴子轩，注意你的礼貌。叶同学，很抱歉他再次冒犯了你，我保证这种事绝不会发生第3次。现在双方分数持平，请2支队伍的导师出战。我之前还说咱俩的队伍从棋盘变成了学生，没想到这就从学生又变回棋盘了。叶无双是秦烈的学生，他小年纪就那么强，一定是秦烈教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年秦烈并没有自暴自弃，反而越来越强。如此，我赢的几率就不大了。不行，我不能输。说起来，你很久没有联系阿香了吧？我跟你讲，别看他现在50岁了，每晚在床上还骚得很呢。阿香，秦烈的前妻，孙家豪的老婆，秦宇的生母，这诛心的话，直接让秦烈本就被酗酒毁了的身体一阵猛颤，捂着心口向侧边倒去，不省人事。哎呀呀，这是怎么了？校医，好端端的，怎么就气急攻心了呢？那这比赛可怎么办？可以平。不平局，我和孙家豪下。系统给的任务是赢下本次国际象棋的校际联赛，不是平局。叶无双懂唇语，孙家豪刺激秦烈的话，他一字不差的全都知道。秦烈也算帮他说过话的人，秦烈的女儿秦宇更是赔钱卖过提拉米苏给他，他没理由不帮这对父女讨回一点公道。小姑娘，你是认真的吗？你怕了？我会怕你？上官校长，我本想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让这次比赛平局收场，可你们学校的学生却不想平局，想挑战我这个棋协会长，你说怎么办？初生牛犊不怕虎，既然叶无双想挑战你，你给他一个机会又如何？你就不怕他输吗？这要是输了，可是连平局都没有了。我飞鸟学院输得起。这么说的话，我不应战也说不过去了。待棋，和棋，我给你20万。不和。不什么？叶无双在说啥？不和棋吧，大概。难道孙大师求和棋，叶无双没同意？不可能，你们听错了，那可是棋协会长，怎么会对高中生求和棋？50万，只要你愿意和棋，我可以给你50万。我说了不和棋，你耳朵聋了吗？孙大师竟然求了2次和棋，这场景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我让你和棋。Check mate。飞鸟学院叶无双胜。此刻的叶无双是最闪耀的明星。
孟云锦的眸子里溢出爱慕，沈温玉的心脏扑通直跳，简骄阳等人无限崇拜，荣清如几乎咬碎牙齿。这原本应该是属于我的欢呼，叶无双偷走了我的东西，我还没输。秦烈得知孙家豪2次求和棋无果，被叶无双无情击败时，他的心里很痛快。你知道康乃马库斯吗？世界公认的国际象棋第一棋手。没错，就是他。他6岁出道，被外界誉为天才棋童，一直蝉联世界冠军29届。当大家以为他会蝉联第30届，一个少女出现了，她叫卡娃。为了追赶积分，她在媒体面前上演了一场耀威武林的对盛宴，决赛上打败马库斯，成为新的世界冠军。你的风格和卡娃很像，只不过那场比赛之后，卡娃再没露面，马库斯隔日也被人发现溺毙在酒店浴缸里，外媒猜测他受不了打击，自杀了。不，他是我杀的。他记卡了，卡了记他，有人出钱要马库斯的命，他接了这一单，仅此而已。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我要一杯。是长家的公子，这是看上小生了。哇哦！想吃，可惜我平日忙碌，没有太多时间亲自下厨。但是如果你愿意把这套衣服换上的话，我可以考虑再为你做一次蛋糕。竟然让我穿女仆装，他以为区一次蛋糕就能收买我吗？每周都做一个。成交。这漂亮与可爱，只有我一人能见，真好。女王，你居然也玩绝地行动，而且还有比兔陪玩 APP。叶无双稍稍愣了一下，原主学习成绩不好，但在吃鸡类游戏上的天赋不错，听说当陪玩可以赚钱，他便下载了比兔陪玩。我本来打算做绝地行动的陪玩，心想着自己多赚一点钱，就能找家里少要一点钱。我们班的男生基本都会玩绝地行动，如果女王要做陪玩，我要第一个点。我技术还行，没准带女王吃鸡。吃鸡很难吗？当然难，我玩了1年，吃鸡的次数不超过10次。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3，获得比兔陪玩最佳女陪玩称号。女王，你当陪玩也是为了赚零花钱吗？如果你缺钱的话，大家其实都可以借你一点的。我的目的是成为最佳女陪玩。这样的话，光有7班的投票不够，哪怕飞鸟全来投票也不够。我有办法了，我堂哥跟我关系很好，他也是绝地行动的玩家，现在在鲨鱼 TV 直播，人气很高。我让他带女王玩2把游戏，让他直播间的观众见识女王的实力，到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女王有多厉害了。那就先说一声谢谢了。兄弟姐妹们，今晚我整了一个好活，你们不是总让我跟小姐姐玩吗？今天我可是下血本，点了3个女陪玩开4排，让小姐姐带我赢，掉不掉？老哥，今天怎么来找我玩了？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只管说，能帮我就帮。简天泽很疼自己的堂弟。这是跟女王有关。就是那个扳倒孙红霞母子，教7班上课，帮7班打架子鼓，然后在国际象棋联赛1v19高中生全胜，并打败了验尸棋协会长孙家豪的叶无双。他现在在当绝地行动的陪玩，报名参加了最佳女陪玩的评选，可是人气太低了，没有人 pick 他。我想让老哥直播的时候带带他，给他涨点知名度。这不巧了吗？我今晚的队伍里正好缺个女陪玩，你把我游戏昵称给他，让他加我，我拉他进队伍就完事了。好嘞，不过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女王很厉害的哦，你直播间的粉丝可能会被她吸引走。行，我知道了。小姐姐来了，说一下你的昵称吧。冷血狂少。挺别致的，这名字。简天泽添加叶无双为好友，将叶无双拉进组队房间。此时房间里有4名玩家，1男3女，分别是鲨鱼 TV 天泽、比兔陪玩阿敏、比兔陪玩小月和冷血狂少。冷血狂少使用 M4A1 击杀了过分喜欢，冷血狂少使用 M4A1 击杀了过分依赖。可以啊，这个小姐姐捡到枪了，运气真好。阿敏声音羡慕，把叶无双的实力模糊成运气。叶无双，你先藏好，我马上过来救你。你们都喜欢让女玩家藏起来吗？什么？冷血狂少使用毛瑟狙击枪爆头击杀了我是路过的。冷血狂少使用 M4A1 击杀了天气清朗。一排下来全是叶无双的击杀信息。叶无双太牛了吧，杀这么多人就不能说是运气了。我还以为3个陪玩小姐姐里最有用的会是阿敏。
他比兔昵称是叶无双吗？我想点他。他也参加了最佳女陪玩评选。不说了，我去 pick 他了。不过5分钟，叶无双的 pick 值增加500多票，挤进前100。你几个意思？拿了比兔的钱不干事？比兔高管也露面。今晚的直播和剧本里商量的不一样啊。是你们的陪玩自己有事来不了，我才临时换的叶无双，我也不知道叶无双这么强。如果你不改剧本，就不会有这些事。你说这是谁的问题？我换剧本的时候你拍手叫好，自己技不如人了，就反过来怪我。你可要点脸吧，出米！这比兔陪玩平台的钱老子不赚了，你们爱找谁找谁去吧。说罢，他退出工作群。女王，你今晚还要跟我哥一起玩吗？我哥的意思是，你既然想当选最佳女陪玩，不如接着和他排。他提供直播间的流量给你拉票，你提供话题热度帮他增长人气，两人合作共赢。可以。女王，有人黑你。我是冷血狂少的同学，她叶无双是全校最丑的女生。叶无双，你挡了我的路，就别怪我无情啊！我的污蔑方式很低级，只要你自爆照片就能证明清白。可是你敢吗？我们才是冷血狂少的同学，点进来欣赏他的盛世美颜。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原来冷血狂少就是咱们学校的女王。话说我昨晚在直播间的时候，就觉得冷血狂少的声音很像咱女王，但我没多想，谁能知道女王打游戏也能这么厉害？同为飞鸟的学生，我补充一句，女王不仅自己月考满分，还兼职老师给7班补课，让7班从差生班变成尖子班。校友们好呀，组团去给女王 pick 吧。顺便温馨提醒，造谣死全家哦。干爹呜呜，人家当不了比兔的最佳女陪玩了。怎么会呢？我是比兔的老板，我说你能当，你就能当。真的，谢谢干爹，干爹真好。一天过去，叶无双的 pick 值达到8万，反超阿敏。巧的是，在叶无双超越阿敏的半小时后，比兔官方发布公告，表示评选规则修改。现在不按 pick 数论成败了 ，pick 数前10的女陪玩，今晚将进入新的竞争环节，看谁的老板刷钱更多。女王要赢了就改规则，要不要这么假？我还有零花钱，我也还有一点。我哥发消息过来了，说今晚的 PK， 他和直播间的粉丝会来帮忙。叶无双不差钱，这么多年接任务获得的报酬够他逍遥很久。他记得自己的银行卡号和密码，只是他地位特殊，如果卡里的资金流动，多方势力会立即注意到他。重生一世，他想换个活法，但是复活无尘比他怎样活着重要。5000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输了。我砸了500万，对方净刷5000万，查查这笔账的来源。是京城纪少。你是？你的粉丝。纪少既然想要追求叶小姐，为何不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凭他的性子，要是知道了又是我，这会儿就该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偿还我的5000万了。比兔那边需不需要我？不用，他们知道该怎么做。运气真好啊，不用调动前世积蓄，也赢了这次评比。女王，你校花排行榜 top 1了，荣清如从第1跌至第2了。叶无双没有回复，乘车前往飞鸟学院。他对校花排行榜不感兴趣。叶小姐您好，我叫钱勇，是比兔陪玩的老板，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听说我手下员工私自篡改最佳女陪玩评选规则的事，给您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连夜赶来验尸道歉，希望您不要介意。简天泽说过，阿敏是比兔内定最佳女陪玩，强行修改规则是为了保阿敏，这会儿过来道歉，无非是知道我背后有个能砸5000万的 Leo， 想攀交这棵摇钱树。滚开！好的。叶无双，原来这就是你能获得5000万打榜的原因，给中年已婚秃顶男当情人，口味挺重啊。一想到那个秃顶男就是 Leo， 荣清如就想狂笑。照片发给你了，给我打印3000张送进飞鸟高中。叶无双登顶校花排行榜了，这家伙自从放假回来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是啊，怎么说，这位女王还喜欢你吗？肯定喜欢啊，你们想啥呢？你们仔细想想，叶无双为什么要突然参加国际象棋校际联赛？又为什么赶着比兔活动快结束的时候报名最佳女陪玩评选？为啥？因为荣清如啊，荣清如参加了校际联赛，叶无双就去了。荣清如受邀参加游戏嘉年华，叶无双就报名比兔的活动。他处处跟荣清如比较，图的是什么？不就想告诉温玉，我不比荣清如差，重新选择我吧。
他肯定还是喜欢温玉的。沈温玉没有反驳，内心浮现一抹窃喜。叶无双原来对我用情这么深的吗？原本以为荣清如是我圈子里最优秀的女生，没想到蜕变后的叶无双比荣清如更优秀。沈哥哥，清如有事吗？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叶同学自从和你解除婚约，再没去你家住。的确如此。没解除婚约前，叶无双一直在他家寄宿，这是爷爷的意思。如果爷爷还活着，就算叶无双解除了婚约，爷爷也一定会把他安排在沈家别墅暂住。爷爷不在，沈家便没有人挽留他。那他现在应该回家住了。可是桥村离飞鸟那么远，交通也不方便，他是怎么做到一直不迟到的？难道他真的被别人？他被别人怎么了？没什么，我可能是眼花了，有些事情未经求证说出来，对女孩子不好。大新闻，鸡丹女王叶无双被包养了。我裂了，别跟我说这秃顶男就是 Leo， 没想到表面高不可攀的叶无双，背地里居然也是见钱就能张开嘴的货色。其实也能理解，那是5000万啊，农村人哪见过这么多钱？叶无双为了证明自己比心如强，为了让我另眼相看，竟然可以做到这种地步吗？中午好呀，叶同学，我就直说吧，照片是我拍的，传单是我找人印的，怎么样？是不是很意外我会主动承认？真遗憾呢，这里没有监控摄像头，你也没有先见之明，提前准备好手机录制。他在暗处盯了叶无双很久，确认安全才走过来的。所以，好可怕的眼神呀！清如，沈哥哥，我在这里。突然，荣清如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他倒在地。叶同学，你为什么要打我？叶无双，你干什么？我只是告诉叶同学，我相信他没有被男人包养，他就打了我一巴掌，说我猫哭耗子假慈悲，还很得意的让我嫉妒他，还说他心情好的话会把大款介绍给我。很得意？叶无双，你以为清如跟你一样没底线，也没见过钱吗？给他道歉，给荣女神道歉。怎么回事？荣女神安慰叶无双，叶无双却不知好歹，打了女神一巴掌，还觉得自己被大款包养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是这样吗？叶无双没有说话，面无表情，拿出口袋里的手机。中午好呀，叶同学，我就直说吧，照片是我拍的，传单是我找人印的。我明明盯准了叶无双，叶无双怎么可能抽空录音？除非叶无双一开始就在等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暗处盯着我吗？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再有下次，我就送你去阎王面前演戏。就算你录了音，又能怎样？录音能解释你被中年男人包养的事实吗？高3一班荣清如自导自演污蔑同学，停学1星期，8000字检讨。女神，我相信你是清白的，你一定是被叶无双算计的，我永远支持你。滚开！好了，清如，别哭了，眼睛哭肿了。明天可怎么参加纪少举办的慈善晚宴啊？秦姨，沈哥哥现在已经不理我了，我心里难受。我只是想揭穿叶无双的真面目，然后用错了方式而已。我知道，其实这事也怪叶无双。真没想到叶无双那个土包子，居然能这么不要脸，去给一个秃了顶的男人当情妇。你放心，有情姨在，温玉不会不理你的。谢谢秦姨。叶无双，你怎么在这？什么？他是叶无双？是他换了个发型。原来如此。哎呀呀，都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果然不假，一件礼服就能把村姑包装成名媛，害得我差点没认出来。沈温玉的妈妈蔡琴是个利欲熏心的女人，一直不满意自己的儿子有个农村儿媳，觉得农村人嫁进来不能给沈家带来任何作用，只能让沈家丢脸。原主寄住在沈家别墅的时候，没少遭受蔡琴的白眼与冷落。赵夫人、陈夫人、李夫人、吴夫人，快来看啊，瞧瞧我发现了什么。蔡夫人，你发现了什么？叶无双，我儿子那个乡下未婚妻，他见我儿子实在不喜欢他，就主动解除婚约，结果转身就傍上一个大他几十岁的大款，还人模人样的出现在这里，差点没让我认出来。小小年纪就出卖自己的身体，不学好。这种农村女的我见多了，都想野鸡变凤凰。
对了，你的大款男伴 Leo 呢？不带出来给大伙瞧瞧。你们好像对叶无双有意见。有意见？我们可太有意见了。季少有所不知，这女的叫叶无双，乡下来的，又蠢又笨，是我儿子瞧不上未婚妻。我儿和他解除婚约，他眼见嫁入豪门无望，就给一个年纪可以当他爸爸的人做情妇，现在还出现在这里，和我们一同出席如此高级的慈善宴会，这简直就是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汤。您快把他赶出去吧。是吗？是的，季少。我亲眼看见叶无双和一个中年男性抱在一起，这是飞鸟学院的人都知道。依我看，不应该只把叶无双赶出去，那个叶无双的男伴也赶出去。你知道叶小姐的男伴是谁吗？是个英文名叫 Leo 的秃顶男人。叶小姐，季少的特助，怎么尊称叶无双为叶小姐？叶小姐的男伴是季少，把他们赶出去，你有那个资格吗？你说什么？叶小姐的男伴是季少。你说什么？叶小姐是季少爷爷的救命恩人，季家上下都需对她礼貌尊重。诸如叶小姐被中年男人包养这种无稽之谈，奉劝各位先用脑子想一想，再看看能不能说出口。季少什么身份？季家什么地位？这蔡琴和荣清如真是脑子让文家了，敢说出这种不靠谱的话。季少，他们两个怎么处理？既然这两位觉得我和无双不配与他们共处一室，那便送客吧。季家的生意想来也高攀不上荣沈两家。季少，这是一场误会，我们沈家和叶无双关系很好的，您千万别当真。蔡晴，沈文玉的父亲带着沈文玉走了过来，清如，荣清如的父母也走了进来。发生什么事了？谁要赶你们走？你们的宝贝女儿荣清如和沈家夫人蔡晴，坚称沈文玉以前的未婚妻叶小姐被中年男人包养了，不配合男伴出现在这里。但人家叶小姐的男伴是季少，且他是季少爷爷的救命恩人，不存在被别人包养的说法。赶出去。是。穿女仆装的她可爱，穿校服的她清傲，穿晚礼服的她高贵冷艳。好想邀请叶无双跳舞，有兴趣共舞一曲吗？每周2个蛋糕。可以。不知道叶小姐准备的是拍卖物品还是表演才艺呢？她叫何欢，是燕氏一流豪门何家的女儿，突兀的开口，目标直指叶无双。我特别喜欢叶小姐这种女孩，想和叶小姐交个朋友，也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叶小姐准备的东西。你们都觉得这个时候不该招惹叶无双，我偏要惹，用这种方式来获得季少的注意力。只要季少能注意到我，我就可以施展自己超强的才华，征服季少。才艺，不知道叶小姐要表演哪一类的才艺？钢琴。钢琴。没想到叶小姐也会弹钢琴，来，请叶小姐上台演奏。叶小姐的钢琴弹得真好，此曲只应天上有，我愿意捐赠20万做慈善。我捐30万，她弹得比合欢还好听。作为 Berkeley 的学生，我特别喜欢和人斗琴，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和我斗一次？如果叶小姐能赢过我，我愿意以私人名义捐赠100万给贫民窟。呵，叶小姐太强悍了，琴技比 Berkeley 的学生还厉害。记得兑现你的承诺。年少轻狂，喜欢争强好斗可以理解，不过挑战别人前，最好先掂掂自己的分量，以免自取其辱，被人当成笑话。女王，你为什么不早说你也参加了慈善晚宴？我要是知道，我就不在家打游戏了。而且我们才知道，女王居然是季少爷爷的救命恩人，所以这段时间都是季家在接送女王上下学吗？女王，你知道有人把荣清如打印出来的传单发比兔聊天广场了吗？比兔老板看见了连夜发公告，说他是照片里面的男性，找你是为了半路修改规则一事而鞠躬道歉，不是在抱你，也没有包养你，还说要告荣清如诽谤的。公告被人截图到了论坛，大家都知道女王是清白的了。听说学生会那边已经联名到校长室，
意在罢免荣清如，另推女王当学生会主席呢？荣清如呢？把她叫出来，给我们一个解释。沈先生息怒。沈先生，太夫人，事情已经发生，我们除了尽力补救，也不能改变什么。与其生气，不如商量商量清如和温玉的婚事吧。你们之前不都催我们早点把这事定了吗？还婚事，做梦吧你！就是荣清如害的沈家现在资金出问题，你们还想让温玉把这个灾星娶回去？你不如问问燕氏各大家族，谁他妈还敢娶荣清如？冰清玉洁，冰清玉洁，好，很好，那我就把这冰清玉洁回给你们看。50万，帮我办件事。晚上好呀，漂亮的小妹妹。荣清如让你们来的？你甭管是谁让我们来的，把这个喝了，哥几个保证让你快活似神仙。是吗？5分钟左右，荣清如一脸期待，以为会看到叶无双被欺负的画面。你怎么？我这次找的人都是混道上的，个个都有丰功伟绩，叶无双怎么能完好无损的站在这里？是什么让你觉得我会继续仁慈下去？小贱人，你装什么装？你就是只乡村野鸡，永远都变不成凤凰。我荣清如才是名正言顺的豪门名媛，是你这辈子都……玉玉欢迎你。失恋任务3已完成，新的失恋任务将于明天发布。自从拿下比兔最佳女陪玩的称号，系统给了她几天休息时间，决定在明天发布新任务。1小时后，叶无双回到石桥村。无双回来了，你大哥等你好一会儿，快回家吃饭吧。他叫叶威楼，是叶无双的大哥。早年间，他学习成绩不差，还未毕业就收到国内一流大学的邀请。他的女友也考上一所不错的艺术学校，可惜女友家中遭难，没钱上大学，还要被家人逼嫁换彩礼。和家人商量一番后，叶威楼选择放弃学业，打工供女友读书。回来了。走吧。这次回飞鸟，那沈家少爷对你怎样？我解除婚约了。解了就解了，也省得他们总爱搭不理的样子，好像双儿非要攀亲的高枝不可。那你解除婚约后住的哪？一个女同学家。那个女同学叫什么名字？她家里人没有说你吧？实在不行，妈给你在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家里还有点钱，他担心非亲非故的女儿住别人家会受委屈。没有就好。先吃饭，吃了饭早点休息。明天爸妈带你们参加大伯儿子的婚礼。我就不去了。阿乐绘画用的颜料要用完了，我想多打一份工，给他买套更好的。行。这不三哥一家吗？好久不见，地里收成还好吧？说话的人叫叶红梅，叶卫国的妹妹。还好。真的假的？我看你们都穿旧衣服来的，还以为地里庄稼遭田鼠啃了呢。你们家要是缺钱，只管跟妹妹开口。妹妹虽不富裕，30万还是能拿出来摆给你们的。他看似一副热心肠，面上却是讥讽的表情。叶红梅跟叶卫国一家有过节，这是和沈家的那门娃娃亲有关。凭什么老三的女儿能和沈家结亲，我女儿不行？我一定要为女儿争取嫁入豪门的机会。听说沈家把跟叶家的娃娃亲取消了，那么好的亲事，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呢？是因为你们的女儿叶无双太蠢了吗？我女儿韩香雪就不一样了，她呀，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10。我的女儿除了英语之外，还自学了德语呢。叶夫人，你女儿还会德语，这也太厉害了吧！好多孩子连英语都学不明白呢，你女儿都会德语了，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大家都知道叶红梅的大哥是服装厂的老板叶建军，因此这些夸赞出于2分真心8分恭维。过誉了，也就比我三哥家的女儿聪明一点点而已。我记得叶无双的英语不太好，你们让她加我女儿的联系方式，我女儿抽空还能辅导她。你们呐，这辈子已经废了，千万别让你们的女儿也输在起跑线。叶无双，你干什么？你有病是不是？我好心让我女儿给你辅导英语，你还泼我一脸茶水，有你这样对待长辈的吗？你爸妈平常怎么教你的？再说我父母半句不是，我对你就不是泼茶水这么简单了。
La fabbrica di abbigliamento può realizzare 5 punti profitto. Lorenz si arrenderà？ 再说我父母半句不是，我对你就不是泼茶水这么简单了。我说的是实话，家里兄妹4人，也就你们家还在山里种田，不是废了是什么？忠言逆耳，我也是真心想帮你们家啊，你们的心里也太脆弱了吧？他们都是玻璃心，真心想帮我们家。好，你刚刚不是说可以白给我们家30万吗？现在把钱打到卡上。我刚刚说的只是装逼客套话，哪里会真的给钱啊？30万又不是小数目，我又不是傻子。今天是大哥儿子的婚礼，我不跟你们闹，但我叶红梅从此以后也跟你们3方再无关联。香雪，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不好好读书的下场就跟叶无双一样，未婚夫不要，人还没文化教养，像个疯婆子。妈放心，我肯定好好读书，不给你丢脸。叶先生，劳伦斯先生祝您生意兴隆，祝您儿子儿媳百年好合。谢谢。劳伦斯先生与其祝我生意兴隆，不如帮我打通和埃菲尔那边的生意通道。他说他也想帮您，但埃菲尔先生是个性格阴晴不定的人，有的商人讨好他3年，他理都不理，有的人只说1次，他连夜打跨国电话亲自商定，所以一切还要看天意。话刚说完，劳伦斯收到了跨国视频邀请，邀请者正是埃菲尔。是埃菲尔。Che c'è? Il signor Eiffel ha letto la mia lettera di intenti per la cooperazione. Ich habe nicht viel Zeit. Wenn du dich entscheiden kannst, lassen Sie uns über die Bekleidungsfabrik sprechen. 没想到真是服装厂的事，可我今天带的翻译听不懂德语啊，该死的！有人会德语吗？如果能帮我翻译埃菲尔先生的话，我必有重谢。与此同时，叶无双眼前亮起别人看不到的字：失恋任务4，促成3方会议。我女儿会，大哥，我女儿会。香雪会德语，学校不是只教英语吗？她自学了德语，老聪明了，又不是每个人都跟叶无双一样，连英语都学不明白。香雪居然有这么大的本领，妹妹，你教得好啊！香雪，快上来帮我翻译。Hallo, mein Name ist Schnee. Wie ist das kürzlich? Sagen Sie der Person, die für die Bekleidungsfabrik verantwortlich ist, ich kann mit ihm zusammenarbeiten. Die Prämisse ist, dass er und Lawrence jeweils 5 Gewinnpunkte erzielen. 埃菲尔先生说什么了？他说话。戴菲尔先生的语速太快了，而且有很多职场专业术语，我听不懂。那你上来干什么？你以为我是来让你向他问好的吗？胡闹。没关系，你能说基础德语已经很厉害了，不像有些人连英语都不会说呢。埃菲尔说他可以和服装厂合作，前提是服装厂和劳伦斯各让5个利润点。无双，你懂德语？不，他不懂，他连英语都不懂，怎么可能懂德语？别是知道大家都不懂德语，所以想糊弄大家，顺便给自己长点面子吧。埃菲尔先生要挂电话了。Ich kann übersetzen. Gut in Deutsch. Bist du in unser Land gekommen, um zu studieren oder eine Weile zu leben? Hat das etwas mit Verhandlungen zu tun? 问一个名扬国际的女杀手为什么会德语，就像在问一只鸡为什么会下蛋一样无脑。掌握多国语言是国际杀手最基础的标配。无双，你真的会德语？服装厂可以让5个利润点，劳伦斯先生那边就不知道了。La fabbrica di abbigliamento può realizzare 5 punti profitto. Lorenz si arrenderà? 他这是德语和意大利语都会啊。叶夫人不是说叶无双连英语都不懂吗？他还说他女儿会德语呢，结果上台就那样，他的话你们也信？10分钟后，这场跨国生意成了。双儿，你什么时候学会这2门外语的？老师一直有教。三弟，你女儿今天帮我干了件大事，到时候你儿子结婚需要多少彩礼，只管告诉我，我全出了。以后服装厂的股份也有你们一支，你们就等着年底分钱吧。你是谁？在我家门口干什么？您好，我是。他是那个女同学的哥哥，我和沈家解除婚约后，赞助的就是他们家。无中生妹，的确如此。我妹妹亲手做了蛋糕，委托我给无双送来。做了蛋糕还亲自送来，真是麻烦你们兄妹俩了。记手，车抛锚了，还没修好是吗？啊，
是的，还没修好。那该怎么办呢？伯父伯母，这附近有宾馆或者酒店吗？附近没有，不过我家有空房，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怎么会介意呢？那就恭敬不如从命，麻烦你们了。不麻烦不麻烦，我去给你收拾屋子。晚上季身躺在简陋的单人床上沉思，听到细微动静，便合上眼假装沉睡。来者无需猜想，他也知是谁。那个少女轻手轻脚钻进他的被窝。今晚他可以睡个好觉了。早上发现飞鸟高中学生荣某某和3个男人赤条条躺在地上，警察赶到时，荣同学转醒，现场的情况令他承受不住疯掉。3个壮汉也因为服用了过量的不可说药物，神经受损，痴痴呆呆。经警方调查结果，根据银行流水查明荣清如自己作践自己，花50万找了3个壮汉寻求刺激，才变成了这种情况。3个人分一瓶做了手脚的饮料，都痴呆至此，一个人喝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可想而知。看来荣清如就没给我留活路。阿乐今年就毕业了吧？要不毕业之后你俩就结婚。双儿昨天帮服装厂谈拢了一笔跨国生意，咱家有钱结婚了。妹妹她，这事妈回头再跟你讲，你先告诉妈，你们聊过什么时候结婚吗？等她来了，我问问她。亲家来了。因为儿子很早就开始供原小乐读书上学，也保证会娶她。李春兰这些年都喊原母为亲家，图个亲切。谁是你亲家？没结婚瞎叫唤什么？你妈什么意思？我妈心直口快，你别介意。我这次来是想跟你说，我们分手吧。我不想嫁给你了。为什么？我是名校毕业生，即将保送国外，而你没有文凭，只能在乡镇打工。你没发现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吗？我为什么没文凭？为什么只能在镇里打工？你不知道吗？我没逼你，我也没有求着你让你辍学打工供我读书，这些都是你自愿的。我可以把钱还给你，翻10倍都无所谓。这次来就是打算当着2家人的面把话说清楚，以后大家桥归桥，路归路，见了面就当不认识，给彼此留个体面。因为现在供养你的男人比我有钱是吗？换做谁都会这么选择的。他开的是3000万的跑车，住的是600平的别墅，银行存款过亿。你和他怎么比？怎么比？4年前你爸出车祸，你妈逼着你嫁给老头做续弦，你哭着说你想上大学，你还有梦想，我放弃学业打工供你。2年前你跟我说你同学穿的都是名牌衣服，瞧不起你穿的杂牌，我打2份工只为让你穿得更加光鲜亮丽。1年前你抱怨绘画用的颜料太次，画出来的成品不如别人好看，我起早贪黑给你买最好的颜料寄过去。现在你站在我面前说我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说的没错，我和你的确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这里一廉耻，你都是都觉得爱情很脆弱，很容易被金钱打败是吗？爱情本身就是不堪一击的东西。这是国内最大新闻平台，一个具备正义感的权威记者的联系方式。我想他应该对女大学生见钱眼开，抛弃供养自己4年男友的新闻很感兴趣。男人辍学全年无休打工供女友读书，岂料4年后，女友以他配不上自己为由断然分手。无需为不值得的人难过。我不是坏人，没必要这么盯着我。这张名片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进入全球顶尖集团实习的机会。全球顶尖集团只记是我的字典里没有卖媚求荣这4个字。介绍。你误会我了，我跻身追求女人，还没无能到需要讨好她的家人来获得她的青睐。我只是单纯的想为季氏招揽一个人才，毕竟京城财经大学出来的毕业生，每个集团都想要。我本来想在这次家宴上告诉袁小乐和2家人，我考上京城财经大学的好消息，可袁小乐和袁家人却……一般大学生都选择在大3或大4去实习，你可以大1就去。你难道不想多赚点钱，改善父母的生活条件吗？叶维楼是责任心很强的男人，新女朋友背叛且女友母亲还对自己母亲态度不好后，他一定想竭尽所能，尽快给家人更好的。商场霸主，名不虚传。谬赞。另一边，叶无双已经和记者谈了前因后果。明天我会动身去女方所在大学以及男方工作的地方核实情况，如果情况属实，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网络平台刊登一篇报道文章，同时也希望您与您的家人不要太伤心，我会为您哥哥讨回公道。我以我的良心保证。
当叶卫国夫妇得知儿子考上夏国顶级学府，激动的抹眼泪。走，去小超市买点饮料和酒庆祝庆祝。拿点好烟好酒，再拿几瓶饮料给孩子。双儿、危楼，你们想吃什么去拿，我一起付账。老板，给我再来5瓶酒，我八舅家的弟兄们还没喝够呢。袁妈妈，烟酒都卖完了，没有了。谁说卖完了？这不还有一点吗？这是叶家的。叶家。叶家出多少钱？老娘翻倍买。今天只要能把我家的亲戚伺候好，钱都不是问题。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袁妈妈，人家叶家先来的。要不这样，我让我媳妇开车去镇里，你要多少给你买多少，还打9折。去镇里，来回1小时，我还喝个屁的酒，这么多，够不够？不够我再嫁。我就不信了，这世上还有钱摆不定的事。他李春兰穷得跟条狗似的，能比我有钱？这一巴掌打你辱骂我的母亲。叶无双，你这一巴掌打你养教父之过，没能教好女儿，让她祸害我哥。叶无双，你是不是？这一巴掌打你袁家上下恩将仇报，你人过半百还不知廉耻，抢我家的东西。叶无双，你干什么？我妈都快60了，你凭什么这么打她？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就是了。冲你来？你是什么东西？一个见钱眼开的货色，装什么文艺女神质问我？有这功夫，多学点姿势，去床上讨好你的金主，再带着父母去村里四处炫耀，不好吗？叶无双把袁小乐的皮扒开，露出里面肮脏又丑陋的内在。麻了个巴子的，叶家女儿，你有本事把你刚刚说的话再说一遍。我说袁小乐是娼妓，他妈是废物，你们都是垃圾，听清了吗？没听清我可以再说一遍。他妈的！叶无双，你冷静点啊！大家都是一个山头的，小心你爹哪天摔断腿，你娘掉河里。那我不妨也给你们一记警告，我爸我妈要是少了一根毫毛，我要你们所有人的命。回去路上，叶无双接了一个电话，是季申推荐的记者。叶小姐，您哥哥的事我已核实完毕，关于这件事的报道也写好呈给主编看了，主编认为这篇文章可以作为今天晚间新闻的头条，您会于今晚8点整收到新闻推送，我这边建议您留意一下，因为您会在报道里看到一些别的东西。谢谢。您无需谢我，这是我作为记者该做的事。警察同志，就是他将我母亲和八舅打至晕厥，还扬言要我全家的命，请务必将他抓起来，送进少管所好好督教。你是叶无双，来说说今天在超市发生的事。警察同志，你们搞错了吧？双儿没把人打晕啊。所以你也承认他打人了？你打没打袁小乐的妈妈和亲戚？打了。为什么打？因为他们一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希望我嫁给叶威楼当老婆，给叶家当儿媳。我不愿，他们就借机报复袁家，可他们也不想想，区叶家，配我这个艺术学院的高材生下嫁吗？我问你话了，为什么打袁家的人？该打就打了。警察同志，你看看他恶劣的态度，这再不抓起来，以后肯定是祸害四方的杀人犯。我记得新警察局还在施工中，我们袁家愿意。你们艺术学校现在教算命了是吧？看一眼别人就知道这个人以后是不是杀人犯，还袁家愿意，我看你是不知道贿赂罪这3个字怎么写。您误会了，我没打算贿赂您，我只是觉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能让叶无双这样的人逍遥法外。兄弟，你看看这个新闻。袁小乐，你涉嫌严重的故意伤害罪，现依法对你进行逮捕，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抓错人了吧？快放开我！你们抓的应该是叶家人，你们聋了是不是？知不知道我男朋友是谁？混蛋！是不是和8点推送的晚间新闻有关？我看警察同志刚刚就在看新闻来着。新闻头条：某艺校女大学生抛弃供养自己4年的前男友，还干了这些事。艺校女生袁某乐家境贫寒，起初无法上大学，男友叶某楼情深意重，辍学打工供其读书，一工4年。大学期间，袁某乐结识富二代邓某，
在学校横行霸道，数次欺凌同学，致使舞蹈系女生江某下肢瘫痪，终生残疾。袁某乐放假回老家后，立即与男友叶某楼分手。后续情况，记者会继续跟进。这新闻出现的太及时了，不然双儿就被警察带走了。几天后，袁小乐被判有期徒刑3年，赔偿江某108万。邓哥，那个女的叫叶无双，住在石桥村39号，父亲叫叶卫国，母亲叫李春兰，把他们都杀了吧。石桥镇石桥村村口，7份牛排，全熟。好的，邓哥，那个女的叫叶无双，我恨她，你把他们全家都杀了吧。石桥村39号是吧？行，也是得让那个叶威楼尝尝，跟黑蟒帮太子抢女人是什么下场。把你弄出去。放心，等风头过去，等互联网失去记忆，我能让你刑期3年变3月，3月变3周。别怕，我在外面等你，我怎么可能另找新欢呢？你是我最爱的女人。挂了。少帮主，您不是已经玩了袁小乐2个月吗？何必再管他死活？你不懂，袁小乐跟别人不一样，我没玩够呢。去找几个人，按照我刚刚说的地址，人杀了，家烧了。邓思雨下达命令，语气轻松。这种事情他们黑蟒帮干惯了。这是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别抱怨了，放完尿就接着上山吧。先说好，叶卫国、李春兰交给你们，叶无双交给我，我玩完再杀。行行行，知道你好学生妹这口。卧槽，这里怎么多了一个人影？臭娘们儿，大半夜装神弄鬼干什么？把爷爷们吓出病了，爷爷们要你的命。你谁呀？想干什么？你是练家子，吵家伙。哼。你是谁？你究竟是谁？我是谁？你不配知道。大哥兜里的手机不停震动，叶无双拿出手机，来电显示少帮主，他选择拒接，给7兄弟拍了张全家福，编辑短信发送少帮主。全死了，谁杀的？拍照片给我，是为了警告我，他是叶家的人，还是路过的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无论如何，叶家不能动了，我总不能为了一个玩具，去得罪这个神秘未知的人。您好，这里是阳光大酒店，请问您是想订餐，还是想订房？石桥镇石桥村村口，7份牛排，全熟。好的，您的名字和密码是 Lucifer 0917。您还有3次保密机会，您的选择是 Lucifer 路西法，意译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意译为七宗罪，代表傲慢的魔王。Lucifer 在杀手界还有另外一个更响亮的称呼 Queen。接线员不明白为什么已经葬身火海的 Queen 会再次出现，他只感觉荣幸，无比的前所未有的荣幸。保密。好的，阳光大酒店全体人员竭诚为您服务。半小时后，一架直升机停在石桥村村口，相关人员手脚麻利，把7具尸体打包抬走，并清理现场全部痕迹。阳光大酒店，全球5星级连锁酒店，它名为阳光，实际与黑暗接壤。它一边接待普通客户，一边为所有杀手服务。只要杀手在这里留有存档，并且存有货币，就能得到酒店的帮助，包括但不限于处理现场，提供枪支弹药和防具。选择保密的话，就不会第2个人知道我还活着。长假结束，叶无双返回了飞鸟高中。叶无双，这是我们院士负责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徐老师，他就是叶无双，那个上次月考全市唯一一个数学满分的人。你好，我叫许昌，你可以喊我许老师。院士最近几年的奥数竞赛成绩不太好，上次月考的数学试卷最后一道题是徐老师出的，全市只有你答了出来。徐老师想邀请你进入院士奥数队伍，代表院士参加市级奥数竞赛。失恋任务发布，
失恋任务5，代表燕市参加市级奥数竞赛并获得冠军。可以。那真是太好了，这是咱们市奥数队伍课后培训班的地址，记得去报到。我还要赶回我就职的学校上课，就先走了。再见。双儿，以前我不懂珍惜，以为你比不上荣清如，现在我才知道你比荣清如强100倍1000倍，我也认清了自己的内心。你愿意原谅我，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原谅他，原谅他。好狗不挡道，让开！你什么意思？你拿下月考冠军，参加国际象棋比赛，成为比兔最佳女陪玩，不都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告诉我，你比荣清如强吗？是谁给你的自信，让你觉得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你配吗？还是你觉得我眼瞎了？会喜欢一个成绩不如我、下棋不如我、游戏技术不如我、什么都不如我的你？你是为了季少才拒绝我的吧？这是和季申有什么关系？你充其量只是季家的救命恩人，季少愿意理你，带你出席一次慈善晚宴，你是极限，最好不要白日做梦倒贴过去，幻想能嫁给季少，因为你高攀不起，他也不可能喜欢来自乡下的你。谁说我不可能喜欢来自乡下的叶无双？谁说我不可能喜欢来自乡下的叶无双？无双才华横溢，聪慧过人，独立自强又倾国倾城，是我心中最好的妻子人选。可惜他不喜欢我，我只能慢慢追求他，期待他能多看我一眼。原来不是叶无双倒贴，而是季少主动追求吗？季少说叶无双是他心中最好的妻子人选。我的妈呀，女王征服了京城第一上，沈巍玉被打脸了。你被人嘲讽，身为朋友，我总得帮你找回点场子不是？真是个警惕的小猎物呢，下次离他远点，别脏了他的眼，知道吗？秦宇姐，我要准备奥数竞赛，不再去蛋糕店打工了。秦宇回复明白，表示加油，然后给他转了5万块钱。你帮我吸引客源之后，我的店火了，一家全国连锁甜品店的经理找到我，要我给他提供蛋糕和配方。换句话说，你姐姐我呀，要变成富婆喽，这些绝对是你应得的，不收我跟你急。叶无双没有推辞，收了秦宇的钱，靠在真皮座椅上闭目养神。不多睡会儿吗？少去一天奥数培训班不要紧。我必须拿到这次奥数竞赛的省冠，不想有任何耽误和失误。叶无双，飞鸟的女王，我们的新队员。我记得你，好巧。我也记得你。叶同学，我给你介绍一下：3中孟云静，1大附中艾妍希，师范附中宋一凡。你好。我来给叶同学简单说一下这次竞赛。几小时后，许昌结束了培训。我坐地铁回家，各位明天见。我坐公交，拜拜。叶同学，我爸安排的司机在路边等着，我可以送你。啊？季少、季申，他们是什么关系？你怎么还在这？遇到熟人，聊了一段时间，想着你也快下课，不如等在这里一起回家。季少的车从不载女人，但他让叶无双坐了，因为叶无双是他爷爷的救命恩人嘛。行了哥，我挂了。孟云锦他们估摸着也要到了，不和你聊了。邓繁星，黑蟒帮公主，人称江氏女皇。女皇，燕市的车好像过来了。周颖，邓繁星的同学，也是参加此次奥数竞赛的选手。孟云锦，邓繁星，你好。你猜我等了你多久？这时叶无双的肚子很不给面子，咕咕叫了2声。无双饿了吗？早上没吃。他不仅没吃，还一大早就剧烈运动，杀了不少人，是闯进别墅暗杀季申的人。季申因此还受了枪伤。叶无双心里憋着一团火，自他有记忆开始，他想保护的每一个人都保护得很好，只有2人例外，一个是弟弟吴晨，一个是朋友季申，让他们受伤就是他的无能。那我们先去吃饭吧。我来之前在网上查了攻略，阳光大酒店附近有一家特别实惠又好吃的烤肉店呢。那就先吃东西，然后再回酒店。我去喊一下孟云锦。孟云锦，无双早上没吃饭，肚子饿了，我们先去吃烤肉吧。好。一听喜欢的人肚子饿了，孟云锦当机立断，跟着艾妍希离开。当着我的面把孟云锦喊走了是吧？胆子不小。女皇，我帮你收拾这个小婊子，
行了，收拾好了，你父亲能升职。谢谢女皇。1小时后，填饱肚子的叶无双等人重新来到阳光大酒店。江氏到底财大气粗，往年竞赛在别的市举行，都不会住这么高端的酒店。贱货，谁让你偷我东西的？这一巴掌把暗岩西山懵了。你有病吧？我们刚从外面回来，怎么偷你的东西？孟云景喊来大堂经理。你好，我需要调一下监控，证明我队友的清白。不用调监控，我认错人了，真是抱歉。我给你转2万吧，医药费加精神损失费。怎么，2万不够吗？你不会想讹我吧？拜托，我只是不小心认错人，打了你1巴掌而已。妍希，站到旁边去。怎么，你们以为换个人我就怕？我也认错人了。叶无双冷冷开口，用手机扫描周颖的付款码，将秦宇先前转给他的5万全部转给周颖。2巴掌5万，多的不用找，拿去治脑子。这女的也太霸气外露了吧？什么来头啊？她是飞鸟的女王，绝地的狂少。啥玩意儿？绝地说的是现在最火的游戏《绝地行动》，他游戏昵称是冷血狂少，技术贼强，现在游戏圈子里的人都喊他狂少。飞鸟的女王又作何解？男生喜滋滋的扒叶无双马甲。他在飞鸟学院上学，月考能满分的学霸，会打架子鼓，还会下国际象棋，连燕士棋协会长孙家豪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因此飞鸟的学生都尊称他为女王。这么牛，我好想要叶无双的联系方式啊！我还想要孟云景的联系方式呢。那你省省吧，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你没发现孟云景一直在看叶无双吗？原来中午让孟云景丢下我离开的人，不是艾妍希，而是那个早上没吃饭肚子饿了的叶无双。叶，这个姓氏真耳熟。哥哥那个叫袁小乐的玩具前男友叶威楼也姓叶，难道？算了，同姓的人多了去了。女皇，对不起。你知道垃圾分类吗？废物就该待在废物该待的地方，而不是挡在我面前。晚上，叶无双收到季申发来的信息，人在江市出差，需要提供陪睡服务吗？季申最近对自己陪睡机器人的身份有着十分清晰的认知。在哪里？你不好好养伤，来江市出差干什么？让我看看伤口恢复的怎么样了。你是3岁小孩吗？难道季家已经缺钱到非要你出差不可的地步了？其实是担心你睡不好，竞赛发挥失误。这点伤对于沐浴着狂风暴雨成长的季家继承人来说，只是家常便饭，算不得什么。疼吗？很疼。我去给你拿点止痛药。好的。孟云景是我的猎物，识相的话就离他远点，不然我会让你后悔来江市。你可以试试，是你先让我后悔来江市啊，还是我先让你后悔来人世？你干什么？帮你。邓小姐来了，我之前委托您哥哥的事。哥哥说他会考虑的。那可太好了。您放心，这次竞赛冠军一定还是您。废话，冠军除了我还能是谁？请江市代表队和燕市代表队上台。决赛开始，请听题。在90分钟的激烈竞争后，双方打成平手。我宣布比赛进入加时赛，双方均可选择对方的一名对手出战。江市代表队，你们选择燕市的谁做对手？叶无双，他赛前都说要拿个冠军了，我不配合一下，说不过去。燕市代表队，你们选择江市的谁做对手？挑个最弱的，别选邓繁星就行。邓繁星？你确定？确定，他都把脸送到我手边了，我不打这个脸也说不过去。那就看看鹿死谁手好了。叶无双脑子没病吧？敢选江市最强的邓女皇，他怕是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请听题：133的5次方加110的5次方加84的5次方加27的5次方等于 n 的5次方，求整数 n。144。他答对了，叶无双赢了，燕市是冠军。大冷门事件，继续加时赛。继续加时赛是什么规则？叶无双不是赢了吗？为什么还要比？这是明目张胆的。我就是在玩你，如何？请看题，求解 k 的最小值为多少？ 16。他又答对了。继续加时赛，
邓繁星必须是冠军，叶无双怎样无所谓，反正他就一乡下学生，想闹也闹不大。什么时候邓繁星赢了，什么时候加时赛结束。请看题，实数 b 的取值范围是 D。负责人硬着头皮接着出题，他出10次，叶无双就答对10次；他出20次，叶无双就答对20次。最后的最后，负责人题库空了。没题了吗？要不要休赛半小时？你再找点题继续加时赛？不用，你赢了。邓繁星，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我宣布，本届中南省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冠军是燕市代表队。叶无双是我正在追求的女孩，她本该已经回到我身边，却被贵省奥数竞赛负责人如此阻拦。您觉得这事该怎么解决？今年赛方在酒店提前订了庆功宴，留所有老师和学生吃自助，目的大概是为了讨好邓繁星，却没想到最后夺冠的是咱们，让咱们占了这个大便宜。我也没想到无双居然这么厉害。听其他市的学生说，赛组委的负责人还没离开体育场就被革职了，邓繁星还扬言自己也不清楚规则为什么会更改呢。放屁，他要真的无辜，早在负责人宣布继续加时赛的时候，就主动弃权退出了。试炼任务无已完成，新的任务将在3天后发布。跟上爱妍希，把这个东西撒进梦云景点的柠檬水里。是，女皇。饮料来啦，这个应该是柠檬水。无双，你的矿泉水。谢谢，我有事要离开一下。哎，有一股柠檬味道，爱妍希给错了，等去了寄生房里再倒点水喝吧。怎么还端了一杯水？队友给错了，我不喜欢柠檬水。给我吧。寄生拿过柠檬水，仰头喝了半杯。桌上有温水。你的伤怎么了？不知道。先坐下了。水里有没有？爱妍希心思单纯，不可能，也接触不到这种东西，可能他也不知道水被人动了手脚。你先出去。或许是药物作祟，叶无双的一切都清晰起来，他的气息，他的温度，他的曲线，他的唇，乃至他抱在怀里的感觉，都清晰地出现在他脑海里。走啊！你干什么？帮你。男人中了媚药，全身炽热难耐。你干什么？帮你，这是因我而起，就该由我来解决。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别的干净女人过来，只能自己上。你一定要把所有事都揽在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吗？你不心疼你自己，我心疼。叶无双站在门口发呆，门内传来水声，水声一直到凌晨5点才停。女王，恭喜你们获得了这次奥数竞赛的冠军。谢谢。其实我有件事想拜托女王。说。江市陈阳路有家 PSP 游戏机正在搞联名限定活动，错过这次就买不到了。我想让女王帮我代购一下，当然，女王如果没时间就算了。型号发我。谢谢女王，女王最好了。希望我能快点完成任务，这样就能早点复活吴晨，他一定也想像正常人一样活着。那堆盒子里有一个红色小盒子，是我前世的东西，盒子里装着吴晨的遗书和一串吴晨亲手为我做的项链。爸爸，刚刚那辆皮卡上面装着的，就是本次南郊赛车场的冠军盲盒吗？南郊的奖励机制比较特殊，冠军没有奖金，只能挑盲盒。盒子里面或许装着价值连城的钻石，或许什么也没有。这个我知道，之前有个职业赛车手在南郊赛车场拿到冠军，挑了个盲盒，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只臭袜子，气得他发微博吐槽，结果反而让南郊赛车场成赛车界的网红打卡点了。爸爸这次和邓思雨约的赛车地点也是在南郊赛车场吗？等爸爸赢了邓思雨，也给你挑个盲盒回来，赢了他就不会逼你嫁给他了。但是爸爸的眼睛真的没问题吗？会不会有危险？比起让爸爸冒险，我愿意嫁给邓思雨。我眼睛好得很呢，放心。这也能称之为好得很吗？关你什么事？你是谁？照我眼睛干什么？是邓思雨派你来的吗？你的眼睛根本受不了强光的照射，去赛车非死即伤，不如让我去，我可以拿冠军，但冠军盲盒归我。你可以拿冠军，好大的口气。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以你现在的情况，
去赛车非死即残，到时候你不仅赢不了，女儿还是要嫁给那个叫做邓思雨的男人。你去就能赢是吧？倒上你在赛车界的大名，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我只能告诉你，我曾不小心闯进过世界车王争霸赛，把全球各个国家的顶尖车王都甩在了身后。就你，小姑娘，少看点短剧吧。白振武只当叶无双是看短剧走火入魔了，他没兴趣陪一个高中生演戏，遂把藏在外套里的刀抽出恐吓叶无双，想借此把叶无双吓走。快滚！年纪大了就别易怒，很伤身体。眼前这个漂亮的女高中生不是一般人。你为什么愿意帮我赛车？我想要我挑选的盲盒，把这次比赛的时间、对手、规则全部告诉我。跟我来。我叫白振武，是黑芒帮的副帮主。黑芒帮原先本来只是一群白来打工人抱团取暖的地方，由于总被本地人欺负，大家受够了便想着集合力量反抗。可反着，有些东西就变了。屠龙者终成恶龙。确实如此，我不愿同流合污，又碍于兄弟情谊，只能退野后放。我本想与世无争，可帮主的儿子少帮主邓思雨却瞧上我开花店的女儿白霜雪。少帮主邓思雨，他前段时间是不是卷入了一起故意伤害罪中？报道说，哥哥前女友袁小乐的背后金主姓邓，那几个找上石桥村的人给他的备注是少帮主。前段时间嘛，好像是有这么一件事，但具体情况我也不了解。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你接着说。邓思雨之前跟我提了好几次，想让我女儿嫁给他，我都插科打诨糊弄过去了。最近他向我施压，逼我和他赛车，说我如果输了就当他岳父。我知道他不是会轻易善罢甘休的性子，就应了这件事，想一了百了，跟他拼了。所以你打算死在南郊赛车场？赛车时间、地点？今晚8点，南郊赛车场。爸爸，你骗我，你的眼睛根本没好，你不能去赛车。我不同意，不就是嫁给邓思雨吗？我嫁。双色，爸爸不赛车了，还替爸爸出场。他是谁？叶无双。叶小姐，我希望您再考虑考虑。邓思雨是一个很坏的男人，他曾在赛车场撞死过对手。我是为了自己而战，你无需紧张自责。7点半，叶无双载着白振武和白霜雪抵达南郊赛车场。孟云锦，我真不知道为什么赛组委负责人会一直加时比赛，你愿意相信我吗？孟云锦懒得拆穿邓繁星，敷衍的应了一声。不知道叶无双休息好了没有？有没有好好吃饭？真的。那就是我哥邓思雨，怎么样？帅吧？再帅也没有你帅。你们男生都很喜欢赛车吧？其实我也很喜欢，可是我家人说赛车太危险了，不是女孩子能玩的，所以就没让我学。快看，我哥约的对手，黑蟒帮副帮主白振武来了。白振武在赛车界很有名，今晚大多数观众都是冲他来的。叶无双，他怎么会在这？你是谁？叶无双，我替白振武和你比。叶无双，你哥哥是叶威楼。是。白振武怎么找你来帮忙赛车？你懂赛车吗？我懂不懂赛车，你等下就知道了。还挺拽。我不喜欢欺负女孩子，这样吧，你要是愿意陪我一晚，我就把冠军让给你。英雄难过美人关。英雄，你也配这2个字？给脸不要脸的贱货，不长脑子的蠢货。为了拿回弟弟的遗书，叶无双在死亡赛车中替人出战。搞残叶无双可以，别搞死了。明白。肯定不把他搞死，少帮主还没完他呢。一个女高中生也敢上赛场和我比赛，真是不知天高地厚。这怎么可能？孟云锦，你知道吗？你永远都比不上叶无双。你伙同奥数竞赛负责人给叶无双下绊，叶无双赢了。你个集结5个车手给叶无双设下重重关卡，叶无双照样赢了。你们兄妹的卑鄙无耻，在叶无双面前没有任何作用。你们对他使出了阴谋诡计，也只会让他赢得更加光彩，让他受更多人的膜拜。我不会喜欢你，永远都不会，因为我孟云锦喜欢的是叶无双。孟云锦，你站住！叶无双，
没有人可以和我抢东西。叶无双，你给我等着！拿到冠军，叶小姐有什么想说的？或者你觉得你的对手实力怎么样？垃圾。南郊赛车场的冠军奖励，想好挑哪个了吗？这个。吴晨，我终于拿到了你的遗书，还有你亲手做的项链。去，把叶无双抓过来，手筋脚筋都挑断，骂老子垃圾是吧？脑子直接废了你，看看到底谁才是垃圾。是，少帮主。注意别搞死了，留一口气，脑子强完他也让你们爽爽。寄生。把你前面说的那句话再重复一遍。什么话？要强叶无？砍断手脚，全部送进国外难民营。是，那个地方的人很喜欢邓思雨这种细皮嫩肉的公子哥，邓思雨的下半身一定会痛不欲生，谁让他好死不死动了季少喜欢的叶小姐。无双，我看了你的赛车比赛，很帅。现在回阳光酒店吗？徐老师他们点了大餐，等我们回去吃晚饭呢。叶小姐，我们欠你一个恩情，以后有需要我们的地方，尽管告诉我们。不，我们互不相欠。叶无双与孟云锦乘坐出租车返回阳光酒店。无双，下楼吃饭了。好，来啦。有什么事吗？小姐，我手划破了，很疼，我看看。保洁阿姨很热心肠，邓繁星却猛地张开五指，把掌心的迷药砸进阿姨鼻子里，保洁阿姨被当场迷晕。邓繁星找到阿姨腰间的万能卡，真不知道哥哥死哪儿去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还得我亲自出手。叶无双把我在意的孟云锦抢走，那我就把他在意的东西也抢走。打开过的信，难道叶无双回来的路上拆开看了？邓繁星把信大致扫了一眼，什么玩意儿？随后三下五除二把信件撕得稀碎，然后又取出项链。到底是农村人，没见过世面，这种档次的项链也当成宝贝。好像邓繁星稍微用力一扯，项链珠子洒在地上，用力踩了上去。让你和我抢孟云锦，让你和我抢孟云锦。餐厅里得知叶无双会赛车，还拿了冠军，许昌三人一边缠着孟云锦讲细节，一边找叶无双求证。拿回木盒的叶无双心情尚可，便跟着聊了一段时间，但这股好心情仅持续到他用过晚餐。返回房间的路上，他发现自己的房门打开着。木盒。叶无双呼吸一滞，快步跑进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破了的木盒，一堆碎纸屑，一堆碎项链。欢喜后的悲痛直冲大脑，嘴唇发白，失去血色。叶小姐，工作人员试图喊他听不见，颤抖着手把纸屑快速剪在掌心。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滑落下来。窗外也下雨了，一股风从窗子吹进来，将他掌心的碎纸屑全部吹走。他慌忙握住，却一片也没留下，一片也没有。叶小姐，这是酒店的失误，我们对您致以12万分的歉意。酒店经理将电脑的监控视频打开，放到叶无双眼前。我向您保证，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您所受到的伤害，阳光酒店必为您翻倍讨回来。阳光酒店是连接杀手界与普通世界的桥梁，所有敢在阳光酒店挑事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我自己能处理。我们尊重叶小姐的选择，叶小姐有任何需要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全力会配合。枪？什么？经理假装不懂，这个字眼他很熟悉，但他不知道叶无双的身份，不敢贸然回答。我要枪。您的名字是 Lucifer。外号秃鹰，杀手界头号王牌。前不久，他效忠的组织虐杀了他的弟弟，他与组织同归于尽，人们都说他葬身火海，传奇已落幕。但是现在他却以一个女高中生的身份出现在了这里。您的密码是？不用核对身份了，他就是秃鹰本人。Lucifer 大人，请跟我来地下室。我们已经查出邓繁星是黑蟒帮帮主之女，离开酒店之后去了黑蟒帮大本营盛世酒吧，这是酒吧的3D 图，以及邓繁星之父黑蟒帮帮主邓山峰照片和信息。你哪位？我要你女儿的命，是你送过来，还是我过去取？你是谁 ？Lucifer。我女儿邓繁星，她做了什么？
那只是一条巷。告诉爸，你今天干什么了？什么也没干啊。叶无双这会儿应该已经吃完饭，看到我留下的杰作了，一定是崩溃伤心的要死。你什么都没做 ，Lucifer 怎么会想要你的命？给我老实交代。Lucifer 想要我的命，他是谁？自我出生起，父亲都是沉着冷静，执掌别人生死的大角色，从没有这么慌乱过。我只是迷晕酒店保洁，拿万能卡进了叶无双的房间，毁了他一条项链，撕了一封信而已。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做啊！我一没杀人，二没放火，这种事就算被人追究起来，几万块不就能摆平吗？那个叫 Lucifer 的凭什么要我的命？信上写了什么？我没仔细看，我只记得上面有姐姐亲戚这几个字。爸爸，这到底怎么回事？那个 Lucifer 究竟是谁？为什么你要为了他这么打我？我记得我跟你说过，黑蟒帮在中南省地下世界是王，离开中南省什么也不是。说过，真正掌控黑暗世界的人是一个由国际杀手组织组成的联盟，但这和 Lucifer 有什么关系？ Lucifer 杀手界那边的人尊称他为 Queen， 公认他为头号王牌。他有个相依为命的弟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弟弟的安危。2个月前，他的弟弟被组织虐杀，他一个人灭了整个组织，随后消失不见。2个月后，我亲爱的女儿撕了他弟弟的遗信，还他妈毁了他的项链。Lucifer 会来找你的，你除了害怕什么也做不了，滚去楼上躺好，找个理由把酒吧里的客人全都赶出去，召集所有帮派成员全体回房。少帮主联系不上，肯定又去花天酒地了，先别管他。姐姐见字如面。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回到老地方了。很抱歉将你迷晕，我别无选择。他们在我心脏植入了定位器，无论我们逃去哪里，他们都能找到。Lucifer，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这么多年，他们一直用我来要挟你。现在是时候终结这一切了。看到旁边的项链了吗？那是我亲手做的哦。我希望你可以带着它远走高飞，试着做心里想做的事，试着爱一个可以爱的人。第无尘。藏在房间的邓繁星已经通过室内监控知悉楼下的情况。帮派核心成员都死了，爸爸也死了，凶手是叶无双。那只是一条巷。叶无双下楼的时候，遇到了白振武带着自己为数不多的下属。叶小姐，你没事吧？我一个手下说看到你进了酒吧。没事。帮主邓山峰呢？邓山峰在这。从今天开始，黑蟒帮归我，白振武代理掌权。帮主。他也太快了吧，这才出去多长时间啊？那是一整个黑蟒帮，不是2-3只臭鱼烂虾。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被称之为 Queen？ 不用告诉他，季少在他房里等他吗？一个暗世界的女王，一个明世界的帝王，还挺配。回来了，正好我也快拼完了。你把它修好了？不是我修的，我让风九带着他找了珠宝行的专业人士。这封信，我从外面回来的路上，头顶飘来几张碎片，当时只有你的窗子半开着，我想应该是你的。虽然不能100%恢复原样，但信的字迹和内容还算清晰。女王不在的日子，好无聊啊。我回来了。女王，简骄阳，你的游戏机。谢谢女王。
陈小雨，你的网红笔，张巧巧，你的日记本。剩下的同学似乎没有想要的东西，我买了零食，一起吃吧。女王真好。对了，女王，你今天如果没事的话，就不要去新教学楼那边了，会很堵。为什么？因为 C 站舞蹈区最火的博主一颗小星星要来飞鸟拍视频日志。一颗小星星啊，女王不知道吗？她本名叫杨新月，高中也是在飞鸟上的，已经毕业好几年，咱们该喊她一声学姐。她在校成绩一般，高考考上的大学也一般，不过很早以前就开始拍舞蹈视频，剪辑手法很厉害。现在她在 C 站有600多万的粉丝，是舞蹈区一姐，特别有名。这次来飞鸟是准备拍一个母校 vlog， 地点定在新教学楼，届时会有很多学生找她要签名，所以那边会非常堵。我知道了。Hello Hello， 小星星到母校喽。飞鸟的人不是知道我要来母校参观吗？为什么没有欢迎仪式？连个横幅都没有，早知道就不回来了。星姐，你还没有关录制呢。怕什么？后期不会剪吗？这么大的太阳，伞呢？不想干就给我滚。对不起，星姐。新教学楼好漂亮雄伟啊！我记得我以前都在旧教学楼上课呢，我带你们看看旧教学楼吧。还没拆哦。里面好像还有一个高3、7班正在上课。7、8，按照飞鸟的班级排名，他们只是一群废物学渣罢了。现在光线也好，把他们赶出去。我要在教室里和教室外各拍一版舞蹈，后期剪辑穿插着用。赶他们出去，不然呢？还不快去！有事吗？您好，我是 C 站博主一颗小星星的助理，他想现在借7班教室来拍跳舞视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配合一下？抱歉，学生们现在是要备战高考的关键时期，不能配合。你们可以约个周末或者假期再来，那个时候教室里没人。备战高考？一群学渣备战高考有什么用？还周末？你是觉得我的时间不值钱是吧？知不知道一个粉丝600万的博主平常有多忙？有多少品牌方等着我去合作？我强调一点，我来飞鸟拍视频，除了能给自己录制素材，也能宣传飞鸟，让你们的招生量增长。你们最好别不知好歹。混蛋，给我把门打开！你们7班从上到下都是脑瘫是不是？我让你们配合，我是看得起你们，你们有没有自知之明？算了，我不跟弱智计较。助理，去放歌。是。这跳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啊？重金求一双没看过杨新月跳舞的眼睛。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6，教会一颗小星星跳舞。哎，让我教杨新月这个600万粉丝的舞蹈区一姐跳舞？当然只要是任务我都会做，但什么程度才算教会？比起跳舞，这个杨新月似乎更在意不小心弯腰太深露出乳沟和不小心露出底裤，这是在跳舞还是在卖弄风骚？我让你联系的 Phoenix 舞团专业老师，你联系到了吗？还没有， Phoenix 舞团老师的预约太多了，不然我们换个舞蹈老师吧。我可以当你老师。我好像出现幻觉了，你有听到他刚才说什么了吗？他说他可以当你老师。我有多少粉丝？600万。他有多少粉丝？不知道，不过应该没您多。那就转告他，让他撒泡尿照镜子，看看自己配不配。对不住哈。废物，传个话都不敢。我靠，一颗小星星对助理的态度也太恶劣了吧！博主人设真是信不得呀。女王，你怎么突然想当杨新月老师？你也懂街舞吗？会一点。回母校本来是件高兴的事，但我遇到一个学妹，怎么说呢？这个学妹说我跳街舞像得了癫痫症，粉我的人都是瞎子弱智，还说自己很厉害，要我拜她为师，都把我气哭了。你们别问我了，她叫叶无双的事我怎么可能告诉你们？我得保护她的隐私。哎呀，我怎么说漏嘴了？你们就当没听见吧。我街舞跳的真的有那么差吗？居然说我像癫痫。最近视频下面的评论区也有好多人骂我，我好担心我坚持不下去，我感觉我快要的抑郁症了。谢
谢谢大家，没有你们的支持，我真的走不到现在。别人都说我的粉丝全是猥琐男，我一点都不同意。大家不论身材长相如何，内心都是温柔善良，会是闪闪发光的人，是人世间最难得的瑰宝。只要你们在一天，我就为你们跳一天。我一颗小星星，此生只为你们舞。一番真情告白，把直播间的大家眼睛都说热了。1000、5000乃至上万块钱的礼物，全朝杨新月砸去。短短10分钟，杨新月后台流水超20万。谢谢大家。死肥宅的钱就是好赚。当我想要去走一走，山花海涌山一山高，满山摇，一声惊有黄树梢，人往还有人忘不掉，你怀抱每日都是欢喜的。临睡前，叶无双拿手机注册 C 站信息成为博主，把从车库录制好的视频传进去，并一颗小星星进来学习。叶无双动作干净，潇洒帅气，杨新月不伦不类，擦边球动作频繁，特效乱演。看完之后，对舞蹈本身的印象模糊，舞蹈区一姐是该好好学了。看看别人跳的，再看看你一颗小星星跳的，既然吃着舞蹈区的饭，也是该对得起自己的职业，学一下没坏处。罗琳，欣姐，叶无双发街舞视频，那么多人艾特我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您不是说过，不论什么事都不要干扰你的睡眠吗？上次我喊您。你还敢顶嘴？滚出去！就这也配合我比？我不可能和如我跳舞像癫痫，骂我粉丝是瞎子弱智的人跳舞，除非这个人的粉丝数量超过我。在 C 站，粉丝数量是最能证明博主实力的东西，不是吗？另外，真心建议某人先买个好一点的相机，再学点剪辑技术。你的视频太粗制滥造了，我差点看不清你在跳什么。杨新月发动态了。女王什么时候骂杨新月跳舞像癫痫，粉丝瞎子弱智了？虽然她跳舞确实像癫痫，粉丝确实弱智。难怪有人说女王人品差，原来是杨新月在背后造谣。简骄阳思考片刻，冷静地回复这条动态。我是叶无双的同学简骄阳，事发当天一直在场，从没听叶无双辱骂一颗小星星及其粉丝半句不是。希望一颗小星星能提供证据，否则你应该知道造谣诽谤也是罪。谁会时时刻刻录制视频记录一切？说我造谣诽谤，你们又拿得出证据吗？既然杨新月说我的 C 站粉丝量超过他，他才肯跟我学舞，那就超过他好了。超了他，女王，他粉丝有600万。600万而已。你怎么来了？接你去练舞室。车库的场景太单一了，这次打算跳什么？杨新月另外一个同款街舞，你打算帮我摄影？以前无聊的时候考过最高级摄影师证。无聊的时候考了最高级的摄影师证，这话要是说出去，让摄影界业内人士情何以堪。8点左右，两人结束录制。等我处理一下细节，你再上传。真想一口把你吞掉。半晌，他叹息一声，认命的走进浴室。好家伙，叶无双前后2个视频的质量相差太多了吧？人美舞榜、运经文、专场牛，播放量不上100万，我到底洗头？这摄影师和剪辑师不比杨新月那边的人强千倍万倍。简介写了，摄影师和剪辑师都是临江仙。有人知道他是谁吗？临江仙啊，真名不详，全球顶尖摄影师，拍过的星空被航天官网收录，拍过的风景被国家地理收录，拍过的人物短片一举夺得国际最佳人文奖。无数导演想聘请他，无数明星想委托他，无数杂志想联系他，他就是摄影界当之无愧的神仙。他已经销声匿迹很久了，别问我这位大佬是怎么和叶无双扯上关系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叶无双火定了。难怪叶无双敢这样骂我，原来背后有个厉害的临江仙，他们这是要一起欺负我吗？我好害怕，呜呜呜！星星别怕，我们会与恶势力对抗到底。女王，你真的不能告诉我们临江仙是谁吗？不能。好吧，那女王现在要怎么办呢？你和杨新月还是差了好几百万的粉丝数量。几百万而已。介意我把你的车库涂鸦一下吗？可以。得到允许，叶无双大刀阔斧，用荧光喷漆在车库墙壁拼出一个英文单词 Nameless。 Nameless， 不死鸟舞团团长兼创始人，世界街舞大赛个人赛冠军，
当代街舞界的领军人物，所以你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真好笑，我在我工作室喷个 Amos， 我就是不死鸟舞团的团长了吗？别仗着人家不在就冒名顶替好吗？你不嫌丢脸，我都嫌丢脸。Amos， 街舞界领军人物，有名有钱，怎么可能在厌世飞鸟读高三？叶无双，你怎么不说你是夏国总统呢？乐死我了！团长怎么去夏国读高中了？还在 C 站发街舞视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懵了。叶无双简单说了一下自己和 C 站舞蹈区一姐杨新月的事情。我希望你们可以在外网发声明，证明叶无双就是 Nameless。这个简单，我马上就发。等等，我觉得这样不够酷。在我的家乡有一句话，镜子不擦不明，婊砸不打不行。既然要打脸，那就狠狠的打。我们6个飞去夏国找团长，拍摄7人街舞视频上传 C 站，然后再加上声明，怎么样？这可比单纯文字更有冲击力。你想和团长跳舞就直说。糟糕，被发现了呢，嘿嘿。老六什么想法？我已经坐在准备前往夏国的飞机上了，各位回头见。跟团长跳了这么多遍就是爽，所以团长和纪少真的只是朋友关系吗？叶无双都不知道这是第几次回复这样的问题了。记得不要告诉外界，纪少就是理想监视，我知道，我体谅几遍了。录制好视频，叶无双和季申去了一家西餐厅。巧的是，杨新月和女助理罗琳也在这家餐厅吃饭。不知发生了什么矛盾，杨新月扇了罗琳2巴掌，然后乘车离开。叶无双见状，心里有了一计。他为什么打你？心情不好，正是因为叶无双最近在 C 站太火了，杨新月才变得更加暴躁，下手也比以前狠。不辞职吗？签了合同，还没到期，付不起违约款。我可以帮你付违约款，前提是你把杨新月的未剪辑视频给我。之前在飞鸟，杨新月的相机一直在拍摄中，没关，里面记录了罗琳和杨新月的所有互动。只要罗琳能拿到杨新月录制的完整视频，就能证明我并没有辱骂杨新月及其粉丝，也能证明杨新月是在故意造谣、故意网暴和卖惨骗取粉丝打赏。如此一来，这位一姐就会从神坛跌落。叶小姐观察力真强，可你并不知道合同的违约款有多少。愿闻其详。提前离职，违约款50万；泄露视频，违约款500万。你连一个好一点的录像设备都买不起，如何能帮我支付违约款？这里有600万，50万帮你提前离职，500万买杨新月的未剪辑视频，剩下50万是给抵抗军的奖励。季少，京城第1少，怎么会出现在厌世，还在一个女高中生旁边？他们是什么关系？既然罗小姐不愿当这个抵抗军，那就算了。我当，又能离职，又能报复杨新月，又有奖励50万，我为什么不当？两位就等着看我的表演吧。叶无双是不死鸟舞团创始人，是世界街舞大赛个人赛冠军。直播间，杨新月看着满屏的嘲笑和讽刺，捏紧拳头笑得勉强。我只是更追求事情的真假而已，这没什么可丢人的。杨新月的粉丝立即在直播间互助。说的没错，难道叶无双是 Nameless 就能掩盖他辱骂星星，还辱骂星星粉丝这件事吗？这种人品低劣的名人更该被大众抵制。叶无双，滚出 C 站！我们家小星星就不一样了，他虽然舞跳的没有叶无双好，但他天真善良、可爱性感，还对粉丝很好，不像叶无双，从不和粉丝互动，只把粉丝当成他的工具。谢谢你们，我爱你们。大家好，我叫罗琳，是舞蹈区一姐的女助理，我受过杨新月了。她在网上装天真可爱，在现实却对我拳打脚踢。这里是我的一些伤口照片和医院开出来的诊断书。她在动态里说叶无双叶小姐骂了她和她粉丝，此乃无稽之谈。请看接下来的未剪辑视频。通过未剪辑视频，我们可以得出她直播时暴露叶小姐真名是故意的，想发动粉丝网暴叶小姐。粉丝们也别急着洗白，你们以为她把你们当宝贝，实际上你们只是她口中的死肥宅和取款机。罗琳一下子上了20多个剪辑片段，全是杨新月在不同角度、不同场合辱骂贬低自己粉丝的画面。真正骂粉丝弱智的是他自己，他的舞技和他的人品一样烂透了，除了发骚一无是处。希望粉丝理智追星，别当舔狗还被人嫌弃。为什么？老子为你出生入死，你去了背地里这么说老子，所以我们只是提款机，只是舔狗。如果不是有钱，你看都不会看我们一眼是吗？我追了10年的女神，说我是弱智，
我不是，我没有。你不容我不义，兄弟们，我空间有杨新月床照，快去看。他一边说我恶心，一边在酒店对我很卖力呢。有视频。杨新月，你就是个千人骑的娼妓，分你是我眼下。短短10分钟，杨新月掉粉30万。罗琳呢？给我找律师，我要告罗琳，我要索要天价赔偿。他要是拿不出来，就让他立马澄清视频是假的，我没有骂粉丝。罗琳他在发布视频的同一时间就转了550万到您账户，其中50万是离职违约费，500万是透露视频的违约费。我 C 站的粉丝一夜之间1000万了。杨新月的账号被官方封禁了，我的博主生涯完蛋了，我得赶紧走，我得换个地方，不然肯定会有黑粉。杨新月拿着行李箱仓皇出门，门口却被人堵住了。季少说了，你什么时候学会叶小姐的街舞，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扇门。我已命风九去找杨新月，要求他按照你的视频慢放学舞，剩下的事你无需操心。冰箱里面有蛋糕，寄生。女王，好消息，杨新月的账号被 C 站封杀了。快看这张图，外面都传是这个人清晨进了 C 站大楼，C 站才决定封杀杨新月的。可惜啊，这张图只拍到背影，看不到全貌。这是寄生，寄生对朋友都是这么好的吗？女王是 Nameless 的话，算算时间，是去年暑假的时候赶去国外参加街舞大赛的吗？叶无双没再多言，一旦时间轨对不上或者被人细究，就会引来无穷麻烦。季少，调查显示，叶小姐去年暑假期间一直在山上，没有出国，没有出国记录，也就是说叶无双和 Nameless 是2个人。可是从他高超武技来看，他是 Nameless 无疑。如果 Nameless 化名叶无双出现在了夏国，那么以前的叶无双，真正的叶无双去哪里了？叶小姐的 DNA 和叶无双完全吻合，2个人是同一人，是叶无双会分身术，一分为2，一个留在石条村，一个去了街舞大赛，还是天降异象，2人合2为1了。无论哪种答案，都指向一个事实，让季少动心的叶小姐不是正常人类。属下认为季少应该及时抽身。抽身？没有想到我想探查一下吴晨是谁，是否需要我帮助，却查出叶无双的惊天秘密。抽身，然后放他去别的男人身边，让别的男人欣赏他的自强，心疼他的脆弱，于半夜拥他入怀，于清晨吻他眉间。你知道吗，风九，光是这样想着，我就嫉妒的恨不得把那个男人碎尸万段。一向理智冷静的季少，竟然不打算放手，把他的所有行踪档案全部列为机密，禁止第2人启动调查。是，那些想采访叶小姐和想采访叶小姐家人的记者，是否继续阻拦？继续，他不喜欢这些。好吃吗？世界第1的美味。我最近有件事需要你帮忙。什么事？我想带你参加一场家宴。家宴？一场简单的家宴，宴会只有我爷爷和我奶奶。你知道的，老年人上了岁，很喜欢催小辈结婚生子，我哪有这心思，所以想着让你假扮我的女朋友，去应付一下他们。可以，假装女友陪替身参加家宴什么的，可比暗杀总统简单多了。那就一言为定了。家宴在哪里举行？具体是几号？在南江市，时间是20天以后，那天是我奶奶生日。过了今晚，我要回京城处理一些急事，暂时不能在宴室陪你了。他原本只计划在宴室停留3天，实际已经超过很多。叶小姐，这是杨新月最新的舞蹈视频，您过目看看。失恋任务6已完成，新的失恋任务将于4天后发布。放他出去吧。高3期班叶无双来一下校长室。集结4年一度的大师评选赛要开始了，我希望你能为校争光，扩大飞鸟知名度。我没有考过级，但你击败了燕市骑协大师孙家豪。按照骑协规定，凡在正式比赛上击败了骑协大师的人，都会自动获得为期1年的候补骑协大师的称号。我对这些虚名并不。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7，参加大师评选，斩获国际象棋大师称号。不在意是不可能的，我很乐意为校争光，所以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去，大赛地点在南江市。我近期正好要去南疆，伪装寄生的女友陪他参加家宴，倒是一箭双雕了。
双儿，你在江市订购的海鲜寄到了，都是活的，新鲜就好。哟，咱家双现在好漂亮啊，这收拾衣服是要去哪儿啊？镜头里挤进一个体型肥胖的农村妇女，她是王婶，叶家的邻居。去南江市参加一个比赛。你胡哥哥就在南江市当警察，这小子上个月谈了女朋友，照片看上去挺标致，就是不知道真人咋样。你去南江帮我看一眼呗，顺便和你胡哥哥叙个旧。一箭双雕变一箭三雕了。那行，我让他加你微信。前往汽车站的路上，叶无双收到新的好友请求，是胡东。哎呦，还真是女大十八变啊！小双妹妹，来南江哥请你吃烤肉。胡队，我们刚刚收到一条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会在南 C1826的大巴上准备一场集体自焚。车在哪里呢？你们听我说，现在整个车厢都已经是汽油，从现在开始，司机敢踩一下油门，我就把打火机丢出去。你们谁敢破窗而出，我也把打火机丢出去。别试着制服我，大不了同归于尽。大哥，我们素不相识，也没得罪过你，你放我们走好不好？闭嘴！告诉警察，10分钟内我要南江市所有新闻媒体都派记者过来，不然就放火自焚。你好，我是南江市警察局第3大队队长胡东，记者都来了，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出来吧。我叫石解放，是南江市回龙村村民。我有个女儿，今年12岁，她叫石小月，特别懂事听话。小月喜欢下围棋，不到10岁就是棋协3级棋士，参加过很多比赛，拿到过很多奖杯，大家都夸她是天才棋童。去年小月在前往比赛大厅的路上被人砍掉了双手，我找举办方要监控，举办方不给我去警察局报案，警察让我等，说会给我女儿一个交代，却再也没有后续。现在我要你们警察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向我保证一定会揪出害我女儿的凶手，不然我就让全车人为我女儿的手陪葬。这就是石解放的目的，利用舆论关注度来维权，是他最后的办法。好，我胡东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向你保证，一定会揪出害你女儿的凶手，快把打火机收起来。得到胡东的同意，石解放放松下来，他往后一退，却不小心踩到香蕉皮滑倒，打火机飞了出去，眼看要酿成大祸。叶无双走过去，精准抓住打火机，他救了全车的人。小双妹妹，我的天，他怎么在这辆车上？还不快去开门！谢谢你，小姑娘。虽然我答应帮你调查你女儿的事，但你毁坏车辆，还泼人汽油，行为恶劣，造成了大范围恐慌。跟我们去警局，顺便说说你女儿案件的细节。你女儿石小月是在哪场比赛被人伤害的？具体几号几点？是你第一个发现的吗？现场有没有断手？是我，现场除了血，没有断手。他以前得罪过什么人吗？你又是否与某人有过矛盾？没有，警官，这几年在围棋大赛上被砍断双手的棋手不止我女儿一个。小双妹妹你好，我叫何清，是胡东的女朋友。你好，你哥还在做笔录，我陪你聊聊天吧。听他说你来南江市是为了参加比赛，请问是什么比赛？北区那个高中生演讲比赛吗？棋界大师评选赛。你这个年纪居然已经是3级棋士了，真行啊！下的什么棋？下的国际象棋，不是3级棋士，是候补棋协大师。18岁的国际象棋候补大师，这也太天才了吧！小双妹妹，情况有变，我们得加班，没法带你出去吃大餐，酒店倒是提前给你订好了。叶小姐可以跟我去吃大餐。你救了在大巴车上的我正想报答你呢。我叫江天赐，京城江家之子，是围棋的3级棋士，也是要参加这次大师评选赛的人。我们围棋赛场的棋手正在5星级酒店举办宴会，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哦，还有很多超美味的甜点。
叶无双头顶隐形美味甜点捕捉器支棱起来了。去，想去就去吧，到时候我接你回酒店。天赐，你没事吧？我没事，这是我的双胞胎哥哥江天恩，围棋3级棋士，也是要参加大师评选赛的人。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叶无双，叶小姐，刚刚就是她在大巴车上救了全车的人。我打算带她去酒店参加宴会，请她吃一顿晚餐，那就请叶小姐一起去吧。天恩天赐回来了，她不就是晚间头条报道的小姐姐吗？是的，就是她，她就是报纸上说的。她从容不迫地走过去，抬手便抓住点燃的打火机，也抓住了所有人的希望，勇敢又冷静的主人翁。我在警局等你做笔录的时候，顺手买了新出炉的晚间报纸。还真是她诶。女英雄，你好漂亮啊！完美符合人美心善这个词眼。你有男朋友吗？我合适吗？采薇，饿了吗？还好。你们干嘛呢？别把叶小姐吓着了。叶小姐，我给你介绍一下，他们都是要参加这次大师评选赛的围棋棋手。我哥旁边的女孩叫佟采薇，京城佟氏之女，1级棋士，是我们当中实力最强，也是最有希望冲击大师的女天才。叶无双微微颔首，不甚在意，随后直奔甜品区。然而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佟采薇连人带轮椅狠狠摔在地上。采薇，怎么回事？佟采薇这出戏我没懂，我和他一没有利益牵扯，二没有前仇旧恨，甚至不是一个圈子的人，没理由上演这出戏。江天恩见佟采薇一直看叶无双，以为叶无双就是始作俑者。你推的他？我不玩这种低级手段。哥，叶小姐应该不会。服务员，调监控，如果采薇有什么问题，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很快，酒店工作人员呈上刚才的监控，但监控并不能说明什么，镜头被佟采薇的背部挡住了，看不全面，只能显示佟采薇连人带椅子摔出去。地板是平的，佟小姐不可能自己摔倒，一定是叶无双干的。不可能，叶小姐是救了一车乘客的女英雄。什么英雄呀？别忘了，她也在车上，她是在救自己。而且你看她穿的衣服，全都是廉价杂牌，平常肯定没来过高端场所，也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所以她以为佟小姐会和她抢甜点，不小心把佟小姐推倒了。不是的，她不可能没来过这种场合，她是年仅18岁的候补棋协大师，怎么会缺钱？什么？你说叶无双是18岁的候补棋协大师，佟小姐19岁，也才1级棋士，她居然比佟小姐还牛逼。叶小姐也是要参加这次大师评选赛的人，真不可能为了一块小蛋糕欺负采薇。采薇，你快说说，刚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别让大家误会叶小姐了。然而佟采薇仍然没有说话，仿佛是聋哑人。够了，就算不是她推的，采薇倒地后，她也没有把采薇扶起来。对呀，他离佟小姐最近，却只在旁边看着不帮忙，真冷血。这种无情的人，怎么可能是救人的女英雄？要我说，就是他推的佟小姐，这是错不了。行了，都别吵了。既然采薇没有答案，监控又没有证据，你们就别急着给一个小姑娘扣帽子，有失我们围棋棋手的风度。他叫陆乾坤，是围棋界资质最老的大师，外界人称陆老。18岁就成为候补棋协大师，不简单。你是哪个赛场的棋手？西洋棋赛场。自己国家的棋种不学，跑去学洋人的东西，还年纪轻轻晋升候补棋协大师，成何体统？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崇洋媚外的人存在，我国传统文化才越加衰败。围棋赛场的宴会不欢迎你，出去。不欢迎就不欢迎，我们家小双妹妹还不稀罕在这呢。你怎么管天管地，还管人拉屎放屁？法律有规定夏国人不准学西洋棋吗？小双，我们走，不理他们。等一下，陆老不是故意说叶小姐的，他主要是对围棋界的现状太不甘了，才口不择言。我替他给叶小姐道歉。不甘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夏国接壤国际，诞生了一批以说英文为傲，以学外国东西为时尚的人。他们的盲目崇拜，把夏国自己的传统文化挤进角落。就拿围棋来说，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下围棋最厉害的一批人，竟然是樱花国的人。这次大赛的围棋赛场，就有一个叫做山本祥太的樱花国天才棋手，18岁的候补棋协大师。他每次接受采访都会嘲笑夏国没一个能打的，说夏国祖先要是早知道自己发明的棋被樱花国学了个精通，肯定会气得揭棺而起，恨不得回到当初直接自宫，杜绝这么丢脸的后代。听着就欠揍。所以
骆老才这么痛心下过人不学围棋。行了，我和小双妹妹不跟他一般见识，你回去吧，我们也撸串去了。石小月，石解放的女儿，她爸被刑拘15天，女儿没人管，妈妈早些年去世了，只好由我们暂时照顾。我跟何清租的房子太小，没地儿让她睡，小胖住宿舍也没位置，我们合计着让小月跟你去酒店住几天，白天送警局就行。好。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不该信也给我打电话，我永远都会陪着你，知道吗？谢谢天恩哥。江天恩走后，佟采薇打开小皮箱的密码锁，将里面的东西一个一个摆放在桌上。那是10个装有福尔马林的玻璃瓶，每个瓶子里面泡着一只断手。你们是我的幸运符，会帮我战胜山本祥太的，对吗？阿福。大小姐，既然南江市警察队长胡东对断手案这么感兴趣，那就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既然南江市警察队长胡东对断手案这么感兴趣，那就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胡东，小心！身为警察的胡东躲过攻击，起身便和这帮人扭打起来，一切变化都在瞬息之间。对方人多，又手持武器，胡东、小胖很快被制服。胡队长，你查了不该查的案子，我是割你一只耳朵好，还是剁你一根手指好？你是谁派来的人？你管老子事！放开他们！小双妹妹快跑！小娘们还挺猖狂。我让你放开他们，没听见吗？哼，请问我是在电影院看好莱坞动作大片吗？也有可能是功夫片。您家有女仆长成，一拔3期替代式。说得好。随后胡东拨出警局电话，没多久，壮汉们被带去了警局。何清，你送我妹和石小月去酒店，我带小胖回去审他们。行。来了，昨天那帮人我审到半夜，一个字也没吐，气死我了。今天接着审就是了。小月，过来。小双，你快去参加大师评选赛的开幕式吧，别迟到了。小胖，昨天那帮人呢？咱们继续审。被保释了。什么？谁保的？谁放他们走的？胡队、何清、小胖，局长叫你们。你们这个铁三角，已经很久没有休假了吧？什么意思？我给你们订了一套北海7日游，你们收拾收拾行李，出去玩吧。还有这等好事？我手上有个断手案，办完再去行吗？不行，机票是今天下午2点的，案子可以让别人办。局长往日恨不得把我们当生产队的驴来使唤，没理由无端放我们7天长假，还订旅游团订机票，事出反常必有妖。好吧，公费旅游爽死了，我们下午就走。胡东，有些人你得罪不起，那是京城铜价，动动手指头就能把胡东碾碎成粉末的铜价。我知道。参加完评选赛开幕式的叶无双刚回到酒店，就看到一群小朋友正在欺负嘲笑小月。这里有个没手的怪物，好吓人，好恶心。不能哭，石小月，你不能哭。你不是怪物。回来了，案子有变化，今天得麻烦你多照看一下小月了。具体怎么变化的，他不方便透露给邻家妹妹。好，叶无双也没有多问，带着石小月上楼。佟采薇姐姐是我的偶像哦。一次偶然机会，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佟采薇和别人的比赛直播，他觉得这个大姐姐好坚强，好厉害，也初次被围棋吸引，正式进入围棋界。他没想到自己在围棋方面的天赋会这么好。不过每次被外界誉为有可能超越佟采薇的天团女同时，他都有点不高兴。在他心里，佟姐姐才是最棒的。他最大的愿望是和佟姐姐对弈一次。然而愿望还没实现，他的手就被……以前只觉得佟姐姐比一般女孩子坚强，等自己也残疾了，才发现坚强原来这么难，也越发明白佟姐姐的品格有多可贵。我也要向佟姐姐学习，绝不服输认命。北海旅游我不去了，我打算把断手案查明白。石小月年纪这么小，他爸是解放刑拘前还给我磕了好几个响头，我不能坐视不理。说的我好像会坐视不理一样。那我们仨就自己查。三人回到胡东租的小房子里，把相关任务照片粘在墙上，列出关系网。
这时，胡东接了一个同行的电话。胡队，我在我们这边的警局确实发现了几起类似的断手案，受害者都是围棋棋手，也都是在大赛期间被人砍断双手，他们的姓名、身份和他们所参加的围棋赛事，我都发到你邮箱里了。凶手是佟采薇，除了佟家佟采薇，剩下的人都是普通百姓，做不到只手遮天。原来这件案子不是难查，而是没人敢查。受害者们有个共同点，都有望在对局时击败风头最盛的佟采薇。走，去抓佟采薇。佟小姐，你们还是查到我这里来了。看着佟采薇这样风轻云淡的态度，让胡东沉声质问：你知道那群被你砍断双手的人现在活得有多艰难吗？然后石小月才10岁，你怎么忍心对她下手？10岁不是更应该加强教育，避免他长歪吗？长歪？什么意思？我佟采薇从小苦练芭蕾，却在一场车祸中残疾，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上天亏欠我，就该有人补偿我。围棋是我仅有的技艺，如果有的人不懂善良，试图夺走我应得的威名和关注，那我就帮他善良，替他选择最正确的路。有问题吗？在5星级酒店对叶无双下手，也是因为叶无双的出现，把他的关注都偷走了。你把他们的手砍断之后，丢哪里了？在这里。怎么样，他们漂亮吗？我可是连洗澡的时候都要把他们带在身边呢。胡东做事就想去抢，却没发现身后悄悄出现了一群打手，喷射出不知名雾气，3人尽数昏迷倒地。佟小姐，把他们杀了还是瞒？不急，等我完成比赛，我再把他们亲手做成标本。小双妹妹，这是一条定时24小时后发布邮件，我带着何静与小胖去抓佟采薇了，他是断手案凶手。若你收到这封邮件，说明我们已经遇险，请帮我们报警。这是胡东留的后手。围棋赛场，佟采薇打败对手，进入自己独立的休息室，准备接受采访。叶无双，你怎么进来的？他是怎么进来的？明明只有我有独立休息室的开门卡。他们在哪里？休息室大门被挤开，记者们冲了进来。围棋赛场的女天才被西洋棋赛场的女天才掐脖子了，这也太劲爆了！什么他们在哪里？我听不懂。叶小姐，发生什么事了？采薇，叶无双，放开采薇。叶无双的确分开了佟采薇，倒不是因为江天，而是清楚现在这种情况，直接杀了佟采薇也没用。叶无双，你是想找身为警察队长的邻居哥哥胡东和他的女友兼属下吧？这里有一封胡东写给我的勒索信，他伙同女友和下属，利用公职来到旗界大楼，偷拍了我换衣服的照片，向我索要1000万。我担心名誉受损，就给他转了1000万。这会儿他们应该携款逃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采薇到底哪里得罪你们了？让你们一个偷拍他照片向他勒索1000万，一个在宴会把他推倒不管，刚才还掐着他的脖子，你是想杀了他吗？叶无双怎么又在欺负佟小姐了？我有一个猜想，叶无双是不是因为没有分到赃，所以才来找佟小姐的？极有可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有那样的邻居哥哥，他能好到哪里去？那都是他之前是故意把佟小姐推倒的吧？滚出去！叶小姐，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因为你的眼睛很干净，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的心也一定干净。谢谢，我还有事，先走一步。叶无双没有多留，匆匆离开大楼。比起他被人驱赶猜忌，当务之急是找到胡东3人。帮主，你有什么吩咐？你知道南疆市的天地帮吗？知道，以前交过手，都是些下三滥的败类，被黑芒击溃后，只能像老鼠一样流窜在南疆市。您找他们有事吗？我朋友被天地帮的人抓走了。请帮主细细讲来。叶无双把断手案的事告诉白振武。以佟采薇的残忍程度，您朋友恐怕已经……不，他们还活着。佟采薇是个心理扭曲的变态，行为逻辑和常人不同。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出发，连续作案多起，他已经进入痴迷状态，不会轻易饶过胡东3人。在大师评选赛结束之前，他们都是安全的。大师评选赛之后就不一样了，因为那个时候佟采薇才有时间来处理胡东他们。帮主还懂犯罪心理学？闲来无事，翻过相关书籍罢了。那大师评选赛什么时候结束？明天。我已通知南疆市的黑芒帮成员搜寻天地帮余孽。
我自己也会带着亲信前往南疆市，掘地3尺，也要把帮主朋友找出来。山本先生，请问您为什么没有出席开幕式？山本先生正在国外滑雪泡温泉，没时间过来。大赛在即，山本先生竟然没有抓紧时间训练，反而在国外旅游。区下国也配让我抓紧时间训练？那你有几成把握拿下这次围棋大师的称号？100%，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拿走大师称号。山本先生自信过了头，可就是自负了。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夏国所谓最强的童小姐。你知道最强如你，去我们樱花国的棋院也只配当条看门狗吗？我忘了，你被车撞烂了下半身，而我们棋院只要身体健全的狗。你那就赛场上见真章了。围棋赛场，佟采薇要输了。不管佟采薇如何抚摸他的红皮箱，也阻挡不了山本祥太斩杀他的步伐。我赢了。100年前，你们夏国人被称东亚病夫，那个时候你们弱的是身体，现在你们的身体素质起来了，大脑智力却越来越衰退，连自己国家发明的围棋都想不明白了。就你还想跟我赛场见真章？你配？就你们还相信佟采薇能打败我？你们配？你们先本都是垃圾。山本祥太，你别太过分。过不过分？这个奖牌都是我的了，臭老头！一个怕是不太够，你想不想要第二个？叶小姐已经夺得西洋棋赛场的大师头衔了，速度好快。18岁就成为西协大师，不说是历史独一支，也算少见了吧？跟山本祥太一样，都是个自擅长棋类的天才，可他为什么问山本祥太要不要第二个呢？你想把大师评选赛升级为大师挑战赛，然后挑战山本祥太，是吗？是。叶无双急着从西洋棋赛场赶过来，为的就是这件事。所以你是想以西洋棋大师的身份，对我这个围棋大师发起一场围棋挑战赛？我同意。竟然还有夏国女人嫌我没吃饱，要再送我几个菜，太贴心了。手下败将赶紧滚，让叶无双来跟我下。我还想成为双料大师呢。我都输了，叶无双有什么资格接管比赛？想逞个能来吸引媒体和外界的关注吗？贱货！采薇，不要灰心，你已经很棒了。叶无双，你懂围棋吗？懂。山本祥太最擅长宇宙流布局，你要当心。他凶过叶无双几次，也驱逐过叶无双几次，断言叶无双崇洋媚外，没给他好脸色。可当夏国棋手全军覆没时，却是叶无双站了出来。不管这场比赛能不能赢，光是这股勇气，都让他刮目相看。三连醒，叶小姐竟然也要用宇宙流，班门弄斧。宇宙流是樱花国人发明的战术，比我们夏国人更加精通和顺手。叶无双用这个开局，太愚蠢无知。采薇，你这话就过分了。叶小姐现在是代替夏国出战，我们应该为她加油，而不是责骂。我只是觉得她这样太鲁莽，不应该。到时候把西洋棋奖牌也输给别人，不是更丢夏国人的脸吗？我不觉得叶姐姐丢夏国人的脸，叶姐姐很勇敢。我不该只砍石小月一双手的，应该把石小月的嘴用针线缝起来。叶无双的络子越来越刁钻了。我申请封盘休息。西洋棋大师在围棋对弈里把围棋大师逼到申请休息了。叶无双是妖怪吧？当主，我们已经确定您朋友的位置，正在前往营救中，请安心比赛。叶无双正要回复，耳边听到一道怪异的喷气声，一种不知名的雾气喷进来，他迅速屏住呼吸，石小月却中招栽倒在地。你挺警觉。佟采薇本想如法炮制，把叶无双的2只手也给砍了，不料叶无双并没有被迷晕。上5人缠打的功夫，佟采薇来到昏迷的石小月面前，抽出匕首往石小月嘴边狠狠一划。叶无双见状踹开把手，跑过去伸出胳膊挡住匕首，匕首在叶无双手臂划下1公分长的深伤口，鲜血外涌，覆盖肌肤表面。救命啊！救命啊！采薇，怎么回事？佟采薇带着天地帮的人蹲在休息室，想砍掉我的双手，避免我夺走她新生代最强女棋手的称号。你胡说，我分明是进来帮你复盘棋局的，是你找了4个人想杀掉我。
你记恨我公开了你哥哥胡东勒索我的罪名。叶小姐，对不起，计划有误，我们没能杀掉佟采薇。快报警把他抓走，我好害怕。叶无双，你涉嫌故意杀人，跟我们走一趟。江天赐，我在这里。帮我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速度要快，孩子是无辜的，他已经失去双手了。好。叶无双，跟我们走吧。我凭什么要跟你们走？叶无双这才得了空来应付警察，语气冷得像是九幽寒潭。凭你想杀我，你的同伙都承认了，只要把叶无双抓走，他就没法接着和山本祥太对局。我佟采薇还是夏国新生代最强女棋手。佟采薇，你觉得每个人跟你一样都是弱智吗？我一个精通下棋和布局的人，会吩咐我的同伙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我的罪行。你和这4个男人有没有关系？警察查了才知道，快把他抓走审问。你和这4个男人有没有关系？警察查了才知道，快把他抓走审问。想抓我走也行，等我和山本祥太下完棋。不可以，快把他抓走。为什么不可以？我人就在这里，随时都能去警局调查。你这样着急的阻拦，是在心虚什么？难道我还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我觉得让叶无双下完棋再配合调查也不迟。对，让叶无双先下完棋，他可是在和樱花国的山本祥太对弈呢，而且马上就要赢了。咱们这么多人都在赛场，不会让叶无双跑了。佟小姐放心。几乎所有人都提议让叶无双继续比赛，因为叶无双是唯一一个能击败山本祥太的棋手，这是关民族尊严。那就继续比赛，我们会把门窗关好，保证叶无双不会逃逸。相信各位警察同志也不急于这一时吧。民心所向，警察们只能点头同意。快找客人给叶小姐包扎一下吧，血都顺着手指流地上了。驻场医生，不准给他包扎，我能容忍一个想杀我的人继续比赛，已经是极限。谁敢给叶无双包扎，谁自此以后就是京城同事的敌人。京城同事4个字一出，全场鸦雀无声。换位思考一下，佟采薇心存怨念也是应该的。那就不比赛了，性命要紧。只见叶无双撕开自己的袖子，扯出布条系在伤口上方，接着比。休息时间结束，叶无双与山本祥太返回对战区。真没想到，你竟然还是一个杀人凶手，等下被抓进去坐牢会很痛苦吧？名利双丢。我听说监狱里面的犯人特别恐怖，他们收起你三脚猫级别的心理战术，有功夫向我施压，不如多想想怎样让自己输得好看一点。八嘎！他看着叶无双血流不止的伤口，心里生了歹毒的一计。我可以踩着超时的尾巴拖延对局时长，时间越长，叶无双这个家伙就流血越多，流着流着就该休克晕厥了。山本祥太开始故意减缓下棋速度，在超时判输的边缘疯狂试探。半小时过去，1小时过去，1个半小时过去。山本祥太，你又要超时了！一个男人竟然用这种卑鄙下作的手段欺负一个带伤的女性，真是把樱花国的老脸都丢尽了。时间到，叶无双，撤！我不知道夏国人的智力有没有衰退，不过你，山本祥太，确实该问问你的父母，什么叫礼义廉耻，什么叫泰而不骄。叶无双体力不支，朝旁边倒去，预料中的痛感没有来袭，他倒进一个温暖宽厚的胸膛。季身，对不起，我来晚了。风九，医生在哪？来了。季少，叶小姐失血太多，需要去医院输血。季少，您记得我吗？我是京城同事之女，5年前我们出席过同一个宴会。你怀里抱着的叶无双，是想要杀害我的杀人凶手。他邻居哥哥胡东还对我。季身眼中浮现席卷天地的暴力杀气，一脚过去，把佟采薇连人带椅子带红色皮箱踢下楼梯。采薇，谁敢碰佟采薇一下，谁自此以后就是京城季氏的敌人。这话的分量比佟采薇那句重千倍万倍。季少，采薇她才是受害者。谁说江采薇是受害者？这是石小月被砍断的手，你告诉我，这叫哪门子的受害者？何清和小胖把其他断手瓶取出来，检查物证瓶子是否破碎泄漏。那是我的宝贝，还给我，还给我！天恩哥，救我，帮我！江天恩摇头后退，眼中只有后悔和失望。陆老，救我！我是围棋界新生代女棋手的希望。陆乾坤痛心的摇头。
你们快来救我！我是京城同氏之女。他退而求其次，把目光放在记者和骑手身上。记者和骑手没有去救，他们眼神不屑、谴责，还带有一丝面对变态的害怕。这些眼神比杀了佟彩薇还让佟彩薇难受，她承受不住，晕厥过去。叶姐姐，放我下来！我的手是不是佟姐姐砍的？不是，你的偶像并没有这么对你。叶无双发了一个善意的谎言，把从山本祥太那里迎来的围棋大师奖牌挂在石小月脖子上。祝你以后也能旗开得胜，成为自己生活里的大师。谢谢姐姐，我很喜欢。但是叶姐姐，我现在的偶像是您啊。季少，叶小姐学过医吧，或者打算朝医学方面发展，看了医学书籍。她的伤口在大动脉，大动脉的血流速度比负责止血的血小板凝固速度快。如果她不管伤口，她很快就会流血致死。如果她把布条系得太紧，血液不流通，会面临截肢风险。她用折中的办法清细血管，救了她自己一命，很机智。季少，佟彩薇的父母得到消息，正在往南疆市赶，大约是想救女儿。盯住他们，他们什么时候碰佟彩薇，就什么时候把佟氏从京城豪门名单里划去。是。当佟彩薇的父母把女儿送去医院抢救后，结果很感人，佟彩薇从半身不遂变成了全身不遂，现在全身上下只有脑袋可以动，大小便不能自理，比直接死了还痛苦。而那对光鲜亮丽的夫妻在为女儿缴费住院的时候，银行卡被冻结了，仔细一查，佟氏破产了，就是这么快。王婶让我问问你胡哥哥的女朋友何清怎么样？她是一位勇敢、善良、心姿飒爽的女性。醒了？你怎么知道我在参加比赛？飞鸟的校长上官青林说的，他听说你受伤了，给你放了几天假，正好可以跟我去参加家宴。夜里，季深和叶无双一起挤在单人病床上。你的手为什么放在这里？床太小，我怕掉下去。你不会以为我想吃你豆腐吧？哦。想接近他，想拥抱他，好想亲近他。爷爷早上发消息说今晚的家宴会来一位新客人。什么客人？一位心脏外科的海归女医生。介意我揽着你的肩膀吗？我亲爱的女朋友大人。不介意，我是来伪装寄生女朋友的，自然要和寄生亲密一点。那就走吧。这位就是无双吧？真好看，便宜阿深这个臭小子了。你和他是怎么一回事？离开前说是要报救命之恩，抱着抱着，把小姑娘拐回家了。救命之恩，以身相许，合情合理。她是个好姑娘，别辜负人家了。我不会辜负她的。叶无双还没做我女朋友。我们先吃。不等女医生吗？不用等，本来就没让他来，是他自己非要求着来，季将军才同意的。季将军、季奶奶、季少，对不起，飞机晚点，我来迟了。这位是职场女性，叫乔婉晴，与季深同岁，家族也算京城豪门之一，她在医学方面很有天赋。叶无双，阿深的女朋友，我很满意的未来孙媳妇。洁身自好，俊美多金，被全球无数未婚女子牵挂的季少，居然悄无声息多了个女朋友了。晚餐后，季深剥开一个橘子放在叶无双手里。谢谢。孙子每次给叶无双夹菜，叶无双都会点头道谢，拿水果也道谢，这是不是太疏离了一点？你们真的是男女朋友吗？看来你演技太差，被拆穿了，不然你亲一下我，打消奶奶的疑虑。星辰，真的要这么做吗？看来我的小伎俩没有见效了。他转过脸来，打算告诉叶无双这只是一个玩笑，嘴巴却贴上一个温热的东西。本来只想亲季深的脸，为什么他突然转了一下头啊？叶无双本能的想要逃离，可这份逃离彻底扭动钥匙，开启潘多拉魔盒。季深伸出大手扣在叶无双的后颈，逼他退无可退，霸道的加深这个意外的吻。叶无双，你究竟是谁？妖怪也好，魔鬼也罢，留在我身边吧。
哎呀，好害羞，好害羞。叶小姐，我有未婚夫，对季少没有非分之想，这次来赴宴，只是为了用高端医疗器材治疗季奶奶。以后夏国所有心脏病病人都不用再苦苦等待最顶尖的那批医生操刀手术。都知一字，我担当不起。乔婉晴感觉自己被泼了一盆冷水。叶小姐懂医吗？你知道培养一个顶尖的医生，除了天赋以外，还需要多少年吗？世界顶尖的医生数量有限，也只能拯救有限的生命。他不一样，人类医学的未来就是机械化的未来。话不投机半句多。然而没想到第二天季奶奶逛商场时突发休克。可惜直至今日也没为将军夫人找到合适的心脏源，希望乔婉晴从国外带来的尖端医学机械能帮到她。季将军，季少，手术成功了。季海海终于松了一口气。怎么回事？夫人大出血了，怕引流，拿纱布过来止血。拿血带过来输血。乔医生，接下来怎么办？如果季奶奶死于我手，那我和我的家族岂不是都要？血压50。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院长也吓得不轻，不知道什么情况。接下来的手术我来做。你在开什么玩笑？你知道出血量已经大到看不见伤口了吗？你能止血吗？血压49， 26毫米缝针。是，血压48，还在持续下降。找不到出血口怎么办？那就拿出来找。什么？手术锏。止血完毕，血压正在恢复，剩下的收尾交给你们。人类的身体不是工厂车间的零件，无法保证每一条血管、每一个器官都一模一样。科技是未来的趋势不错，但是医生才是医术独一无二的实践者，不要本末倒置。受教了。无双，很好奇我为什么会做手术是吗？我知道你有秘密，我等你亲口告诉我的那一天。你可以抱我一下吗？季深低沉的嗓音里多了一丝微不可察的脆弱。叶无双没有犹豫，主动环上男人的斩腰。他知道季奶奶命悬一线，他心里不好受。在外界他是赫赫有名的商场霸主，但在这里他只是一个差点失去至亲的人类。请叶小姐收我为徒。我不收徒，我想救更多的人，请叶小姐收我为徒。乔家世代从医，家族经营连锁医院，在京城的地位比同事还高。乔婉晴是乔家唯一的继承人，换而言之，这个女徒弟收了不亏。可是我还有别的事要忙。他的第一大事是完成系统发布的30个试炼任务，然后才是其他。师傅可以闲下来的时候再教我。好吧，我收你为徒。赛方为你专门打造了一个双料大师的冠军奖牌，方便的话来机械大楼取走，不方便的话就由赛方寄过去。江天赐还在大楼吗？我还欠江天赐一笔医药费，当时石小月被佟采薇迷晕，还是拜托他把石小月送往医院抢救的。在的，他和双胞胎哥哥正在参加围棋集训，我等下就过去。让风九送你。叶小姐，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我和真命天女还没开始就结束，如果那个人不是季少，我还想公平竞争一下，现在真的一丁点念头都没有了，我哪里比得过季少啊？对不起。江天为自己曾经的眼瞎道歉，他一直以为佟采薇是坚持不懈的好女孩，事实证明他大错特错。下回记得擦亮眼睛。石小月在医院花了多少？我把钱转给你。与其还我钱，不如跟我们交个朋友，平常交流一下围棋看法之类。他都这么说了，叶无双也不好拒绝。叶小姐，谢谢你。叶姐姐，我现在在练习用脚下棋哦。我也为我曾经的盲目道歉，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对你的无礼。试炼任务期已完成，新的试炼任务将于明天发布。要去参加游戏嘉年华。当初比兔最佳女陪玩评选活动，就要求获胜的女陪玩参加不久之后的游戏嘉年华，日期正是今晚。嘉年华在今晚。大家都到齐了，那就先去酒店吃午饭吧。嘉年华负责人面带笑容的指引。叶小姐，
我很欣赏你在游戏里的表现，想和你学几招，省得总落地成盒，被粉丝笑话。他叫刘辉，是某网络文学网站的白金男作者，各平台粉丝超1000万。刘大神，听说游戏官方起初选了一男一女2个作者，打算挑一个合作，最后选择了您。不选择我，难道选择那个女的吗？女的会写什么啊？脑子里一天到晚只有情情爱爱，要内容没内容，要深度没深度。除了能满足那群只会做白日梦的女读者，还能干什么？听说您的新书参加了千秋杯的网络文学比赛，那岂不是稳拿冠军？过誉了，过誉了。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8，获得千秋杯网络文学比赛的冠军。来，陪我喝一个。刘大神，狂少还是学生，不会喝酒。喝酒吗？嘴一张，酒一倒，进肚子就行了，有什么不会的？来，陪我喝一个，不喝就是瞧不起我。叶小姐，赶紧喝！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想跟刘大神这号人物喝酒，都没这个机会呢。我若不呢？一看就是在学校受的死板教育太多了。你不知道，酒桌文化是咱们夏国的老传统，很多朋友和生意都是在酒桌上谈成的，这是赚钱的好地方，知道吗？说罢，他伸出咸猪手朝叶无双的手摸去，叶无双反手捉住刘辉的手腕一转，手臂直接脱臼。叶无双，你干什么？一个人想性骚扰我，你觉得我在干什么？无稽之谈，我就是想去拿张抽纸。你脑子怎么这么肮脏啊？别以为长得好看就所有男的都得跪舔你，我的读者里有的是美女，就你这长相，我还真不稀罕。呸！你不是说你永远爱你瘫痪在床的太太吗？你就是这样爱的。叶无双这个贱人给脸不要脸。我刘辉是谁？随随便便一个小说版权都能卖出几千万，想爬我床的女人不在少数。叶无双倒好，拧了我的胳膊，当众给我难堪。要不是我脑子转得快，找了个抽纸当借口，不然就真的下不了台了。刘大神，这个叶无双太自以为是了，不就拿了几个没什么雕用的破冠军吗？真当自己如花似玉人见人爱，是个男的都会看上他，非礼他。在他这个年纪，能取得一点小成绩，骄傲膨胀也可以理解。刘辉叹息一声，看上去很大度。他这哪里是骄傲膨胀啊？他这是对您的不尊敬。他误伤您之后，甚至没有对您道歉，家教太差。您不打算教育教育他吗？我一个长辈跟晚辈计较什么劲？这不是掉了档次，引人非议吗？不行，这是您能忍，我作为您的粉丝，完全不能忍。田鹏拿出手机登录微博，敲下一行字发布：拥有1000万粉丝的知名男作者参加活动，被普信女以为是性骚扰，拧折了男作者的胳膊。咱们夏国的某些女性能不能别那么普通又那么自信啊？随后刘辉也发了一条微博：出来参加活动却意外受伤，得断更多日，对不起各位书友了。这原本是2条毫不相干的微博，然而网友把2条微博联想在一起，渐渐扒出普信女是叶无双。女王，你是不是把大神作者刘辉的胳膊拧了？你怎么知道？出大事了，你快看刘辉微博。这年头野鸡能不能乖乖待在笼子里，别随便碰瓷啊？女人就是事多。还是刘大神心胸宽广，说自己意外受伤，要不是田鹏发了微博，我们都不知道您是被普信女叶无双伤害的。女王现在该怎么办？刘辉的读者和一些男的已经摸到你 C 站视频下面骂你了，我哥在直播间帮你说话也被他们骂了。替我谢谢你哥，我还要谢谢刘辉和田鹏。参加小说比赛需要人气和宣传，有他们2位这么好心的推广，我自然要乘势而起。叶无双注册用户发布微博我是刘辉。像你这种喜欢骚扰女性的猥琐男，我一向见一个打一个。千秋杯冠军我要了，你最好早点退出比赛，别自找难堪。这么嚣张吗？我打算用刘辉做跳板，吸引流量，越嚣张越好。千秋杯是什么比赛？一个小说比赛。你还会写小说？会一点。那你打算写一个什么样的小说呢？哎呀，你没事吧？没事。堂堂国际杀手居然从沙发边缘掉下去，太丢人了。我看你一直在往旁边挪，是比较喜欢这边的位置和风景吗？是。我也比较喜欢这边的。介意我也坐这边，顺便抱着你吗？我挺担心爷爷他们突击检查，你不会害羞吧？
不会。那我就这样抱着你了。所以，你想写一个什么样的小说？叶无双靠在季深结实的胸膛，平复自己的心跳，把自己的初步想法说出来。是个不错的想法，但是我认为你缺少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什么元素？爱情。如果仅有硬核科技的话，不足以支撑更多的读者耐心看下去。而爱情是人类永恒探索的话题，何不把硬核与感情两手抓，扩大你的受众群体呢？曲高和寡，你说的对。两人就如何扩大读者群体展开讨论，最后敲定书名。我都开始工业革命了，你说我是在逃王妃？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倒霉女穿越古代，以为自己开启了荒野求生模式，依靠知识积累，在荒无人烟的森林拓展领地，发展科技与文明。该睡觉了，明天再正式上传章节。明天你来说情节，我来打字。你的手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不适合敲键盘。你不用做生意吗？你比生意重要。我知道了。叶无双写书，一个人在原始森林漫无目的的生存，这有什么好看的？我是刘辉，自从我妻子瘫痪在床，我一直全心照顾，不离不弃。你自信的一句性骚扰，抹黑我的人品，扭伤我的手臂。我本想起诉你，看在你年纪还小的份上，放弃了。可惜我的容忍，并没有让你反省自己，你还羞辱我，应该早点退出千秋杯的比赛。饶是我脾气再好，也想忍不住想问你一句，你配吗？该条微博下的留言都在夸刘辉是个爱妻顾家的好男人，不像叶无双脸大如盆，自以为是。这个用户名为夏雪小姐的读者打赏10万，谢谢美女打赏。不知道这个夏雪长得怎么样，身材如何？而这边叶无双以夏雪小姐的名义再次留言，我可以加大神的粉丝群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招够狠，办法是好，但我不赞成你亲自下场诱惑他。我都没有这种待遇，刘辉凭什么能享受？我没打算下场，找几张美人网图 PS 一下发过去就好。只有图的话可信度不高，等待鱼咬钩的时间也会更长。把夏雪小姐的账号密码给我，我找个人帮你。我真的要一再麻烦替身吗？又见外，不把我当朋友了是吧？你才在手术台上救了我奶奶，我帮你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对不起，我发错了，本来要发给闺蜜的，撤回不了了。刘辉连忙说没关系，然后发来私人好友请求，说谢谢他打赏的10万，然后夸他身材好，人也漂亮。季深这边收到假扮夏雪的下属消息，季少，这油腻猥琐男怎么玩？往死里玩！从他得知刘辉试图对叶无双性骚扰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没打算给刘辉好下场。还是真的美女呢，这女粉丝我一定要搞到手。反正和粉做那种事也不是第一次干了。刘大神您好，欢迎做客本期大神访谈，我将询问您几个写作技巧和八卦问题。好的。谈完写作技巧，采访员开始问八卦问题。叶小姐那边一直说您性骚扰她，请问您的应对办法是？清者自清，多说无益。听说您一直在苦苦寻求治疗妻子的办法。是的，我爱我的妻子，不论花多少钱，不论花多少时间，我都愿意。真感人。然后大家想知道您对叶无双那本小说的看法，他的票数进了前10，成绩好像还不错。他的文我看了，我认为很一般，很无聊。他能有这么多票数，全依仗原生粉丝。而且我觉得女性作者大都只擅长写恋爱向的作品，他不该不自量力，尝试别的东西。访谈结束后，刘辉火急火燎打开手机和夏雪小姐聊天。通过这几天的接触，他发现夏雪小姐也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得早点约到酒店去。经过半个月的休养，叶无双的血管已经恢复正常，可以自己敲字了。我和刘辉的票数相差太多，得熬夜写文，把更多的剧情展现出来才行。叶小姐真努力。以我的名义，把她的小说发给夏国科学院院长。叶无双是我孙媳妇，这段时间好像在参加一个网络文学的比赛。网络文学是啥我也不懂，只知道它的阅读群体很庞大，人们有个手机就能阅读，不像我们以前还要去书店买。叶无双所著的这本小说，看到科学的发展，看到历史的进步，
看到迄今为止人类智慧的结晶，或许会让一些孩子把梦想当网红明星，变成梦想当科学家呢。这本小说绝对值得推广。我好像撞大运了，没想到自己这本小说能惊动科学院官方，这种降维打击可就不是区区刘辉能抵挡的了。是，你撞大运了。叶无双写的无聊流水账，居然是能被夏国科学院点名夸赞的硬核科技。闹呢？我昨天接受采访，才说叶无双不自量力，今天就被人这样狠狠抽了脸。偏偏抽我脸的人，我还不敢惹。现在站在叶无双背后的是夏国科学圈的一众大佬，一众低调的、专利无数的、为国争光的大佬。我在酒店套房给你准备了礼物，你要来看看吗？夏雪小姐的消息是叶无双发出去的，她从季申那里得知现在撩拨刘辉的人是一个擅长精神调教的女性。女性刚才问叶无双要不要对刘辉下手，此刻的刘辉又怒又惧又忧，情绪堆积严重，是介入调教的好机会。叶小姐，您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我不喜欢不诚实的男人，告诉我，你苟且过多少女人？记得的只有7个漂亮女读者粉丝了，其他那么多人，我可记不清。你不是说你永远爱你瘫痪在床的太太吗？你就是这样爱的。她只是我用来博取外界同情的工具，我怎么可能爱一个大小便失禁的老女人？我只爱你，快来宠爱我吧。别急，我还没把礼物给你呢。女人指着藏在暗处的手机，怎么样，喜欢吗？你竟然正在直播！刘辉抬手就想揍女人，却被女人一脚踹倒。女人10厘米的细高，直接踩爆刘辉。好啦，直播间里的小天使们，我们的代表月亮消灭渣男环节已经结束，有缘再见哦。直播结束。师傅，早上好。早上好。奶奶，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很好，孙媳妇，谢谢你救了我。应该的。真是个好姑娘。听说你写了一本小说，而且还要夺冠了。多亏了夏国科学院的推广，还有阿申的帮忙哦。老院长一大早打电话给季将军，说 Leo 给他推了一本小说，问他值不值得推广。Leo 是谁？和季申又是什么关系？我记得 Leo 是打赏我5000万，帮我赢下比兔最佳女陪玩的人。短暂接触后 ，Leo 再没出现。你还不知道阿申的英文名是 Leo 吗？他出国求学时化名 Leo， 围绕一些科学问题和科学院的老院长通过很多次书信，所以老院长一直喊他 Leo。不过自从他继承家族后，外界对他的称呼就统一了，你不知道也正常。老院长还说，阿申如果不继承家族，将来一定会是能惊动全球的科学家呢。Leo 居然就是季申，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孙媳妇不高兴阿申没有告诉你英文名的事吗？不是，他帮了我，却没有告诉我。阿申没告诉你，可能是不想让你有心理负担。我失陪一下。从我认识季申开始，季申帮了我多少次，明里可以数，暗里呢？除了以 Leo 的名义帮助我之外，他帮过我别的吗？原来我以为的好运，背地里都刻上了季申的名字。不知不觉间，他已渗入我的生活，给我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我构建了一处舒适稳定的安全屋。我上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过上现在这种日子，我都快要适应了，可我不能适应。安全屋不是永远，不，我不能这样，不能在季申的好意里退化自己的羽翼。我打算下午返回验室，准备接下来的高考。高考的确快到了，是要抓把劲，那就等高考过了，有时间再来玩。我下午也要回验室，一起。两人用过午餐，返回验室。为什么收拾行李？我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公寓，打算独居一段时间冲刺高考。你觉得你完成不了高考吗？以叶无双的实力，区区的高考根本不在话下，这是借口。我不能独居吗？奶奶跟我说了 Leo 的事，谢谢你帮我这么多次。时间太晚，郊区不好打车，让司机送你去公寓。两个人礼貌疏离。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季少的衬衣少了一件。辣南疆了吧？
季少衣服多，不要紧的。还好拿了季身的一件衬衫，上面有这家伙的气息。我的这种行为是不是有点像痴女？算了，还是睡眠质量要紧。叶无双闭上眼，很快进入了梦乡。叶无双，你在躲我吗？叶无双，你竟然为了一个手镯想杀我！女王回来了，太绝了！出去一趟，带2个冠军回来。听老师说，大师评选赛在电视上播出后，每天咨询飞鸟招生办的电话数量翻了好几倍。嗨，你怎么穿着飞鸟的校服？父亲觉得飞鸟比3中好，让我转学考一下试试，就考进来了。然后按照成绩分在了目前班级实力第1的7班。孟云锦转来飞鸟，为的是叶无双。叶同学，你买的吗？我做的，恭喜你成为双料大师。叶无双喜欢吃蛋糕，他就学做蛋糕。谢谢。季少带着蛋糕在飞鸟学院附近等了叶小姐这么长时间，最后却被市长家的孟公子捷足先登。更要命的是，叶小姐礼貌冷漠的离开季家别墅后，居然对孟公子笑得那么好看。在叶无双心里，我季身算什么？一个普通朋友，一个没有感情的陪睡弟，还是一个随时都能被取代的甜点师。班长，不是说好了要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我们都等你好长时间了。他是燕市某官员的儿子，在3中上学。孟云锦没转学前是他们班的班长。抱歉，我现在就过去。这位不是天才少女叶无双吗？你锁门干什么？我还没上去。班长，你不知道聚会规则改了吗？大家都有带异性伙伴的，你一个人上车不合适吧？我现在去哪儿找女伴？我不管，反正没女伴，我就不开门。我陪你去吧，就当感谢你送的蛋糕了。姐，叶无双居然要当我的女伴，参加我同学的生日聚会。好嘞。兄弟姐妹们，班长来了，还带着神秘女嘉宾，快热烈欢迎！班长带的女伴是谁？长得真不错，好像是那个拿了很多冠军的叶无双。有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无双同学，你们认识吗？认识，我是他初中时的学习委员，那个时候我们都在石桥村初中念书。无双同学，你忘了吗？我是郭思雨呀。抱歉，太久没见，没想起来。原主记忆里确实有这么一号人。当年中考结束，郭思雨考上了燕市最好的公立学校第3高中，学校为此还拉横幅庆祝了好久。没事。叶同学，你在浮光发的那本小说我正在追，方便透露主角什么时候离开森林吗？我还想向叶无双讨教一下围棋与周流开局的经验呢。巧了，我也想问问叶无双不死鸟舞团的几个元老还熟徒吗？市长家的公子亲自给叶无双倒饮料呢。都是一个初中出来的，叶无双已经声名鹊起了。郭思雨，你也得加油啊！好的，我会加油的。初中的时候，叶无双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瘦不拉几的胆小女生，而我是被老师寄予厚望的学习委员，隔3差5就能收到男生的情书。我努力了整整3年，终于考出小山镇，来到燕市第3高中。叶无双却因为和豪门有联姻，即便分数不及格，也能进入燕市最好的私立贵族学院就读。叶无双懂赛车会奥数，能下棋可跳舞，这些都是飞鸟学院教的吧？贵族学校真好啊，什么都能教，什么都能学，再蠢的猪进去，出来都与众不同了。思雨，你不是说你可以把你奶奶给你准备的金手镯嫁妆拿给我看看吗？真的好漂亮啊！无双同学，你帮我开一下包吧。说罢，也不等叶无双表态，直接进小隔间方便。叶无双眉头轻拧，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站在盥洗台前等郭思雨出来。我的手镯不见了。我刚刚还看着你把手镯放包里的，你上厕所的时候弄掉了。我上厕所的时候让无双同学帮我看包了。什么？怎么了？郭思雨奶奶留给她的金手镯被叶无双偷了。说我偷东西，你们有证据吗？思雨刚刚在洗手间，是不是让你帮她看包了？她把包丢在我面前，没问我同不同意就进去了。那就对了，我亲眼看思雨把手镯放进包里，只有你能接触到包，肯定是你偷的。
让我们搜身。你们是不是太小看叶无双了？一个金手镯几万，他光双料大师的奖金都20万，更别说锁住小说的各类版权还没出手。我可以理解郭思雨丢失手镯的急切心情，但我不允许你们将叶无双定为嫌犯，对他搜身。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佩戴过手镯，无双同学说过他很喜欢。我怎么不记得你戴过？无双同学，那个手镯是奶奶临死前交给我的，对我很重要，你把它还给我吧，求求你了。那就报警吧。难道你在警局里面有人能配合你吗？我记得你的邻居哥哥就是警察。思雨别怕，我就是中南省政界工作，就算是验尸市长之子孟云锦也得让3分。等我把名字往外一报，那群警察绝对不敢进来。这酒吧是我家开的，叶无双，你今天不让我们搜身，就别想出去。从头到尾都是你们3个在配合，你们认为我偷了东西，甚至提前和警局通了消息，我是不是也能认为这是你们3个商量好的一场栽赃戏？手镯就在你们3人身上。你胡说，我们怎么可能偷闺蜜的东西？是你心虚了吧？别闹得这么僵嘛，要不这样吧，公平起见，我们所有人挨个上楼，由保洁大妈和保安搜身，不搞特殊，搜过身的人再站到旁边监督，避免误伤，谁半路逃走，算谁不打自招。我没意见。叶无双因为嫌疑最重，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他踩着楼梯缓缓上楼，却在转角遇到了季申。这是叶无双第一次见季申抽烟，看上去有一种孤寂的颓靡感。你怎么在这里？应酬。郭思雨的目的是抹黑你的声誉，即便你搜了身确认清白，也不会轻易作罢。他会说你找了内应，已经把手镯转移出去，所以你身上没有，然后再让两姐妹对你施压。我知道。想要顺利脱身，可以报我的名字。不用。他的果断和抗拒让季申狭长的眸子中浮现一层淡淡怒火。孟云锦帮你就可以，是吗？你想说什么？为什么不要我帮忙？我一定需要某个人帮忙吗？所以我的帮忙对你而言可有可无，是吗？如果你想这么理解也可以。叶无双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吗？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不过也对，叶女王这么强，哪里需要别人帮助？到底是块五文化的敌人，那就不舞吧，我也不必硬贴上去。我们男生都没收到手镯，你们女生呢？女生也没有。难道无双同学已经把手镯交给别人，让别人带出去了吗？好啊，没想到叶无双这么阴险。叶无双没有说话，走到郭思雨面前。你想干什么？帮你找手镯，手镯在哪？叶无双，你竟然为了一个手镯想杀我！有男生想制止叶无双的行为，叶无双一记充满戾气的眼神压过去，他们就不敢动弹了。郭思雨，这里是4楼，虽然层数不高，但你脑袋朝下，摔下大脑开花，必死无疑。我没那么多耐心跟你耗，我数3声，你不说我就松手。叶无双，你这是杀人！3，我死了你也要坐牢。2，叶无双，你竟然为了一个手镯想杀我。3，我死了你也要坐牢。2，我说，手镯在洗手间马桶的抽水盖里，是我藏起来诬陷你的。呜呜呜！去找。孟云锦命令几个自己昔日的女同学结伴去寻，最后果然带着金手镯回来。叶无双这才把郭思雨拉上来。思雨，我们这么相信你，你怎么能欺骗利用我们？我奋斗多年才考进3中，叶无双却因为和郝美有婚约，哪怕考试不及格，也能进飞鸟贵族学院蜕变，这不公平，我心里难过。你心里难过，就能这么抹黑叶无双吗？你以为蜕变是件很简单的事吗？他初中成绩越是不好，就越是证明他花费了更多的努力，才达到现在的成绩。世界既不黑也不白，没有那么多绝对的公平可言。你可以委屈，但是你的委屈不是你攻击无辜之人的理由。对不起。孟云锦转身想问叶无双怎么处理郭思雨，却发现他已经离去。表面冰冷，实际内心温柔的他，大概想给还没铸成大错的初中同学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班长，叶无双真的和传闻一样，好帅好酷啊！今年说好陪五哥过生日，不要忘记了。对了，还有礼物，没准备礼物的话，小心五哥揍你。我明天就过去。五哥，你这82年的拉菲，为什么有一股红糖味？社会上的事，
你少打听。挺好喝的。当然好喝了，别人想喝我都舍不得给呢。臭小子，你这个月的房租还交不交了？不交就给老娘搬出去！叶行俭脸色大变，赶忙推着包租婆出门，小声道：房东，你再给我1天时间，1天之后我一定把房租交上。不行，今天不交房租就搬走。我妹妹来看我，我不能带她睡大街吧？好房东，我求求你了，给我1天时间吧。我替她给。这么多够吗？够了够了，没想到当妹妹的比哥哥还有钱。是不是感觉五哥很窝囊，连房租都交不起？我不觉得五哥窝囊，五哥是个有担当的人，现在过得不好，不代表以后不会出人头地。你真这样看待五哥？五哥还真能出人头地，而且不用很久以后，过了今晚就可以。何出此言？今年年初，我跟工友在外吃烤肉，有人挑衅我，我就把他们都揍趴了。马路对面的酒吧老板看到后，邀请我去他们酒吧地下打拳击，挣了好几百块。老板说我是个苗子，让我学习真正的拳击术。我学了之后，越打越厉害，越打越有名。前不久，老板接了一场挑战赛，日期就在今晚。他跟我说，只要我能赢下这一场，就给我10万，并且以后这样的比赛会越来越多，我也能越挣越多。到时候呀，五哥就能赚很多很多钱，给你们买大房子住，买豪车开，让你们过上很好很好的日子。五哥，今晚我能去看你的比赛吗？听五哥的描述，他打的应该是地下黑拳，这种比赛残酷、血腥，充满金钱与算计，10万不是小数目。我担心心思简单的五哥遇到危险。你想看也可以，但是不要四处跑，那里坏人多。谁呀？进来吧。是我，给你送水果。行俭哥，他是我妹叶无双，一个普通的女高中生，来这给我过生日。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叙旧了，晚上赛场见。五哥，他是徐有为，沿江省一个豪门的千金。上个月的夜里，我从拳场回来的路上，发现他正在被一个蒙面男人非礼，我把男的揍跑了。他很感激我，3天2头送水果零食过来。每次我比赛，他都在台下助威，想跟我发展一段刻骨铭心的友情。原来如此，那这个朋友还挺好，跟我朋友一样。我先带你去找老板，他这会儿应该在和发起挑战的人沟通。怎么是你？老子也没想到是你。上次就是叶行俭坏了我的好事。行俭，你认识康公子？康建宁康公子经营着咱们省最大的黑拳赛场青云赛场，听闻你小有名气，就派他们赛场最强的拳击手今晚和你切磋切磋。不认识，一面之缘罢了。老板，这是我妹叶无双，想看我打比赛。我上台的时候，你在下面把她和徐有为看着点，别让人毛手毛脚欺负了。这种村姑再美，价值也没有豪门出身的徐有为高。爹，我知道了，你出去准备比赛吧。那个康公子就是之前要非礼徐有为的蒙面男人，我当时把他口罩摘下来了，没想到他是今晚发起挑战的人，看我不把他带来的拳击手打趴。行俭哥，无双妹妹，今晚这里有个很坏的人，你注意点四周，知道吗？今晚是穗禾赛场的叶行俭 vs 青云赛场的角龙，请他们上台。听说角龙是青云实力最强的拳击手，不知道行俭哥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受伤？行俭哥加油！五哥的实力确实可以。康公子，看来是我们的行俭运气好，略胜一筹啊。确实是叶行俭运气好，敢来青云赛场再比一次吗？这次赌注是200万。200万。老板，我这几天想多陪陪家人，妹妹难得来一次，不想紧跟着去打第2场比赛。行俭，如果这次你能打赢，我就找人托关系，把你送进职业拳击联赛里面，那个时候你就不用打黑拳了。老板一举击中叶行俭的内心，他想打光明正大的比赛，让家人光明正大的看见，光明正大的赚钱。好。第2天夜晚，3人前往青云赛场。青云赛场规模比穗禾大很多，宛如正规比赛地点。行俭，你实力最强，垫底出场。好。
这个蛟龙今天的拳头怎么这么冒？我昨天和蛟龙交手，蛟龙没这么强，难道昨天放水了？今天才是他真正的实力。没10分钟，蛟龙 KO 大壮，紧接着也 KO 了二壮。第3场，夜行简上。五哥，小心有诈！行简哥小心！蛟龙，给我把夜行简这小子往死里揍，就算揍不死，也得打瞎他眼，踩断他的腿。是，康公子。你手上带了利器，你违规了。还违规？臭小子，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地下拳吗？地下拳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五哥，我没事。五哥，认输。不认。行简哥，认输吧，求求你了。他晕了。这就晕了，还没把夜行简打死或者打残呢。去医院照顾我哥。看来还是我青云赛场运气更好啊！靠作弊把我五哥打成这样就想走，经过我同意了吗？我要挑战擂主。哪里来的小姑娘，太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敢挑战擂主！这种挑战是生死战，比赛一旦开始，就必须死一个，不死比赛不结束。这是看哥哥被打成落水狗了，妹妹心里不痛快呀。康公子，这小娘儿要挑战我同不同意啊？既然没搞死夜行简，把夜行简的妹妹搞死也行，就用他们兄妹2人的下场，警告所有试图和青云赛场抢生意的人。当然得同意，咱们是男人，一定要让着女人，尊重女人的意见，知道吗？知道了。小娘们儿，挑战本擂主，会是你这辈子最后悔的决定。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蛟龙，打死这个嚣张的小婊子，把他衣服扒了。擂主蛟龙居然被一个瘦弱的小姑娘一拳击倒。什么情况？3次手擂都成功的蛟龙就这样上西天了。他还用了指虎和匕首，就这样被叶无双赤手空拳打败了。说你们是垃圾，你们就乖乖听着；说你们是废物，你们就乖乖应着。谁再敢对我割下黑手，蛟龙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把青云赛场端了。季少跟青云赛场无冤无仇，仙人饭碗干什么？难道您不是说以后不会再帮叶小姐了吗？我不能为和谐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吗？季少，我打算去叶小姐那边看看是否需要为了爱与和平也贡献一份力量。季少明显舍不得叶小姐受委屈，医院那边自然要盯一下。风九清楚，没说话就是默认。这是最后一次帮他，下次一定要狠下心来。那家伙就是个冰块，小没良心的冰块。五哥伤势如何？轻微脑震荡，断了2根肋骨，多处软组织挫伤。行简，这是职业拳击联赛的推荐信，你可以拿着它去打职业。虽然夜行简没有赢下这次3v3，但夜行简的毅力和韧性令酒吧老板刮目相看，他愿意帮夜行简一把。我出去接个电话。你确定你妹是个普通的女高中生？怎么了？你晕倒去医院后，你妹上台挑战蛟龙，赤手空拳把蛟龙打死了。蛟龙用的指虎和匕首都不是他的对手。老板，我是脑震荡，不是脑残。不信你回头问别人。当主，我们已经把您上次规划出来的区域征服了，现在是否吞并青云帮？叶无双大概1个月前给他们圈了几块地，意在占领这几个区域后，从外向内包围里面的一个大帮派。青云帮和青云赛场是什么关系？青云赛场的老板康建礼是青云帮把主康无辈的独子，也是因为有老爹在背后撑腰，青云赛场才成为岩浆省最大的地下拳场。他们惹到您了吗？他们把我亲哥打进医院了。我明白了，我这就带人把青云帮灭了。老大，我们的一处 KTV 被黑蟒帮砸了。你们难道没报青云帮的名号？报了，本来他们用的还是拳头，一听是青云帮，直接掏枪了。黑蟒帮有病是不是？你之前说黑蟒帮的帮主换人了。是的，
原帮主邓山峰及其子女和若干核心成员全部从人间消失了。黑蟒帮新帮主是谁？外界不知道，只知道代理帮主是白振武。你还说黑蟒现在不黑了？他们现在不沾黄赌毒，酒吧、KTV、夜总会等场所全部正常经营。现在外面是什么情况？青云已经被黑蟒包围了，对方有枪，而且采用的是多点并攻，咱们的人根本毫无准备，可以说是全线溃败。如果今晚守不住，明早就放话出去，说我愿意请代理帮主来夜总会和谈，把青云主动并入黑蟒。剑林，你昨晚跑去哪儿了？担心死爸爸了？青云赛场让人封了，我被拘留了1夜才出来。什么？你得罪谁了？就算是黑蟒吧，也没法做到直接封掉青云赛场吧？难道儿子惹到什么神秘大佬了？我也不知道啊。爸，我想搞死2个人，一个叫叶行简，一个叫叶无双，都是没什么背景的农村人。这对兄妹，哥哥抢我女人，妹妹杀我得力助手，我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敢惹我们剑林不痛快的，都得死！你们是谁？想干什么？青云帮的，请2位去夜总会喝茶。既然青云帮这么客气，我们兄妹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叶行简、叶无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吧？康剑林，你要杀要剐冲我来，放过我妹妹。五哥不用担心，他没法对我们要杀要剐。怎么又想救你哥哥？行啊，在这当着大伙的面把我伺候爽了，我就放了你哥哥。你休想！伺候你，你配吗？贱人，别给脸不要脸！我儿子可是青云帮的少帮主，你现在不仅要把我儿子伺候爽，还得把他的血舔干净。还是爸贴心，知道我鞋脏了。白先生来了，久仰久仰。白振武看见叶无双也在夜总会里，顿时瞪大眼睛。他呀，就是下贱的玩意儿，您不必理会。我们先商量2个帮派合并的事吧。合并这事得看我们的帮主同不同意。那你们的帮主在哪？如何联系？白振武没回答，径直越过这对父子，走到叶无双面前。汉剑帮主。白先生，你说这小贱人是你们的帮主？开玩笑呢吧？黑蟒帮是什么角色？中南省地下世界的王，也即将是沿江省地下世界的王。这样大一个帮派的帮主，怎么可能是一个年仅18岁的女高中生？白先生，你要是不想与青云帮和谈，就直说，没必要这么耍我们吧。白振武压根不想理这2个傻逼。当主，虽然决定权在您手中，但属下觉得这青云帮既男霸女，无恶不作，还对您如此不敬，不留也罢。也可，青云帮确实没有留下来的价值。你们还演上瘾了是吧？帮主，少帮主，据我们仔细的调查，黑蟒帮帮主确实是个年轻的少女。无双，你是黑蟒帮帮主？是的，你妹妹真是我们黑蟒帮的帮主，我们全帮上下只听她一人号令。我妹老是普通，怎么可能？这事说起来有点复杂，您只需要明白，帮主不会让您受委屈，青云帮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就够了。爸，康无畏一反常态，将旁边的花瓶推倒在地，藏在暗处的一群蒙面人齐刷刷持枪出现。该死！原本我只打算把黑蟒帮的代理帮主白振武骗来，当作人质要挟黑蟒帮的新帮主，结果倒好，新帮主也跟着进来了，这不是送上门来，让我一网打尽吗？爸，他们是谁？他们是夏国境内很有名的杀手组织涅槃，组织的老大是国际杀手排行榜第89位的黑池。黑池先生，出来让我儿子开开眼界吧。剑林，他是你爹花3000万发布任务买来的最后一张底牌，有他们在，什么白振武，什么叶无双都得死。青云是咱们的，黑蟒也会是咱们的。真的吗，爸？你简直是诸葛亮在世。康建林感觉自己又行了。黑池先生，快把叶无双这群人杀了，
黑池收了钱，当然要办事。他沉默着走向叶无双。快动手啊，黑池先生！康无畏生怕夜长梦多，叶无双却不疾不徐。小黑，北太平洋流沙岛一别，我们已经有4年没见了。您是国际杀手排行榜第1位的 Queen， 您没死。你可记得我救了你之后，你对我承诺过什么？您救了我的命，我便是您的奴，您的仆，您的走狗，您的门徒。黑池先生，我不知道你和杀手排行榜第1的 Queen 有什么过往，我只知道叶无双他不可能是 Queen， 他只是一个小帮派的帮主罢了。你最好尽快取了他的狗命，否则我……康建林被父亲这诡异可怖的一幕吓得当场失禁。主人，他如何处置？你开心就好。黑池点头，手一挥，下属便把浑身瘫软的康建林拖走。康建林一边哭一边求叶无双放过他，但是有什么用呢？已经太迟了。白振武只感觉自己麻了。他一直知道叶无双是隐藏的强者，却没想过叶无双居然是杀手界大名鼎鼎的 Queen。妹妹，你真的杀了小龙，是黑蟒帮帮主，还是国际杀手排行榜第1的 Queen 吗？五哥，你不会真以为我很厉害吧？小龙是自己失误死掉的，黑蟒帮帮主是他们送的，国际杀手什么的是大家一起编出来骗康无畏父子的。我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女高中生罢了。不信你问白振武和黑池。是的，都是假的。我就说嘛，我可爱温柔的妹妹怎么可能这么彪悍？我真聪明。是的，您真聪明。把我哥送回医院吧，该吃药了。我是 Queen 的事，不要告诉别人。是，当主。你去处理青云帮余孽，这段时间让黑蟒在岩浆省落地生根。是。主人，我的杀手组织涅槃，就是您的涅槃。叶无双没有回话，前世他是杀手，今生如果可以，他不想。黑池看出了他的犹豫。不论如何，您都是涅槃的老大，您不在，我替您管。您什么时候想接手，随时都可以接手。据可靠消息，跻身总裁将在燕市投资一个未来科技城的项目。正好我也该回燕市了。你们说的那个叶无伤已经被关电梯里面1个多小时了吧？他运气真不好，城东一工厂发生火灾，消防员都在那边，没法过来救他。电梯维修工也在优先施救前面公寓被关的老人和小孩。走，记手。电梯有通风口，不会闷死他。上次我去医院看叶小姐的5个，叶小姐也遇到了电梯故障，1个人被关在电梯里面。赶来护士说，通过电梯监控发现叶小姐可能有幽闭恐惧症。我看她出来时，脸色的确很苍白。停车！叶无双，出来！叶无双，叶无双。季申确定叶无双的确有幽闭恐惧症，并且因为长时间关在电梯里，已经陷入深度恐慌。季申知道他租住的房间。现在的叶无双需要外界的刺激。季申，又是季申，帮了我吗？对不起，我上次不该那样说你。可季申想要的从来都不是一句道歉。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季申没有拒绝，他想听，即便他知道他冷酷无情，他也想更加了解他。他是他的魔咒，他的瘾难以触及，又甘之如饴。小时候，我被血肉至亲抛弃过。叶无双指的是前世贫民窟，他被狠心的父母卖给毒贩的事。然后我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指的是杀手组织的头目。他说我是上天赐给他的礼物，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养女。我很抗拒，他却对我很好，给我买最贵的衣服，让我住最舒适的房子，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包括照顾他的弟弟。那段时间，我感觉我生活在天堂，这世间的一切都如此美好。我终于喊了他一声爸爸，我以为他会高兴，可他并不高兴。他掐住我的脖子，把我从3楼摔下来，我好疼。他说这是他给我上的第一课，永远都不要依赖别人。我说这些并不是想让你同情我，然后原谅我，我只是很喜欢待在你身边，你也对我很好，让我想依赖你。
可我害怕那样的事再重演一次，因此我搬离别墅，拒绝你的帮助，说你可有可无，可有可无是假的。抱歉，当时我脑子太乱，没有表达好。你很重要，如果不是你，我不可能顺利完成这么多事。你可以原谅。原谅你了，笨蛋冰块。笨蛋冰块，奇怪的称呼。叶无双，我不是那个人。你可以全身心的依赖我，你也可以持有怀疑的态度，但时间会证明一切。那么，按照电影里面的经典桥段，风雨过后，我们的关系是不是该更进一步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最好的朋友。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一定是被叶无双气死的。情商真低啊！是的，我们从普通朋友变成了最好的朋友。以后我都在这里陪你睡吧，这里离飞鸟近，高考在即，省得你来回赶路。这里对你而言不会太简陋了一点吗？季家没有娇惯后代的习惯，我去国外读书的时候还得自己打工赚钱，住的地方比这里差多了。季深，你能抱着我睡吗？荣幸之极。叶同学，还有1个月就高考了，你打算考哪所大学？我也想知道，女王想去国内大学还是国外大学？目前没有想过，等想好了再告诉你们。青灵今天打电话问我你打算考哪所大学，你有目标吗？叶无双摇头，他的主要目的是做任务复活弟弟，在什么地方上大学不重要。既然没有目标，那就来京城这边上大学，如何？夏国最顶级的学府基本都在京城，我记得你大哥叶威楼也在京城的财经大学读书，我不能总在厌世陪你睡觉，京城那边还有很多事需要我去处理。抱歉，季深为了照顾我的睡眠质量，应该耽搁了不少事。倒也不用道歉，我来你身边也有我自己的目的。那我就报考财经大学吧，这样我就可以和你都在京城。临近高考的前几天，千秋杯的网络小说比赛结束了，冠军得主叶无双。试炼任务8已完成，新的试炼任务将于7天后发布。高考结束当晚，7班聚餐期间，包厢大门被一群喝了酒的混混推开，他们来错地方了。滚出去！好好好，一起滚，一起滚床单。敢打我们老大！混混们一拥而上，想给叶无双一个教训。然而没几分钟，地上哎呦呦躺了一片。包厢门口站着一个路过此地的职场男子。你要是找不到合适的武器，你就自己辞职，别在我们剧组混了。我找到了。小姐你好，我是电影《破晓》剧组的常务孔杰，目前正在寻找一位女武替，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参演这部电影？是那部现代军事战争片吗？是的。女王，网上有超多人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你想去当替身吗？试炼任务发布，试炼任务9，帮助电影《破晓》完成拍摄。可以。那太好了，请问你的名字是？叶无双。叶小姐，她是《破晓》的导演唐伦，唐导演，这个姑娘是我找来的红棉武替，您过眼，如果没问题，我就带她去武术指导那边了。她最好有你说的那种实力，不然你就和她一起离开剧组吧。您放心，她绝对不会让您失望。我亲眼在酒店看他打倒了好多混混。叶小姐，一般武替的价格是100多一天，我可以给你300，没问题的话我就准备合同去了。没问题。孔杰这小子行啊，上哪儿找的大美人？感觉比饰演红莲的女演员还漂亮。联系金兰，让她过来加拍几场戏，这么棒的大戏，不能让她糟蹋了。叶小姐人漂亮，实力又这么强。怎么想着来当武替的？尝鲜。原来如此，尝了鲜就别再当武替了，这个职业不赚钱，还很危险，有性命之忧。如果喜欢演戏，可以去当演员，凭你的条件，一定能混得很好。女群演好心劝阻，仔细介绍道：你可以去 A 公司，这个公司出来的艺人人品都很好，演技也好。B 公司不推荐去，他们的艺人都觉得自己了不起，经常耍大牌。哎呀，要来不及了，我先去换衣服啦。瞎子是吧？如果把我车蹭掉漆，你赔得起？金小姐，对不起。女司机是金兰，红莲的扮演者。道歉有用，要警察干什么？
给我跪下认错。这不会是吧？信不信我发个微博，一句话就让你以后都拍不了戏？叶小姐，你们两个想一起上我的微博是吧？叶无双没说话，拿出手机对着金兰和跑车拍了一张照片。你干嘛？叶无双指着不远处禁止车辆通行的牌子。你有2个选择，第一，给他道歉；第二，我送你一个女明星耍大牌，无视规则撞群演，还让群演道歉的热搜。金小姐确实违规了，这里不允许开车的。他差点撞了女群演，还让女群演给他下跪，真蛮横。还好叶无双反应快，拍了照片，不然女群演哪里搞得过当红女演员？不道歉，那我就发微博了。相信你的对家很乐意看到这条消息。我的错，我没注意车辆禁止通行的牌子。多谢叶小姐，举手之劳。叶小姐，饰演红莲的女演员金娜来了，导演的意思是你俩碰个面，商量商量打戏怎么拍最好。金兰，你跟他商量一下。金兰见女武替是叶无双，眼底飙出怒火。原来叶无双只是靠我吃饭的小武替。好啊，刚才没机会教训你，现在给我逮到机会了吧？唐导演，人家不想让叶无双当我的武替。为什么？人家刚刚没注意禁止车辆通行的牌子，不小心把车开了进来。这个女武替一看，立马把我拍下来，还威胁我说要发微博。人家不喜欢他吗？是这样吗？唐文冷冷看着叶无双，他很讨厌剧组有人搞7搞8，影响电影拍摄。不是这样的。跟过来的女群眼大着胆，把金兰差点撞到他，扇他巴掌，还要他跪下道歉的事全部告知唐文。不知者无罪，人家也道歉了呀。唐大导演，人家就是不喜欢叶无双，把他赶出剧组好不好嘛？求求你了。人家最近刚学了按摩术哦。我有老婆，别对我搞这套。叶无双不会被赶出剧组，你赶紧跟他商量商量，把剩下打戏补拍完。总有些女演员张腿张惯了，见个有权势名望的男人就不知廉耻的想贴上去。唐导演，话我就放这了。电影破晓，有我没叶无双，有叶无双没我，到底是演员重要还是武替重要？您看着选吧。金小姐，咱们签了合同，您现在退出的话，之前支付给您的片酬也得。一点片酬而已，我现在就可以把片酬退回来。不过我得提醒你们一句，你们快赶不上电影档期了，没有我，你们该怎么接着拍呢？确实不想错过档期，但我也不想把叶无双赶出剧组，这可如何是好？不拍就滚，我来拍。叶无双，你想笑死我，然后取代红莲的角色吗？就这么一个还没进社会的女学生，居然不自量力，想跟我抢角色，老天爷呀，这真是我今年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了。你会演戏？会。你以为演戏是照着稿子念台词吗？他会不会演戏，试一试就知道了。我选择青山依旧，风雨捉不住头。红莲死前怎么能笑？她被挚爱的养父弃如敝履，是绝望和愤怒的。你根本不会演戏。他把红莲演活了，那个笑是解脱，是红莲最后的绝唱。孔杰，带他去签红莲这个角色的工作合同。好，叶小姐跟我来。麻烦金小姐把先前支付的片酬还回来。还就还。还有，我这到处都是摄影机，你的所作所为都在摄影机里，你最好不要在网上兴风作浪，试图攻击叶无双，不然以我的人脉封杀你很简单。我知道了。5天后，红莲戏份全部补拍完毕，叶无双离开剧组。你昨天晚上不是说你今天要出差吗？听说你考了全国状元，特意赶回来为你庆祝。只是一个高考而已，不值得你耽误自己的事。你值得，高考对于学生而言是很重要的事，你又拿了全国状元，更值得庆祝纪念。从没有人为我这么庆祝过。以前是以前，以后你的每一个重要日子，我都会为你庆祝。喜欢这顿野餐吗？喜欢。喜欢就好。烟熏了我的眼睛好几次呢。没事吧？没事，不过我可能需要你再帮我一个忙。什么忙？这个忙我怕说出来，你不愿意帮。
只要不伤害我的亲人朋友，我什么忙都愿意帮。也包括这个吗？季申冲动了，他怕叶无双拒绝，他不想再从他嘴里听到任何和拒绝有关的字眼。你说的忙指的是这个吻？不全是，我想让你帮我练习接吻。季申厚着脸皮说出最狗的话。你不会接吻吗？上次在江氏不是？你觉得我的吻技很好吗？说来也很丢人，我其实还是个处。这件事我只跟你这个最好的朋友说过，你千万不要往外传。像我这么大，不仅是处，还不会接吻，很逊吧？这问题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所以你能陪我练习接吻吗？我就知道你不愿意吧。没关系，以后被人笑话就被人笑话吧。万一我遇到一个坏女人，把我连接吻都不懂的事都给媒体记者，那我季家的颜面岂不是？那我帮你吧，只是接吻而已，不会掉块肉。在国外，亲朋好友亲吻是常事，夏国没有这种习俗罢了。何况季申现在也没有女朋友，不是吗？不算我破坏别人的感情。那真是太谢谢你了。那我们要怎么练习接吻？135、246，早上晚上，随时随地。考试结束，志愿填完，叶无双收拾行李回石桥村。出租车上除了他，还有个顺路的男性乘客。车载音乐正在播放着以前的情歌。这首歌好熟悉，是不是那个端木未央唱的？我年轻那会儿，他可火了。是他，除了他有那副被贴士吻过的嗓子，还有谁能唱出这样的高音？还天使，放屁！他就是个娼妓，又阴险歹毒，又放浪下贱。他不仅抄袭蓝天后的歌，公开扇蓝天后巴掌，为上位，还跟娱乐圈里面的大腕们乱搞，最后疑似染上艾滋病，去医院治疗，弄得人尽皆知。下车。我这还没到目的地呢，让我下车干什么？我钱都给了，你脑子有毛病吧？老娘让你下车。你是真的有病，操，算老死倒霉。小妹妹，不好意思啊，这一趟不收你路费。阿姨脾气不好，听不得有人说偶像坏话。没事，歌很好听。好听就对了，我偶像的高音，那可是放在国际上都无人能敌的。你别听刚才那男的胡扯，端木未央不可能做出新闻上的那种事。我年轻时去京城打工，被小偷抢了行李和钱包，脏兮兮的露宿街头，是端木未央救的我。她很善良，很漂亮的，就凭她当年在路边救我，她就不可能是新闻上的那种人，她肯定被人害了。媒体都他娘是大傻逼。端木未央现在呢？艾滋病一事之后，他的粉丝在公司前去堆烧他的海报和专辑，他的父亲解除和他的父女关系，他自己失踪了。第二天家里多了一个不速之客，女人是蓝宝，夏国国民级女歌手，人称蓝天后。端木未央，我们几十年没见了，我来你家，你连一口热茶都不愿意端给我吗？我不是什么端木未央，你认错人了。我老婆不是你口中的人，请你离开。别装了，我聘请的私家侦探已经得知了你的消息，你爸你妈都不要你，而我却找了你几十年，你感动不感动？你只是想向我炫耀，你现在过得很好罢了。你说对了，我真就只是想炫耀给你看。当年你跟我说实力就是一切，我永远不可能超过你，可是你看现在，我名扬海内外，拿过金唱片奖，你呢？你才50，就老得像60，衣服也破旧，住的地方更是偏僻，嫁的甚至是个农民。天哪！不过看你过得这么惨，我就安心了。滚出去！这就是叶无双吧？长得和你还挺像。巧了，我也有个女儿，我女儿刚从国内知名音乐学府毕业，本来我想直接安排她出道，可她非要参加一款名为《璀璨之星》的选秀节目，想凭实力出道，还要继承我的衣钵。我得去看望我女儿，就不打扰你们了，拜拜。试炼任务10，参加璀璨之星选秀，成功出道。妈妈为什么要改名？对不起，对不起，有这么一个声名狼藉的妈妈，很痛苦吧？你妈妈就是端木未央，曾经和蓝宝是好朋友，蓝宝心存嫉妒，
托了你妈妈还未发表的曲子悄悄发表在外网，然后倒打一耙，说你妈妈抄袭。本来你妈妈想着两人就此分道扬镳，谁知蓝宝儿又突然道歉，说自己一时想不开做了坏事，后悔了，说愿意在媒体面前证明你妈妈的清白。你妈太善良，进来那个女人喝了她下迷药的酒，被送进全是娱乐圈大腕的包厢。蓝宝儿拿出假诊断说明，说你妈可能得了艾滋病。你妈的娘家人比较保守，一开始就不喜欢你妈抛头露面当歌星，出了这事直接断绝了亲人关系。然后你妈真以为自己得了艾滋，加上亲人抛弃，粉丝咒骂，以为自己这辈子都毁了，精神承受不了，崩裂。实际你妈没有被侵犯，她嫁给我的时候还是黄花大闺女。我知道了，改名是想抛开过往，重新开始生活。我暑假就不在家里待了。不在家要去哪？去云都参加璀璨之星的选秀。大家好，我是蓝如烟。蓝天后的女儿怎么会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突然有种蓬荜生辉的感觉，是怎么回事？请千万不要这么说，妈妈的成就是妈妈的，与我没有任何关联。来这里也只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出道。性格真好。大家好，我是叶无双。你来璀璨之星的目的是什么呢？出道。我从你简单的回复里听出了绝对的自信，所以你是相信自己一定会出道是吗？当我站在这里，我的结果只有一个，出道。端木未央的女儿怎么也参加了璀璨之星，票数还比我的女儿高几倍。助理，给各大新闻娱乐分类的主编发封邮件，告诉他们阴险放荡的端木未央没死，他女儿还参加了璀璨之星，正是当前排名第1的叶无双。无双，这几天的集训太累人了，休息日我俩打算去泡温泉，你要去吗？不了。姑娘，要烤红薯吗？便宜美味。姑娘，要青铜古董吗？全是真货。姑娘，哎，要蛋糕吗？替身。不错，有进步。你说什么？没什么，走吧。替身带着叶无双来到一家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选秀期间的每个休息日，我都会在这里陪你。节目和新闻我都看了，已查出是蓝宝在背后鼓动媒体，他和你母亲当年的事也在调查中，只不过年代久远，想调查出真相还需要一段时间。石桥那边，我也命人拦下了记者，不准他们骚扰你的父母，你只需要专心比赛出道即可。叶无双有点意外，替身连这一层都考虑到了。你真的帮了我很多。感动吗？感动的话，就不要胡思乱想，一切有我。叶无双，我觉得长辈的事情不是我们能肆意评论的，至少现在我们是可以相互信任的队友，希望你不会心存芥蒂。有格局，不愧是蓝天后的女儿。我没有心存芥蒂。那就太好了。那怎么样？叶无双为难你没有？你们组谁 C？ 他不敢 C 位的话，我和他都是，把5改了。为什么给他这个机会？他越撑不起主题，我越能撑，双 C 站在一起，对比更明显，对我更有利。行，是我的女儿，脑子转得够快，我联系导演组，让他们再多给你一点镜头，一定要把叶无双比下去。到了公布排名的时刻，请叶无双和蓝如烟上台。第2名，蓝如烟。本次公演第1名，叶无双。大屏幕播放叶无双粉丝的应援视频。叶无双，你认识视频中的男人吗？据我所知，这条视频的转发量已经超过50万，为你拉了不少票。认识，是我最好的朋友。替身的背影，他一眼就认出来了。那你能为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钢琴上面会有一块黑森林蛋糕吗？有网友推测是送给你的。我喜欢蛋糕。这次怎么这么早？我本打算等下去接你。结束的比较早。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朋友贺连清，我的大学同学，现任夏国科学院古生物科学家。你好。你好，无双，我总算见到你了。某人可是恨不得把你的名字贴在身上，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一个非常厉害的好朋友。你也很厉害。
再夸下去就成商业互吹了。走，我请你们吃晚餐。走吧。餐间，贺连青和季申多年未见，聊了不少大学趣事。在他们的大学时光里，我是一个局外人。餐后，叶无双和季申返回酒店套房。叶无双躺在床上，心情莫名的糟糕。不舒服吗？有点累。辛苦了。没那么辛苦。叶无双真相，我梦寐以求的小气人。我这边已经找到你妈妈端木未央没有抄袭的证据，这张照片的实际拍摄时间比蓝宝所谓的原创时间早。但是光凭这一张照片还不够洗清妈妈身上的黑名。妈妈当年被指为了上位，不惜出卖身体，实际是蓝宝用特殊迷药迷倒了妈妈。那个迷药一般人弄不到，得找到药的来源。迷药是蓝宝的小混混拼凑搞到的，事后他拿了蓝宝的钱离开夏国，在外国混迹。我的人正在找他，你只管比赛，别的事我会帮你处理。等所有证据齐全，我会让蓝宝身败名裂。变起你的天下，天是你做的这条，当不延续是不捆绑着这条。我认为蓝如烟不配参加这次公演。为什么这么说？蓝如烟所负责的高音部分抄袭了另外一部作品。我没有抄袭，你有证据吗？我化名 Freedom， 在外网上发表过几个作品，其中一首曲子的高音与蓝如烟所负责的高音完全一致。叶无双是 Freedom， 他怎么能是 Freedom？ 不论如何，我不能承认抄袭。我用我的人格担保，我绝对没有抄袭。蓝如烟有没有抄袭？我们核对后会发布公告。在此之前，你们继续集训，等待观众投票和淘汰。鉴定结果显示，蓝如烟确实存在抄袭，而且叶无双是 Freedom 的事也被证实。我们不能如实发公告吧？不能发，发了就得罪蓝天后了。都在一个圈子混，能不得罪就尽量别得罪。看看措辞可不可以折中一下？我只是撞了灵感。既然有抄袭嫌疑，我们组愿意重录，并且愿意把现有票数清空，且重录后的票数不论多少都减掉一半作为最终统计，以示清白决心。这一顿操作非常机智，节目组不得罪蓝如烟的天后妈妈，蓝如烟还减少了自己被诟病的力度，她的粉丝也会更加心疼。休息日到来，叶无双返回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季申不在，一直等到晚上，季申也没回来。季申，之前保护你的臭娘们怎么不见了？别藏了，滚出来受死！为了你的项上人头，老子可赔了不少手下。季少，我帮你拦着，你快走。他们在去云都见叶小姐的路上被人阻拦，已经战斗很长时间了。我走你必死无疑，他们人多。我这条命是您施舍的，为您死，无怨无悔。你的命，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季申猛窜出去，一脚把带头杀手绊倒，毙了他，转身对着丛林连开6枪，弹无虚发。季少，手机修好了。他的手机在战斗里损坏了。有事来不了吗？没事的话，给我回个消息，我很担心。我回去了。看来叶无双一夜都没怎么睡，季申心里翻涌着庞大的情绪，拨出他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你们看新闻了吗？咱们国最年轻的古生物科学家贺连青昨天获奖，收到了季少送去的鲜花呢。媒体都猜测季少和贺连青的关系，虽然贺连青曾经说只是大学同学。季申昨天在给贺连青庆祝吗？燃烧我心，碰出爱的痛歌。叶无双 YYDS， 无双才是真正的蓝。你真的要用回归蓝为你女儿叶无双应援吗？是，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来之前练过嗓吗？每天都练。实力不减当年。拿到完整视频后，李春兰注册微博上传视频。双儿加油，妈妈永远支持你。不得不承认，李春兰或者说端木未央在夏国歌坛是独一支的优秀。
为什么唱歌这么好听的女星会在30年前做那样低劣卑鄙的错事呢？真的很可惜。李春兰的应援视频火了，而且是大范围的火了。蓝宝儿眼看自己女儿被超过，气得肝都疼了。端木未央，这些网民不支持我也就罢了，居然去支持端木未央这个小贱人，都是瞎了眼的蠢猪。休息日，叶无双拿到手机开机，看到季申发消息说他上次休息日迟来的原因，原来是在来的路上被耽误了。啊，抱歉，我上次迟到了。他曾告诉叶无双，以后每一个休息日都会陪他，上次食言了。我看到你发的消息了。那就好。季申，你看新一期的璀璨之星了吗？看了，最后的 rap 很帅，你和你妈妈都有一副好嗓。季申，我不想和你继续做好朋友，我想当你女朋友。是吗？自己刚刚好像出现幻听了。叶无双主动说想当我女朋友，这怕不是在白日做梦。见季申反应如此平淡，叶无双停下脚步，嗓音提高：季申，我喜欢你。男人瞬间被定在原地。你刚刚说什么了？我喜欢你，我不想和你只当好朋友，我想追求你。如果我不接受呢？我喜欢你，我想追求你。如果我不接受呢？笨蛋，你不用追求我，我已经是你的了。真的？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找人练习接吻吧？为了骗你上当，我可是用尽手段和心机呢。你居然骗了我这么久！别生气，你大哥出事那天，我想跟你表白，但你那时对爱情的看法很不幸，即便我告白，你也只会拒绝我，并且远离我。季申那个时候就喜欢我了？我可以义无反顾地走向你，但喊开始的权利在你手里，所以我一直没有表白。唯一的转折点在奶奶生日宴会，记得吗？我让你亲我的脸，却不小心吻到了唇。我尝到了你的滋味，便贪婪的想要更多，又不想让你惊慌，就编了一个练习接吻荒诞的借口。不过这你也信，只能说我演技确实可以。你不当演员可惜了。比起当演员，我更想当你的唯一。叶无双今天跟我表白了，我们正式在一起了。虽然，但是我感觉自己在路边走得好好，突然被人踹了一脚。无双先表白的。我和他在街上走路，他突然表白。可以，钢铁直女人设不到，连表白都这么随意简单。浪漫能当饭吃吗？我家无双这叫朴实无华，直率坦诚。璀璨之星节目已经进入到决赛，这一次大家都不用上交手机，最后的公演主题是全原创，创作需要灵感，灵感需要有来源，手机是来源之一。叶无双一组开始讨论团队的团名，叫 Water 如何 ？Water 水，多情是水，百变是水，人类躯体由70%的水组成，万物起源也离不开水。W 代表叶无双的无 ，A 代表安彩霞的安 ，T 代表李甜甜的甜 ，E 代表风清河的河 ，R 代表许柔的柔。这个好。李甜甜，广告商给你的报酬到了，让你去办公室收一下。快去吧，你妈妈的手术可不能拖。真好，上次公演把 C 位让给他，他真的被广告商相中，拍广告拿了一笔广告费。安彩霞羡慕却不嫉妒，我还没拍过广告呢。放心，等咱们出道火了以后，啥广告都有。李甜甜，你妈妈好像并没有生病，利用别人的同情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曝光和机遇，好玩嘛？你不也在初舞台上假装自己只有D的实力，借此收获了一大堆努力粉吗？不用50步笑100步。男同学，两人曾是同班同学，没什么太好的关系，但恰好都知道对方的底细。当我把叶无双干掉，凭什么？凭我妈是蓝宝儿，凭她的人脉和知名度，能轻轻松松让你在娱乐圈少奋斗10年。配合我做掉叶无双，然后加入我的团，让叶无双身败名裂。马上就是决赛了，我们排练了很久，我若离开，一切都要重新调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对他们的前途也有影响。尤其是安彩霞，她年纪最大，再不出道，以后就没什么机会了。而且他们对我很好，又是教我跳舞，又是让给我 C 位，我们是情比金坚的好姐妹呢。不愿意。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得加钱。我回来了，快来练舞。等等。今日份的练习完毕，李甜甜拿着手机打算回宿舍，嘴里说了一句：对了，
来到叶无双面前，表情羞涩。我也有个对我很好的异性朋友，但是我害怕。无双，你和你男朋友真的是从普通朋友开始的吗？是的。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相处得很舒服。你妈妈回归后，我看到好多蓝宝的粉丝在网上骂你们母女。无所谓，我们不在意。你们没有被影响就好。我先洗澡去了。李甜甜习惯把手机倒扣地上，这次不仅立起来了，还把镜头对准舞蹈室。她想干什么？姐妹们，蓝如烟组决赛用的作品被狗仔伪装的保洁大妈泄露了。什么？快让我们看看，甜甜怎么在竞争对手那边？而且他们摆的开场动作和我们好像的开场动作好像。这不是我们的原创 Go Water 吗？舞蹈动作也和我们的一样，走位分毫不差。热搜还有个叶无双承认母亲抄袭。无双，你妈妈真的抄袭了吗？是的。你妈妈也为了上位，跟圈里很多大佬睡过。你怎么这么淡定啊？难道你和你妈不觉得自尊自爱是女性最重要的品格吗？无所谓，我们不在意。视频结束，李甜甜附文：即便我卑微如蝼蚁，即便我言轻如草芥，我也要曝光叶无双的真面目。我不愿与这等货色为伍。经节目组商讨，允许我加入蓝如烟组。我操李甜甜的大爷！明明他问叶无双的问题根本不是这些。我们把李甜甜当姐妹，甚至放弃自己的出彩机会，让李甜甜被广告商选中拍广告。李甜甜就是这么报答咱们的。李甜甜背叛了我们，还有一剪辑视频给无双泼了个大脏水。更恶心的是蓝如烟那帮家伙，把我们的歌舞原封不动抄袭过去的，一点都不带改的。我估计泄露也是提前安排好的。现在怎么办？我们的作品成了蓝如烟组的作品，如果我们说实话，网友信吗？离决赛还有3天了，现在重新作曲作词编舞还来得及吗？这是新歌，你们熟悉一下，我先出去一趟。无双只用1晚上就把新歌连曲带词的写出来了。重点难道不是他很聪明的预知到了李甜甜会叛变吗？话说这首歌好像更好听耶，我感觉我们组又行了。叶无双简直是宝藏。蓝如烟联手李甜甜抄袭我们的作品，我要我们练舞室的监控当证据。不巧，你们组练舞室的监控刚好坏了。所以你们打算硬保蓝如烟出道？我就喜欢你这股聪明劲。璀璨之星的背后是青芒平台，蓝如烟的爸爸是青芒平台最大的股东，顶头上司发话，我们能怎么办？你们打算硬保蓝如烟出道？蓝如烟的爸爸是最大的股东，顶头上司发话，我们能怎么办？大家上有老下有小，都要讨个生活。可以理解，我有个要求，不准任何人再接近我们组的练舞室。小问题，这点权利我们还是有的。不过听你的意思，你在准备绝境逆袭的大杀器喽？绝境？他们还没有资格把我逼到绝境。他这是看了多少本龙傲天小说，才能狂成这样？世人对他最大的误解，就是觉得他很狂。可他狂吗？他不狂，他只是在叙述事实。我有预感，蓝如烟一家的好日子要到头了。帮主，要我把蓝如烟一家绑票吗？主人，我直接把蓝如烟和李甜甜杀了吧。大可不必。蓝如烟组被泄露的作品是你的吗？编曲是你的风格，他没那个实力。他抄袭了我的作品，我只能连夜写好新歌应对决赛。一夜就能写好新歌？我女朋友好厉害，蓝宝的姘头也有线索了。多久能抓到？7天之内。无双，我想你了。无双，你看微博上面有一个记者艾特你了，问你看到蓝如烟那边泄露出来的作品有什么想法？照搬是抄袭我们组的作品，是废物中的废物，建议回娘胎重造。叶无双的回复在网上掀起一阵风浪，蓝如烟的粉丝最是不服。在一部分网友们尽情吃瓜的时候，一部由唐文导演的《破晓》正式上架影院，24小时内票房破3亿，饰演红莲的演员叶无双火了。这个18岁的女学生怎么连演戏都会？因为叶无双精湛的演技，网上好多人又开始喜欢叶无双了。现在他们组的票数马上就反超咱们了。如烟，你不能让你爸通融一下，让我们看看叶无双组的4个人这几天在练舞室密谋什么。我爸是青芒的股东，
不是青芒所有人的爹，没到什么事都能管的地步。再说了，你和叶无双他们用了半个多月才完善 Water 这首歌，让这首歌尽善尽美，明天就是决赛了。难道你认为叶无双可以在3天之内拿出比 Water 更好的作品，然后打败我们吗？他们的团名是 Water， 宣言是像水一样温柔多变，又好听又好看，他们都是有实力的神仙妹妹，呜呜。就问叶无双拿什么超越蓝如烟？接下来要上台的是由叶无双、许柔、风清和安彩霞4人组成的女团，他们的团名是 Fire， 他们的宣言是烈焰如我。一个叫水，一个叫火，水火不容吗？救命！这首歌比蓝如烟他们炸多了。刚刚是谁说叶无双组无法超越蓝如烟组的？你们组的开场为什么要抄袭我们组的作品？叶无双，你真恶心！蓝如烟、李甜甜，你们要欺负叶无双到什么时候？突如其来的队友内讧，让所有人都一愣。请各位看大屏幕，这是我用手机偷拍的视频。如烟，你不能让你爸通融一下，让我们看看叶无双组的4个人这几天在练舞室密谋什么？我爸是青芒的股东，不是青芒所有人的爹，没到什么事都能管的地步。听他们的意思，Water 这首歌是叶无双组的。李甜甜带着歌去投靠蓝如烟，逼得叶无双组只能在3天之内完成刚刚那么炸裂的新作。抄袭这件事，叶无双他们怎么不找节目组帮忙澄清？璀璨之星背靠青芒，蓝如烟的爸爸又是青芒股东，节目组怎么帮忙？不想要工作了。陈娟，我对你也不差，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如烟，你别怪我。你说你妈可以让我少奋斗10年，可另外一个人能让我全家少奋斗100年，你说我选择谁好？那个人是谁？难道是替身？也只有替身有这么大的手笔。蓝宝连忙上台想办法补救。如烟，我知道你想起了妈妈当年被李春兰抄袭的事，想帮妈妈出口恶气，但你怎么能用这种办法？你不能屠龙者终成恶龙吗？明明你可以凭自己打败叶无双。一句话给女儿不光彩的恶行找了个光彩的理由。对不起，妈妈，我知道错了。你们能别倒人泪口吗？蓝宝，当年是你抄袭的李春兰才对吧？请各位看大屏幕，这是一张从蓝宝私人社交账号的秘密相册里找到的一张图片，是别人匿名发给我的。我给你们从解析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蓝宝当年说这首歌是在15号于外网发布的，可这张手稿照片却拍摄于10号。可以猜测，李春兰把蓝宝当好闺蜜，甚至不惜分享珍贵手稿给蓝宝看，蓝宝却起了贪心，把稿子拍下来发到国外，等李春兰在国内发布的时候再反咬一口，说这是自己的原创。你撒谎。还有一个人，我猜天后蓝宝儿一定非常想见，窦华。替身不是说要用7天才能找到这个小混混吗？怎么3天就？蓝宝儿，当年你假借承认抄袭的名义请李春兰去酒吧喝酒，让我在酒里下迷药把她迷晕，再送进男人堆里，诬陷她放浪不堪的事，你还记得吧？你还说我如果干了这一票，就先送我去国外避风头，等风头过了跟我结婚。可实际呢，你把我送到国外，抢走我的护照和身份信息，害没文化的我这么多年都不能回国。你老婆以前在我们酒吧是个给钱就能坐的公交车，我傻乎乎的动了真情，供她签经纪公司，没想到最后让你这个有钱人接盘了，真惨呐！蓝宝的股东老公哪知道蓝宝以前这么下贱，当场捂着心脏昏迷，送医院抢救去了。完了，什么都完了。你涉嫌严重的公开造谣。你也一样，你们都触犯了刑法，跟我们走一趟。是蓝如烟让我这么做的。蓝如烟说可以让我少奋斗10年，我只能算从犯，他才是主犯。你住嘴！是谁说自己妈妈生病需要手术，骗叶无双他们让 C 位给你？你最见利忘义，少在这装无辜。咱家双儿真棒，妹妹超厉害。我在豫园订了一个包厢，出去吃晚饭。我在节目组大楼看到季申了，他在现场看你的决赛，却因为某些原因没有露面。大哥，你们先吃，我马上回来。无双这个时候应该和家人团聚。算了，时机还没成熟。别说他刚搞清楚爱情和友情的差别，就算情商正常的人刚谈恋爱，
也不可能这么快走到这一步。季申，等等。季申刚吐出一个字，就被叶无双拉着奔跑。爸爸妈妈，大哥，五哥，给你们介绍一下，季申，我的男朋友。能证明妈妈清白的人证物证也是他帮忙找到的。叔叔好，阿姨好，大哥好，五哥好，我是无双的男朋友季申，京城季氏集团董事长兼 CEO。我比无双的五哥年长几岁，不过辈分在这里摆着，该喊哥的地方还是要喊。你不是双儿女同学的哥哥吗？怎么突然就成了双儿的男朋友？而且京城季氏是那个千年大族季氏，记得季申给女儿送过一次蛋糕，还在家小住了几天，怎么同学哥哥摇身一变成了身家过千亿的商界大鳄？女同学的哥哥这个身份是我编出来应付父母的，现在被追问，若是实话实说，就会牵出陪睡的事，爸爸妈妈恐怕无法接受。我的远房表妹在飞鸟读书，也是因为她，我才认识了无双，被无双吸引。京城季氏也的确是您口中的千年大族。远房表妹，我们家宝贝女儿虽然也品学兼优，才貌双全，但叶家只是普通家庭，入不了你们季家的眼吧。对于叔叔的担心，晚辈只能说，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好啦，别这么严肃，女儿也成年了，有她自己的分辨能力，让他俩先谈着吧。谢谢你帮我澄清污点，坐。无双，我好高兴。我也很高兴。享誉全国的唱歌天后蓝宝涉嫌抄袭和造谣，名下公司查出偷税逃税，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10年。没想到蓝如烟不是我的骨肉，自己戴了这么多年的绿帽，就算蓝宝儿出狱，也绝不给他好果子吃。蓝如烟被判刑拘5个月，妈妈坐牢，有钱爸爸不是亲爸爸，粉丝转黑，未婚夫也解除婚约，天堂和地狱瞬间逆转。失恋任务10已完成。无双，那我们仨就先去国外医院学府深造了，以后有什么心事的话，欢迎联系我们哦。许柔、风清河、安彩霞离开，季申也回京城，暑期马上结束，大学开学在即，他会在京城等他。叶无双来到父母下榻的酒店。双儿，这是妈妈的弟弟，你的小舅端木瑞。双儿，跟妈妈去一趟端木家吧。那我现在就买飞机票。叶状元你好，我是京城财经大学的校长，联系方式是通过上官青林校长要来的。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听上官校长说你已经到京城了，过几天是我的生日，可以邀请你过来玩一下吗？清北那边放下狠话，要把叶无双挖走。叶无双这个宝贝疙瘩是我们财经大学的，谁都别想抢走。恭敬不如从命。我把时间地点发给你。与端木家族短暂重聚3天后，叶卫国、李春兰返回石桥村，老夫人想留两人在京，李春兰拒绝了，表示乡下虽然辛苦，贵在自由自在，她会定期来京城看望父母亲人。叶无双因为马上要开学了，并没有和父母一同离开。无双，这几天光和你妈妈聊别的，倒是忘了问你，你考了哪所大学？京城财经大学。跟静儿一个学校，真巧。她也选了京城财经大学，还是以专业第2的成绩考进去的呢。端木静是二房家的女儿，比叶无双大1个月。你就住这里吧，虽然离财经大学远了点，有司机每日接送你和静儿。外婆的好意外孙女心领了，只是外孙女提前和同学在市区租了公寓，不好丢下她。我夜里需要寄身在身边才能安稳入睡，只能撒个善意的谎言。答应了别人的事，也的确要好好做到。不过你每个月都得回来参加家宴。好。静儿，无双跟你考上了同一所大学，过几天就要开学了，你记得在学校多照顾她。我会好好照顾她的。既然你也要去财经大学念书，那明天财经大学丁校长的生日宴会，你跟我们一起参加吧。丁校长，丁春秋是他的老朋友。小小姐，您说的公寓在哪儿？先去商场，我买点东西。叶无双看着手机里季申发来的约会邀请，心情忽的有些微妙。这是他们确定情侣关系后的第一次正式约会，叶无双莫名的想好好打扮一下。今晚这身衣服是端木家的人为你打扮的吗？是我自己打扮的。妆也是自己化的吗？
为我而画。晚餐过后，两人回到租住的公寓。这是什么？我和你要做的100件小事。我觉得你少勾了一个地方。哪里？在一起接吻10分钟。你不在餐厅深吻，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你动情的迷人模样。回了公寓就不一样了。两人四周的温度越来越高，男人及时刹车，无奈的在心里叹息一声，进浴室冲凉去了。静儿，你衣柜里有无双能穿上的礼服吗？表妹个子较为高挑，我的尺码她穿不上。现在让人送一套礼服过来呢。散了，来不及了，就这样吧。连一套能参加高级宴会的礼服都没有，外孙女这些年过得不太好，真是一个小可怜。都怪我，我早点找到女儿一家的话，就不会让外孙女面临这种尴尬的局面。静儿，你带无双四处逛逛吧。好的，奶奶。表妹，那里有蛋糕、薯条，前面有清粥、煎饺，你想吃什么？我帮你取。我自己拿就好。那我去前面盛一碗清粥垫垫肚子。两人暂时分开。哎呀，对不起啊，端木镜，我的手突然有点抽筋，把红酒泼你裙子上了，你不会怪我吧？没事。真没事还是假没事啊？别嘴上说没事，心里想着日后怎么算计我吧。我知道你嫉妒这次高考分数我比你考得好，是京城第2。我没嫉妒你，高婉如，松手。你凶什么凶啊？会不会好好说话？端木家就是这么教你的。既然没嫉妒我高考比你好，那就是嫉妒阿轩现在是我男朋友喽。我告诉你，我没有插足你跟阿轩的感情，是你自己太古板，太无趣，人家才跟你分的手，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确实和你没关系，你只是脱光了衣服跟他视频聊天而已。端木镜，你怎么能用这么荒唐恶毒的话抹黑我的名声？我不就是高考分数比你高了点，又更受阿轩的喜爱吗？我也说了，我是手抽筋了，才不小心把红酒泼在你裙子上的，我真不是故意的，你不要这么得理不饶人好不好？求求你了，呜呜呜！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大家不由得对高婉如生出一分同情，连带着看端木镜也多了一分厌恶。表姐，把粥给我。你是端木镜的表妹，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叶无双绝美的脸上一片冰冷，把瓷碗里的粥浇在高婉如头上。我只是也抽筋了而已。现在最好的办法是顺着这2人来时的路，包围整个红队的学生，要挟警方放我们离开。叶无双把瓷碗里的粥浇在高婉如头上。我只是也抽筋了而已。端木镜，看看你表妹干的好事，我的头发，我的脸，我的衣服。宛如孙女儿，这是怎么回事？谁干的？端木镜的表妹，她故意把粥泼在我头上。好你个端木家，端木红，宴会还没开始，我孙女就成了这样，你最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无双，发生什么事了？还有静儿，你裙子上的酒渍怎么来的？高婉如泼的。高婉如，你为何泼我的孙女？我那是手抽筋，不小心才把红酒泼在端木家裙子上。他不同，他是假装抽筋，故意把清粥泼在我头上的。你凶什么凶？会不会好好说话？高家就是这么教你的。肌肉抽搐的发生机制，人类医学尚未完全查明。凭什么你的抽筋是真抽筋，我的就是假的？还是说，你高婉如是领先世界的顶尖天才女医生，看一眼便知别人的抽筋是真是假？高婉如，你怎么能用这么荒唐恶毒的话抹黑我的声誉？我不就是长得比你好看几倍吗？何必如此得理不饶人？你今天的事，你们必须得给我们端木家一个交代。这误会一场吧。宛如，既然误会了，就给这位无双道个歉。你是叶无双，那个参加了璀璨之星选秀和破晓电影的叶无双。所以你不配出现在这里。今天是京城财经大学丁校长的生日宴会，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教养与才学兼备？哪怕我们这些小辈都在高考里考了不俗的成绩，你呢？一个不学无术，成日抛头露面，只能靠唱歌卖舞来养活自己的戏子，有何资格出现在这种宴会？闻言，高老爷子又支棱起来。
端木老兄，你家好歹也出过9个状元，怎么就让自己的外孙女干起下九流的事了？难怪我觉得叶无双有点眼熟，把当低等戏子的外孙女捧成宝贝，端木家真是自甘堕落了。端木家的老祖宗要知道，后代出了这事，会不会气死？跟这种戏子出席同一场宴会，我都觉得自降身价。端木老爷子和老夫人一下子无话可说，表情略显难堪。他们愿意以亲情为重，但圈子里的人不会这么想。演员、歌手在他们眼里就是下九流的职业，戏子这一身份在他们眼里是原罪。这时，生日宴会的主人丁春秋姗姗来迟。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两家小辈的礼物都乱糟糟的？丁校长，小辈发现有人不尊重您。谁不尊重我？端木一家，您这一生最是廉洁，也最厌娱乐圈那蝇营狗苟、贪图钱财之流。今天是您的生日，端木一家却携了一个戏子外孙女叶无双来给您祝贺，这不是打您的脸吗？表妹和娱乐圈那种胸无点墨的明星不一样，虽然她高考分数不太高，但她也考得差就是考得差，找什么理由借口？戏子也就是戏子，别想着立文人牌坊。放在古代，叶无双就是个搔首弄姿、供人娱乐消遣的玩意。丁校长，您再看叶无双身上穿的，连正装都算不上，一点礼仪都不懂。我觉得她根本不配出现在您的生日宴会，您觉得呢？她要是不配出现在这里，你更不配。我刚刚是不是听错什么了？丁校长说高考成绩京城第2的我更不配出现在这个宴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叶无双，今年的全国高考状元，并且是100年难得一遇，各科都满分的高考状元。有他这样的分数，别说穿运动服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就是穿花棉袄过来，我也没有意见。你倒好，目不识珠，还在我的生日宴会惹是生非，给我出去！叶无双是我好不容易请来的宝贝疙瘩，万一学霸叶无双一怒之下从京城财经大学退学了怎么办？丁校长，我不知道叶无双是满分高考状元，我以为他只是一个下九流的。你还敢说下九流？什么是下九流？那是古代封建社会留下的糟粕歧视。我是不喜欢娱乐圈的蝇营狗苟之辈，但这不代表娱乐圈的明星全都无人品无下限。出身书香门第的人，也不全都纯良无害、品德高尚，用法律认可的正规职业去贬低一个不偷不抢的人。高婉如，你的思想太狭隘了，给我出去！我的生日宴会不欢迎你。高老弟，你说你家也出过几个状元，怎的到了这一辈，思想越发迂腐退步了？不行就向我端木家多学习。你瞎说什么呢？我们端木家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不就是外孙女把各种冠军拿到手软后，又随随便便考了个各科都满分的高考状元吗？你们第2天是财经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无双，好久没见了，晚上聚一聚吧。今晚我们元气班有个聚餐，我和我哥可以参加这个聚会吗？想看看集体考上财经大学的班级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这样，江家双子星都去了，无双也把表姐端木静一起带了过去。晚上的聚餐十分热闹。军体拳是由拳打、脚踢、摔打、搏刀、搏枪等格斗动作组合而成的一种拳术。在教你们之前，我会找个人演练一下，你们谁愿意上来？叶无双吧，他在破晓里面演的红莲，打戏还挺厉害的。高婉如厌恶叶无双，他要让叶无双在丁校长生日宴会上给予他的羞辱加倍还回来。破晓电影里人人称赞的红莲打戏不过尔尔。再说演员都在演戏，和现实不一样，对上军队出来的教官，叶无双一定会输得很难看。叶同学，露两手。叶无双出列。高婉如期待着教官把叶无双打趴，然而叶无双并不和教官有正面的交锋，教官攻击他的时候，他只是神情淡定的后退。归队。教官看出了叶无双的避战，也不知道叶无双是害怕还是故意，只能收了攻势，让叶无双回去。两人的演练演了个寂寞。就知道叶无双没实力，不敢和教官打。不是说叶无双打戏贼牛吗？为什么一直躲避？教官，要不然还是让我和您对打一下吧。我之前以为叶无双有真材实料，才举荐叶无双和您比，不知道他胆子这么小，一点反击也不敢。我呢，没拍过电影，但从小练跆拳道，现在的水平是黑带4段，虽然没有您强，
不过做您的演练对手，展露一下军体拳的优点，应该足够。黑带4段，我的妈呀，谁没看出来？高婉如除了学习成绩不俗，跆拳道也这么牛。高婉如出列。是。他主动攻击教官，与刚才一直躲避且沉默的叶无双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度把教官逼退。同学们以为高婉如比教官强，其实只是因为教官没用真力。时间一天天过去，军训结束前有个军事演习暨开学典礼。叶无双、简骄阳、孟云锦和一部分7班学生及新生是蓝队，高婉如、端木静和一部分7班学生及新生是红队。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是士兵，你们的目标是爬上山顶别墅，夺走代表胜利的旗帜。你们的敌人也在北面，随时准备出发。不管你们中途是否遭遇，你们最后都有一战。随时注意你们的周围，谁身上有空包弹打到的痕迹，谁就直接死亡，原地待命。本次演习全程直播，指挥官到，带上你们的兵，出发。2队人朝山顶出发。哥们儿，你们觉得哪队会赢？这还用想，高学妹那队会赢啊，她可是黑带4段。老大，我以前来过这里，山顶有一个废弃别墅，咱们可以暂时住在里面，躲过这阵风头。货都带了吗？走，上山。怎么回事？是毒枭团伙通知山脚下的教官，让他们用对讲机联系学生，终止演习，全部撤退。对讲机信号被干扰了，教官无法联系学生，只能带队上山搜寻。老大，我们误入了财经大学的直播军事演习。直播？你是说我们被发现了？毒贩老大做梦都想不到，自己是这样曝光的。现在最好的办法是顺着这2人来时的路，包围整个红队的学生，要挟警方放我们离开。走。突发意外事故，还出了人命，校方赶紧把操场上的师生驱散，让他们各回个班。是否切断直播？不可以，没有对讲机，这是我们唯一能知道学生行踪的东西。把学生的精准点位全都告诉山里面的教官。是，但距离教官最近的学生也要花30分钟才能到达。你们也去增援。是。红队指挥官高婉如从小道找到了那2个无辜死亡的同学。萧琪、赵武，我不是让你们2个探完路回来向我报告情况吗？怎么还趴地上睡着了？我不是让你们2个探完路回来向我报告情况吗？怎么还趴地上睡着了？高婉如发现别人入侵了，只要这位小姑娘谨记自己作为指挥官的责任，敢顺着小路原路返回，就能抢先毒枭团伙一步，救下红队成员。她应该会回去的，她有跆拳道黑带4段的实力，前几天在学校门口还孤身一人从混混刀中救下了一名被挟持的女学生，被大家夸为正义勇敢的女英雄。此话一出，丁校长和军官的脸色都好转了些许，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高婉如身上，可希望本人却颤抖着吓尿了。高婉如是指挥官，他怎么能逃跑？他跑了，端木镜他们怎么办？此时那些听他指挥原地待命的红队学生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被那群屠夫包围。他们将红队学生绑好，丢进了废弃别墅，拿走1名学生的对讲机，同时也恢复信号。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在听着，我想告诉你们，我手上有很多人质学生，等下我会让我的手下把这群学生的人名逐一报给你们听。我们在山顶的废弃别墅里，我们有很多危险的枪支弹药，我们的脾气也不好，暴躁的时候会想杀人助兴，不想让我们太暴躁的话，就准备几辆车。许之意、陆明义、魏春晨。念到元气班学生名字的时候，简骄阳、孟云锦红了眼。端木镜。念到端木镜这个名字时，叶无双眼中寒芒更重。刚刚那一枪是上课铃，切记别让我等太久。所有蓝队学生全部紧急撤退，撤退。试炼任务发布，试炼任务11，解救废弃别墅里的人质。叶无双留在原地没走，其余学生得到命令，逃也似的飞快下山。女王，你不走吗？你想进去救他们？你们先走。你不走，我也不走。我也想救他们。我们也一样。7班学生选择都留下来。我们配合女王，一起营救他们。那群人有真枪，跟着我一起行动，你们可能会送命。送命就送命，
让我们丢下你和他们，我们做不到。就是我们做不到。你就算不同意，我们也会跟在你后面进去。威胁我？反正我们不会丢下你，你自己看着办。好吧，你们可以跟我行动，但必须听我指挥。叶无双、孟云锦、简骄阳他们为什么不跟着蓝队成员撤离？他们该不会是想去营救被挟持的新生吧？不可能，叶无双那么胆小，上次校门口的持刀抢劫案，他都没出手相救。这次对手有真枪实弹，他更不可能出手相救了。我刚刚上网查了一下，这群犯罪分子个个都背了不少人命，还用残忍的手段杀死过几个缉毒警察。快联系叶无双，让他们赶紧退下来。叶无双，我命令你迅速带人撤退。我们要进去救人，告诉我们敌人在废弃别墅里的分布。你在开什么玩笑？里面都是穷凶极恶的毒贩，他们的子弹都是真的，你们的子弹都是假的。我没跟你开玩笑，要么告诉我他们的分布，要么我直接带人闯进去，你看着办。不能让他们进去。太胡闹了，把别墅里的敌人点位报给叶无双，他就算知道点位，也需要时间制定战术。同时命令教官加快步伐，赶紧把他们带走。别墅共3层，一共有23个毒贩，人质被困在顶层3楼，且每一层都有犯罪分子把守。叶无双闭着眼，一边听一边在大脑里面构建虚拟图影。你们谁有手表？对一下时间，对好之后，你带几个人去另一面，分针指向时，就朝天一起开枪，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叶无双疯了，他真把自己当指挥官了。他们本来人就比毒枭团伙少，还分成2拨人，想干什么？操，他们那都是空包弹，吓死老子了！老子去放泡尿。他杀人了，他不是很胆小吗？这叫胆小。叶无双换上死者的衣服，拿走死者的真枪，汇入其中，一个一个的切片，一个一个的击毙。楼下什么情况？没事，我不小心把花瓶弄倒。小心点，别他妈吓人。他们的身高不对，是别人伪装的。你们帮我守好楼梯。毒枭团伙固然残忍强悍，可他们再残忍强悍，能比过国际杀手排行榜第1的亏吗？叶无双是吧？是个好苗子，有指挥的天赋。解委员把他列为重点关注对象，问他愿不愿意进国防大。是啊。这样不好吧？他是我们财经学院的新生，而且国防大不是已经开学了吗？档案都填好了。对于这种优秀人才，我们一向是愿意开先例的。你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叶无双、叶小姐、叶大宝贝疙瘩，你可千万别被这帮人拐走啊！表妹，是你救了我们吗？我刚才听见你说话了。端木镜惊魂未定，是我和七班的大家一起救的你们。那也是女王指挥的好，我们好像只打了个酱油。不是说要解救学生人质吗？人质怎么都出来了？接到上级通知，人质已被此次新生演习的蓝队指挥官叶无双带领9名大学生所救。叶无双，你表现得很不错，你愿意进国防大吗？叶无双拒绝了军官的邀请，他答应丁春秋要留在京城财经大学，就不会半路转走。好的，这么好的苗子，真是便宜财经大学了。丁春秋感动坏了。无双啊，救完人质累不累？要不要休息几天？我给你批假。不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去吧。试炼任务10已完成。高婉如在一个小山洞里藏着，被找到的时候喜极而泣，在军方的护送下返回财经大学。他这个指挥官一直到下车都没有问同学的情况，不关心他们是死是活，跟那位同样是指挥官的叶无双相比，差远了。你们也没事吗？真的太好了。高婉如，你为什么逃跑？你知不知道我们听你的话原地待命，差点死掉？什么逃跑？我没逃跑啊，我去搬救兵了。那群人有真枪，我就是拳脚再厉害也打不过他们，必须找救兵。救兵呢？我中途被另外一伙人拦截了，我跟他们打斗了好久才把他们打跑，紧跟着就被军人找到。高婉如面不改色的撒谎，殊不知大家早就对真实情况了如指掌，除了毒枭团队根本就没有另外一伙人。你们怀疑我？你们居然怀疑我？
你们忘了当初是谁在校门口徒手与手握匕首的劫匪搏斗的吗？别把我和叶无双混为一谈。你也配和叶同学混为一谈？不是他救了我们，我们都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你说什么？叶无双救了你们？贱货，我告诉你，你几天前和劫匪自导自演绑架案的事，全校都知道了。校长闻讯赶来时，高婉如已经被揍成了猪头。迎新会上，叶无双作为新生代表发言。事实上，我对新生代表发言这回事很不感兴趣，毕竟像我这么强的人，一般都在拯救世界。但是我来了，不为什么，就为丁校长跟我说，演讲加学分。独特的开场白让大家没憋住，笑场了。原来叶无双还有这样有趣的一面，太让人家好感动了。剩下的时间，叶无双从容不迫，侃侃而谈。江天静静看着，江天赐不小心看到哥哥的表情，他笑容一僵，心里浮现不祥的预感。哥哥不会对叶无双。叶威楼为妹妹感到骄傲，四大校草之一的楚辞眉眼一弯，还以为叶无双不会适应这种场合呢，倒是让我见识了不一样的他。楚哥哥，过几天的校园画展，你来看吗？我为你画了一幅画。他叫谢安然，是财经大学美术院的大二生，亦是财经大学人气颇高的校花之一。你的画我当然会去看。那我等楚哥哥。今天去拍卖会，感觉这幅油画很适合挂在家里，就买下来了。这画多少钱？2000万，因为这幅画的画家赖还活着，这幅画还算便宜。你亏了2000万，早说你喜欢这样的画，我就画一幅给你了。怎么样？来逛画展，有遇到喜欢的画吗？我可以给你们打折。我挺喜欢学姐这幅画，正在询问表妹买回去挂哪里好。那叶同学的意见是什么呢？你觉得我画的这幅作品如何？门外汉级别。不好意思，我有点没听清，你刚才说我什么来着？门外汉级别。你知道我拿过国内国外多少绘画大奖吗？这和你拿了多少奖没关系。看来你不太懂艺术以及我所获得的那些奖项的含金量。没关系，我可以换个说法。你知道我是我们美术院几位教授和所有学生公认的院内最强油画家吗？就是，安然很厉害的好不好？他上学期画的一幅画，卖出了50多万的高价。他在整个夏国艺术圈都挺有名气的。叶无双，你不懂艺术我们可以理解，但不懂装懂还乱发言就不好了吧？挺掉价的。一个四肢发达的暴力女，有什么资格说从小学画的安然是门外汉？谢安然是美术院的骄傲，轮不到工商管理院的叶无双下评判。大家先别紧张，叶同学没有恶意，应该只是没表达好语言。是啊，表妹，谢学姐真的是美术院公认的最强油画学生，你是不是把她和别人记错了？如果她是美术院公认的最强油画家，只能说明美术院的学生都是菜鸟。没救了，叶无双的话不能说是在美术院引起了众怒，只能说是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我突然想起有件事没做，各位再见。端木镜拉着叶无双一溜烟跑出美术院。表妹，你下回千万别这么嘲讽一个人，不对，是一整个美术院，容易打起来。我没有嘲讽，我说的是实话。实话。算了，有些艺术在别人眼里就是鬼画符，表妹有这个想法也正常。这个周末正好是端木家家宴的日子，记得别迟到哦。尝尝我儿子从国外带给我的甜点，我记得你喜欢蛋糕，对吧？丁校长，我们还是没有收到油画家赖的回复。眼看新学期已经开始，美术院一直差一位教授讲课，不然就换一个人选吧。其余人选没有赖好啊。那也不能一直让教授的位置空着吧。昨天美术院的老师还跟我抱怨少一个教授，他们的工作量有点大。既然如此，那就另找。我就是 Light， 如果校方能配合我在工商管理院的课程，调整美术院的课程，我可以去美术院任教。你说你是 Light？ 叶无双拿出手机登录自己以 Light 名义活动时注册的邮箱，找到夏国京城财经大学的邮件回复：我是叶无双。我的天，叶无双，你简直！丁春秋激动的语无伦次了。我到底守住了一个什么样的宝藏啊？没问题，我可以帮你调课，你明天就能去美术院任教，年薪100万。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来了，光系魔法师来了。叶无双，怎么是他？他来凑什么热闹啊？叶无双，你来这里干什么？我不能来这里吗？
你误会了，你当然可以来这里，只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些菜鸟所在的美术院太寒酸了，配不上你这个全能女王，她脏了你的脚。就是，您还是挪动您的尊脚回工商管理学院吧，这儿不欢迎你。你们怎么回事？怎么能这么对待叶教授？教授？是呀，他就是你们崇拜的光系魔法师赖教授。我不相信叶无双是光系魔法师，请问姜老师是如何确定叶无双是 Light 的？通过邮箱确认的。仅通过邮箱就确定叶无双是 Light， 校方是不是有点鲁莽？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我不会相信叶无双是 Light。我也不相信一个精通油画的光系魔法师会把我的油画实力评价成门外汉，并把美术院的大家说成菜鸟。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12，当众绘画新作。这系统倒是越来越及时，越来越讨喜了。既然大家怀疑我的身份，那我现场作画，证明真身好了。好呀，我正想见识见识，说我是门外汉的你，跟我的差距有多少？给他准备画板和颜料。这手法，这速度，这一届叶无双就是 Light， 他不是冒牌货。大家没有反驳，也无法反驳。叶无双真的懂油画，真的是光系魔法师 Light。谢安然，如果你和我表姐没关系，你的画怎样，我都不在意。叶无双的意思是，他是看在端木镜的面子上，才从专业角度，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谢安然昨日放在画展的画，可惜忠言逆耳，惹了谢安然不痛快。从你昨天的画可以看出你有绘画天赋，尤其是在色彩搭配方面渲染得很漂亮，但你没有细致的技巧，只顾把它们拼在一起，这是门外汉才会做的事，你浪费了你的天赋。你们为了学习谢安然犯了同样的错误，并且盲目自大不思进取，以为艺术高于生活，以为艺术多么圣洁多么与众不同，却忘了最基础的一件事，艺术源自生活。菜鸟们，下凡来人间看看吧，别忘了自己的根。下课后，叶无双返回公寓的路上走进药店，打算买点家庭常用的医护用品。他妈的，既身敢毁我财路，我就敢花1亿要他的命。你别管他死了之后我会面临什么麻烦，我只要他死。等我买好药，我就偷渡出国。接单的杀手组织估计已经把寄生包围了。寄生在哪儿？季少，叶小姐去公司问了你的行踪，说你有危险，估计快要找过来了。快给我一拳！我从没听说过这种要求。算了，我自己解决。季少，您真的要这么拼吗？明明这么强的男人，每天在叶小姐面前扮柔弱，假借需要保护的名义把叶小姐留在身边。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自己套不着无双。看我干什么？继续啊！其实我可以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明明已经干掉了这么多杀手，还要假装受伤，继续维持你徒有蛮力、十分柔弱的人设。你知道我来的路上有多担心吗？结果来了之后，看见你把杀手一个一个解决，我什么心情？你知道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想让你担心。把我当傻子一样骗，好玩吗？我只是不想让你离开我。你可以说我卑鄙，可以骂我无耻，怎样都行，打我也行，但别分手，别离开我。是吗？只要能原谅我，你怎样打我都行。想让我原谅你也可以，只要你能打赢我。换个方式，我不想对你动手。想让我原谅你也可以，只要你能打赢我。换个方式，我不想对你动手。那我就永远都不原谅你。非要用这种方式？别生气了，无双，一定要我把心剖出来，你才能明白我的心意吗？松手。你原谅我，我就松手。我原谅你了。下个星期想吃什么样的蛋糕？怎么了？你刚刚不是说原谅我了吗？你骗我这么多次，我不可以骗你吗？那你什么时候才能原谅我？看你表现。这个周末是端木家的家宴，我等下要带静儿去国画协会的比赛，无双，你跟我们一起去吧，让无双见识见识国画的美，没准就去油画从国画了呢。好。去协会的路上，端木镜心情忐忑，不知道我能不能比过谢安然。谢安然，他不是画油画的吗？他也会国画，去年和前年他都是大赛第一，希望这次我能稍胜一筹。楚辞，你说过你爱我，怎么我怀孕了，你就不管我了？你不是说会让我嫁进楚家吗？
怎么又是这家伙？表妹，你以后也不要跟楚辞走得太近，别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小三生的儿子，他妈妈小三上位，挤走了楚家那位先生的原配。楚辞自己也和他妈妈一样生了一副好样貌，左右逢源，对每个女孩都态度暧昧，然后又始乱终弃。像这种女孩怀孕找上来的戏码，几乎每年都会发生几次。他应该是陪谢安然来参赛的，正好被女孩堵住了。对了，谢安然是楚辞的青梅竹马，很喜欢楚辞。没想到叶学妹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光系魔法师，真后悔没有去美术院门口亲眼看你作画，这会是我人生一大憾事。谬赞。叶学妹是来帮端木镜加油的吗？学妹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可以告诉我吗？我差个女朋友。我有男朋友了。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男朋友，买东西也要货比三家，不是吗？你喜欢戴着面具生活伪装风流是你的事，别来烦我。叶无双和楚辞接触的不多，但他清楚楚辞并非一个随便的人，相反，他很有距离感，也很尊重女性，怎么会每年都让好几个女孩怀孕，然后始乱终弃？答案显而易见，是那些女孩自己心怀不轨，栽赃楚辞，为的是嫁给楚辞当豪门太太。谢谢，以及抱歉。感觉安然的国画怎么样？一般。叶无双，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你有本事上来跟我比。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13，上台参加国画比赛，拿下第1名。这些安然还挺讨喜的，一个人能延展2个任务，罕见。外公，我想参加这次国画比赛。你不是画油画的吗？怎么突然想参加这个比赛？你也会国画？会一点。那你上台吧。我只学了2年油画，但国画可是学了10几年呢，绝不会输给叶无双。这是叶无双的作品，太壮阔了。他的工笔和意境比谢安然还要厉害，这都快要赶上端木老兄的水平了。我宣布，本次国画大赛的第1名是叶无双。这第一实至名归，真不愧是端木家的外孙女。表妹，我更崇拜你了。无双，我真的知道错了，我想你了。怎么市区的广告牌都变了？叶无双跟着抬头，这才发现大大小小的广告牌全都变成了一串文字。无双，我知错了，回家吧。不仅广告牌如此，每隔一段距离，还有无人机拼凑的这串文字漂浮半空。好家伙，这得是得罪了什么样的先得才会这样下血本道歉啊！我在京城生活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夸张的事。无双，还在生气吗？你觉得呢？我今晚可以去卧室吗？睡不睡床不要紧，主要是怕你睡不好。不可以。那你怎么不关门？我高兴。夜深，季某人悄悄进入卧室，钻进被窝，把小女朋友抱在怀里。更喜欢这个笨蛋了，怎么办？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这天，一个和艺术有关的比赛在校园内展开。怎么觉得我做的陶瓷也很一般吗？确实。欺人太甚，你有本事跟我。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14，参加制陶比赛，获得第1名。这系统都学会抢答了，谢安然真是个宝贝疙瘩，一个人带动3个任务，实乃人间至宝。我们就比看谁做的最多最好看，败者围绕美术院跑3圈，边跑边喊我错了。可以。你这不是欺负人吗？我学油画，叶无双当老师，我画国画，叶无双拿第1，我玩陶瓷，叶无双直接商业水平。没事，下次再接再厉。谢安然和他以前遇到的小姑娘不一样，别人有坏心思，谢安然没有。谢安然就是个有点才华又很骄傲的小姑娘。你这还不如不安慰呢。好了，别哭了，你不用去跑步了。真的？真的。对了，你下次要参加什么比赛？能告诉我吗？没准谢安然能触发第4个任务呢。这不是痴情少年江天恩吗？你那个变态心上人佟采薇怎么样了？怎么不在医院伺候人家呢？江家双子星由于品德兼优，属于别人家的孩子，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赵龙，平常没少因为双子星而被家人数落责骂。赵龙，你什么意思？江天赐最讨厌别人揭自家哥哥的伤疤，佟采薇的事让哥哥消沉了好久，最近好不容易才走出来。哥们儿，我特别好奇，你得知自己每天都给佟采薇提断手箱子，心里是什么想法？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吗？龙哥，什么断手箱子啊？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人呢叫江天恩，
京城江家的顺位继承人，他很喜欢一个叫佟采薇的轮椅女，整日为她鞍前马后推轮椅、提箱子，比电视剧里的奴才还奴才。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这个佟采薇是变态，她把别人的手砍下装进箱子，时刻带在身边欣赏。可怜咱们的江大少爷，被一个女变态玩弄利用，一腔痴情，错付了呀。堂堂豪门继承人，居然被残疾的女变态玩弄，太蠢了吧！瞎说什么呢？这叫痴情种。这年头像江天恩一样痴情的男人可不多了。我就是有点担心，以他这个智商，他继承家业后会不会把老本都赔出去啊？看来各位都是惊才绝艳、聪明绝顶之人了。好漂亮的小妹妹，惊才绝艳、聪明绝顶算不上，哥哥我只是长了一个还不错的脑子，看出了佟采薇的真面目，没有江天恩那么笨罢了。是吗？既然看出了佟采薇的真面目，那为什么不报警？你是在包庇他吗？需要我送你去警局吗？我合理怀疑你是他的共犯或帮凶。你胡说什么？那你到底是知道佟采薇的真面目，还是不知道佟采薇的真面目？江天赐，报警抓人。收到。别报警，我实话实说好了，我不知道佟采薇真面目，我就过个嘴瘾。道歉，然后滚。好，我道歉。江大少爷，对不住了。谢谢。举手之劳。叶无双，都是因为你，我现在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今晚我就送你一份大礼。叶无双。高婉如车头对准叶无双猛地踩死人门。小心！季身抱着叶无双跳下旁边的悬崖斜坡，这是唯一的活路。叶小姐，这是我的过错，我没想到高婉如会突然发难。是我的错，高婉如要的是我的命，季身是被我牵连进来的。师傅，季少会没事的，我们这里有全夏国最好的脑外科医生。怎么样，有哪里不是吗？你守了我一个晚上吗？我没事。这叫没事？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死掉？如果我们之间只能活一个，我希望那个人是你。傻子，你再哭，我的心肝就碎了。师傅，虽然我不想打扰你们，但是季少现在的状况还是要多休息才好。我去处理高婉如。现在的高婉如正躺在隔壁病床，四肢被绑着。久等了。叶无双红唇轻启，拆开绑住高婉如四肢的东西。叶无双，原谅我，我不知道你是季少的女人。原谅你，你差点害死我的男人，然后让我原谅你。叶无双，我们是同学啊，你忘了吗？你就看在我们同窗一场的份上，原谅我吧。现在记得我们是同学了。风九推开门，叶无双循声看去。季家不会放过我，不如我先下手为强，偷袭叶无双，让他成为我的人质。你不会真把自己当个东西了吧？区区黑带四段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叶小姐故意没用杀招，她在折磨高婉如。留他一口气，送进监狱。是。接下来的几天，叶无双不分昼夜的照顾着季身，直到向医生确定季身的伤势已经度过危险期，往后几天只需要住院观察后，才回到财经大学上课。兄弟们，上一季综艺节目《向往的恋爱生活》看了吗？我快笑傻了。看了，上一季的主题是大海，几对大明星 CP 都住在海岛，差点没饿死。这一季的主题是香艳，马上也要开拍了，导演组正在物色最后一个女嘉宾呢。唐薇好像已经确认加盟了，我看营销号都在这么说。但是向爱的官方微博没说唐薇会加盟了。叶小姐，您好，我是向往的恋爱生活的总导演萧峰，我们这还差个女嘉宾，您愿意来吗？抱歉，我有男朋友了，不适合参加与恋爱有关的综艺。您还真是直接，不过向爱也不全是恋爱综艺，我们有一定量的剧本，您可以不往这方面发展，就当来乡野旅游度假也可以。向爱的收视率很高，你如果愿意参加，相信能让您涨很多人气。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15，参加向往的恋爱生活综艺，完成整季的拍摄。叶无双对涨人气不感兴趣，不过任务既然触发，那他的选择便只有一个。好，我同意。通话结束，叶无双去了一趟校长室，说了自己要拍综艺，向丁春秋校长请了1个月的假。我明天要去外地参加向往的恋爱生活这项综艺，没办法继续照顾你了。恋爱综艺？对于其余嘉宾是，对于我不是。
我和导演萧峰说了有男朋友的事，他说可以改剧本，让我把这项综艺当作下乡度假。非参加不可吗？嗯，那我也去。虽然萧峰答应叶无双会改剧本就不会乱来，但相爱是两 CP 制的综艺，无双难免会和男嘉宾有一些牵连，到时候观众要是拉郎配乱磕 CP， 我不得当场气死。不行，你得养伤。与此同时，夏国一线综艺女咖唐薇正在泡温泉。怎样？向爱的微博官宣我了没有？向爱微博发新动态了，他们官宣叶无双作为最后的女嘉宾加盟成功。什么？向爱竟然拒绝了我 ？Fire 女团队长，满分高考状元，勇士勋章获得者，光系魔法师，千秋杯网文冠军，西洋棋大师，围棋大师。Fire 这是什么女团？叶无双是谁？我怎么从没听说过？ Fire 是青芒平台自制综艺璀璨之星选秀出来的女团，成团后就各奔东西，没有作品。叶无双是他们的队长，妈妈端木未央是以前很火的女歌手，现在人气一般。原来是小综艺选秀出来的偶像，难怪我听都没听说过。放着我这个一线大明星不要，要叶无双这个18线明星加盟，萧峰是傻了吧？看来叶无双是带资进组了，不然不可能挤掉你的位置。叶无双的父母很有钱吗？据我所知，他的家境还没有你的好，爸爸是农民，妈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大哥公司刚起步，五哥事业刚起步。那就是有干爹喽。应该是这样。行啊，有了干爹就欺负到我头上来了是吧？当我是软柿子，把内幕爆出去。好。很快叶无双疑似靠干爹上位的文章上了热搜。节目组，我有钱，是不是就可以当你们所有人的爹？18线女星都能抢1线女咖的资源了，毫无道理可言。心疼微宝，这下全娱乐圈都知道她被新人欺负了。这唐薇真行，不愧是综艺女咖，带节奏有一手，网络风向属实是玩明白了。所以我不同意让她加盟，她是太多了，还喜欢耍大牌。那现在怎么办？大家都觉得我们节目组出尔反尔，欺负唐薇了。发布声明，说我们从未和唐薇有合作，让他们别误解。发了，然后唐薇的粉丝说我们玩文字游戏，把叶无双的微博也爆破了。这么喜欢抢别人的资源，你上辈子一定是个乞丐吧？叶无双，做事凭良心，别回头一看，发现你家户口本只剩你自己了。上来就抢1线女咖的资源，下手够黑。事情还波及到向爱已经官宣的一位男嘉宾，男嘉宾叫云哲，和唐薇是圈内好友。不帮唐薇的话，肯定要背上表面朋友的骂名，这很影响路人缘。思考再三，他发了一条微博，很喜欢向爱，但是这事的确有点离谱，有退出综艺的想法了。不勉强，这次解约，有缘下次再合作。怎么直接把我解约了？还抱团威胁我们，爱拍不拍？我退出后，向爱少了个男嘉宾，我粉丝说哪个男明星敢接这个位置就一声黑，黑到死。我粉丝也是这么说的。既是体团董事长兼 CEO 季申，确认加盟。我的妈呀，季少怎么来参加恋爱综艺了？向爱总导演萧峰和季申是同学，可以推测是朋友间的帮忙。那女嘉宾岂不是走运了？万一和季少擦出点爱情的火花，夏国第一豪门夫人的位置就……唐薇送走男明星后，当机立断给向爱的另外一个女嘉宾打了个电话。我记得你隐婚了，不需要接近季少。如果你愿意退出综艺，把机会给我，我可以换给你一个电影女1号的资源。将来如果我和季少成了，也不会忘记你。小枣，唐薇说可以不要报酬，这事怎么办？既然不要报酬，那就官宣他加盟吧。叶无双来到梨花村的一个院里，这是向爱第2季的直播地点，里面有3个明星：罗涛40岁，演过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于杰30岁，不孕不火；黄小超25岁，海归歌手。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还有2位新嘉宾等下才会过来，一男一女。等下才来？谁啊？大家好。微宝今天好漂亮。微宝超礼貌的。现在请3位女嘉宾进入挂了各自姓名牌子的小屋，等待男嘉宾的心动选择。在选 CP 方面，节目组是花了心思的，比如罗涛和于杰就是设定好的 CP， 叶无双的荧幕 CP 是黄小超，发展成友情线，这些大家心里都有数。我都不敢做梦季少居然会参加综艺，还是恋爱综艺。他真的好英俊啊，气质不知道甩当红小生多少条街，我好羡慕这些女嘉宾。
你们谁先去挑心动女嘉宾？季少有什么建议？季申肯定会客气的让我先选，露出谦逊的一面，彰显千年大族继承人的风范。我先选。不是我想先选，而是直接的一句我先选。看来季少很着急啊。确实。那就让季少先选吧。对了，季少，你娱乐公司缺人吗？本人25，智力正常，下雨会躲，也不乱捡地上东西吃。很缺2位这样的艺人，尤其是罗老师，作品都很棒。过誉了，季少快去选女嘉宾吧。季少为了先选女嘉宾，橄榄枝都抛出去了，看来他真的很着急。我已经代入自己是女嘉宾了，救命！我赌季少选为宝。季申怎么在这？他不是应该在医院吗？他不知道自己该好好休息吗？这都过去3分钟了，这算选好了吗？女嘉宾开门才算组 CP 成功，看来叶无双还在考虑，那你们接着选吧。罗涛二话不说去敲了于杰的门，黄小超在风中凌乱了。女嘉宾被夏国最有权势的男人抢了怎么办？借我100个胆，我也不敢和季申抢心动女嘉宾啊！微仙女，我有这个荣幸被你反选吗？季少怎么会在叶无双的门前，还敲了那么多下都不放弃？无双，再不开门，我就要被别的女嘉宾选走了。恭喜6位嘉宾成功结成心动 CP， 请听我介绍规则。你们的第一个目标，活下去，自己制作灶台并用劳动力换取粮食。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收走你们所有智能通讯设备。怎么听着像求生综艺啊？人生在世，无非活着2字。院子周围和后山种了10几种农作物，你们可以自行获取。节目组为你们准备了1顿的6人份粮食，算新手保护卡。以后怎样，就要靠你们了。我来负责大家的3餐吧，我有厨师证。我带小黄去看看怎么用劳动力换粮食，女嘉宾去附近看看农作物的数量和种类。你们留一个女嘉宾帮我搬点砖，我砌一个小灶台，不然一个人可能来不及，大家都得饿肚子。唐薇一听有最脏最累的体力活，笑道：无双，你年纪最小，留下来吧，有些农作物在山上，爬山太累了。不然还是我怎样都可以。那就把无双留下来吧，季少是我的，别动歪心思，知道吗？你好像很喜欢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相爱最后一个女嘉宾名额是，季申也是。你的东西，真好笑。季少只是为了公司才选的你，不信走着瞧，看他最后选择谁。辛苦了，但得再搬一点。怎么回事？这怎么有一扇砖墙？哈哈哈哈哈！罗涛也被叶无双的搬砖速度惊到了。千万别让工地的施工队看到直播，不然怕是要连夜把叶无双抢走。有一说一，叶无双搬了这么多砖，没抱怨也没吱声，挺让人有好感的。只是单纯的体力比较好罢了，别忘了她靠干爹上位，抢别人资源的坏女人。无双，这些都是你搬的，你怎么搬这么多？不累吗？不累。够吗？不够我再去。够了，你赶紧歇一歇。经纪人不是说叶无双抱干爹，人品不行吗？怎么这么老实耿直？这也太讨喜了一点。怎么样，赚了多少？50元。村民说每个人每天的工酬是25。25？节目组也太狠了吧？你们都干了什么？一起给很多果树浇水。你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路上没遇到是吧？唐薇耳环掉了，找了很久。那个耳环是我妈妈送给我的，对我而言很珍贵。你下午忙了什么？10分钟后，罗涛煮好拉面。季少干了那么多农活，肯定很累吧？我晚上减肥不吃，想把自己的这一份均分给你和黄小超。黄小超是我的 CP， 为了不落人口实，我必须均分。不必，我有洁癖，不喜欢别人碰过的东西。我没有动筷子，不用担心。唐薇，不行你就把食物分给无双吧，你不是让他留在4合院帮我搬砖吗？那些都是无双搬的，他也消耗了很多体力。开玩笑，我还饿着呢，怎么可能分叶无双吃的？我又不讨好他。只见季申把自己碗里的面分了一大部分放叶无双碗里。季少怎么一听叶无双很累，
就把自己的食物分给叶无双了。他不是也很累很饿吗？家人们，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两人有情况。接受这叫关爱下属，够绅士。叶无双真是祖坟冒烟了，能被季少这样照顾。饿了吗？多吃点。季少一直看我干什么？我都要不好意思了。建议唐小姐把耳环、项链、戒指之类的东西摘下来。我们不知道哪一样对你而言很珍贵，也不知道如果丢了，你要找几个小时。确实，昨天他要是早点回来，叶无双不至于搬那么多砖。微宝只是有女人爱打扮的天性而已，犯得着这么说他吗？6人前往今日节目组安排的村民家里。你们好，我是一张梨花村的果农，我有一片梨树林，到了给梨子套袋的季节，如果你们愿意帮我，我可以给你们一人支付25元和一些水果作为报酬。易先生，我看树上果子很多，等成熟之后都放哪里呢？村里为果农建了专门的冷库。这么多梨子放得下吗？我看村民都在种水果，不止你一家。放得下，冷库很大。既然冷库放得下，他的家里为什么会买那么大的冰箱？小江，你媳妇呢？她约我老婆今天去镇里，结果人没来，电话也打不通。她临时去外省参加同学婚礼了，电话没打通，可能是没电了吧。接下来的几天都是上午劳动，下午进行不一样的活动。这天罗涛正在准备做晚饭，唐薇他们出去做任务了。无双，你帮我去院子后面拔点葱回来，没葱炒菜不香。叶无双正往种植小葱的地方走时，突然窜出一只恶犬，张嘴咬向叶无双。叶无双脸色一沉，准备蓄力反击。这时村民李大婶见状，冲过来挡住恶犬，胳膊被重重咬了一下。李婶，您需要尽早打狂犬疫苗，村诊所在哪儿？小姑娘，沈不识字，你能帮沈联系一下沈女儿的同学吗？你女儿是易先生的妻子。她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电话也打不通，问女婿他到底参加谁的婚礼了，女婿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怎么了？易江的妻子李大婶的女儿舒兰不见了。易江声称妻子舒兰去外省参加大学同学的婚宴了，可李大婶联系了舒兰所有的大学同学，竟然得知大家近段时间都没结婚。易江撒谎了，李大婶前来质问，易江更委屈，说是舒兰亲口告诉他的。易先生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希望他的妻子早点回来。可是警犬都没有找到舒兰，他肯定跟富二代初恋私奔了。易江舒兰这2年亏了近100万，现在还有几十万要还。初恋来看望舒兰的时候，这对夫妻俩正在被债主刁难，最后初恋出钱平息了此事。后来舒兰和初恋开始频繁来往，有一次初恋还开豪车接舒兰出去吃饭，很多村民都看见了。所以舒兰真的和富二代初恋私奔了，她忍受不了继续背债，也后悔嫁给易江，不如找个法子人间消失，去过富太太的日子。我女儿最孝顺，不可能干出这事。我相信我的妻子舒兰绝不可能与富二代私奔，警告你们别乱说话。唐小姐，我没有多余的钱请侦探了，听说你也是侦探，考过侦探证，求求你帮我找到妻子舒兰，洗清村民说她不贞不洁的污名。当初我只是为了营销自己，打算考侦探证，奈何考证所需的相关知识太多，例子又血腥残忍，嫌麻烦便拿钱走后门办的证。不过能在季少面前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另外一面，我愿意帮你。谢谢。微宝好样的，不愧是我粉的人。纯路人开始喜欢唐薇了，希望微宝能破案。唐薇去破案的时候，你们不用跟着，这种事比较敏感，不适合直播给大众看。我请求节目组跟着唐小姐直播，人多力量大，说不定别人可以通过直播看到蛛丝马迹，提供关键线索。李大婶，你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找到女儿。谢谢。唐薇拿着放大镜在屋里像模像样的观察，在外行人眼里她很认真，但在灵狐博士叶无双眼里，作秀。舒兰离家出走的可能性很大，并且不打算回来了。女孩天性爱美，舒兰的化妆品、饰品、衣服都在家里没带走，可见没有一丝留恋。不，我的妻子不可能抛弃我。唐小姐，你是不是弄错了？唐小姐，你再查一下，求求你再查一下。虽然我也希望舒兰没有抛弃你们，可是很遗憾，她真的这样做了。求求你，
再查一下吧。委托我帮你查出真相。未经委托人允许，我不能随意翻动探查别人的家，至少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查案和暗杀不一样，需要光明正大，否则证据无法服众。叶无双是不是得了一种不装 A 与 C 之间会死的病？警察用警犬找不到舒兰，拥有侦探证的微宝也认为舒兰离家出走了。叶无双真敢舔着脸来查，天天在节目里打压微宝，微宝好不容易有展现自己的机会，又来抢镜头，气死我了。叶无双，你的意思是，你比我这个拥有侦探证的人还厉害吗？自然要比拿假证的你厉害。你说谁拿假证？你有没有拿假证？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叶无双，我要告你诽谤和污蔑。随你，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帮李婶查出女儿舒兰的下落。李婶，虽然我不阻拦你委托叶无双查案，不过你要想清楚了，我有侦探证，警察有多年从业经验，在我和警方都找不到舒兰的情况下，要证没证，要从业经验没从业经验的叶无双，凭什么能查到真相？凭我是灵狐博士。灵狐博士是什么？灵狐博士是国际知名犯罪心理学专家，刑事鉴识专家，全球10大悬案，他一人破了4个。叶无双，你为了出风头也是拼了，居然敢说自己是大名鼎鼎的灵狐博士。李婶，相信我，灵狐是正儿八经的业内大佬，怎么可能来夏国参加选秀出道，还参加恋爱综艺？相信你。行啊，有人能证明你是灵狐博士吗？我能，我以京城纪事的名义向你保证，无双是货真价实的灵狐博士，请放心的委托他。小姑娘，谁委托你帮神找到女儿舒兰？我会的。你觉得你的妻子对你忠贞不二，不会无缘无故失踪，对吗？是的，我确信。李大神也觉得你的女儿十分孝顺，不会一声不吭的离开，对吗？舒兰是几号失踪的？5号。谁是最后一个见过她的人？是我。他4号晚上睡觉前说5号要去外省参加大学同学婚礼，5号我醒来没看见他，以为他已经走了，便没在意。找到可疑血迹，请鉴定血迹的血型和 DNA。 B 型血与失踪者舒兰血型吻合，且不是女人经期血液， DNA 与李婶的生物学亲子关系达到 99.9999%。 染血的旧床单在哪？什么意思啊？那可能是舒兰坐在床上削苹果，不小心削到了手，可能滴了一些血在上面。是吗？这是血液高速飞溅下产生的痕迹。请问一江先生，你的妻子削苹果需要用到这么大的力气吗？我是说可能，并不说真的滴了血。所以这些血迹意味着舒兰被人猛击了吗？被新床单替换的旧床单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换床单这种事都是我妻子在做。她大概率是死了。死者4号晚睡前和你说话，5号早上失踪，说明遇害时间在半夜，且经过猛烈打击，声音很大，你不知情吗？我每晚都需服用安眠药睡眠，对外界的动静几乎没有感应。床头柜里确实有安眠药。满屋的血迹和染血的床单被套，你醒来也没有看见？我醒来时屋里很安静，床单被套也换了，什么异样也没有，也因为睡得太死，什么都没听到。去查一家从4号到现在的用水情况。从水电局那边得知，一江家4号和5号凌晨用了近2吨的水，其他日子的用水量正常。也就是说，凶手半夜在你房间杀了你的妻子，处理了血迹，甚至帮你换了崭新的床单被套，你不觉得这个凶手太贴心了吗？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贴心。去查是谁购买的新床单。4号白天我在镇里买的，店名叫佳期如梦。4号，很巧。那家店清仓甩卖，我是看价格便宜才买的，不信你们去调查。刑警拨出一个电话，核实后对叶无双点头，示意一江没说错。冰柜很新，是谁买的？几号买的？我4号上午买的，家里冰箱坏了，冰柜里只有一些水果和一些饺子、汤圆等速冻食品。又是4号，真巧。你曾在节目里说过，村里给果农修建了专门的冷库，冷库容量很大，不担心储存空间不足。既然如此，又何必给家里买一个占地面积大的冰柜？立式冰箱不是更大众、更好的选择吗？我知道你们怀疑我，但是我真的不是凶手，我不可能杀害我的妻子，我很爱她。买冰柜是因为冰柜价格比立式冰箱便宜，我和妻子背了几10万的债，买什么都需要精打细算。查一下饺子汤圆的馅。查了，里面没有人体组织，
我怀疑你谋杀了自己的妻子，我要求用测谎仪对你进行测谎实验。我同意。然而不管刑警怎么测，测谎仪都显示正常。一江的爸爸在哪？他父亲案发当晚在上班的超市守夜，而且他胳膊有旧疾，无法完成这么多流程。还是怀疑一江呢？一江身上的疑点太多了。第一，一家没有外人入侵的痕迹。第二，一江有失眠症，死者舒兰没有。第三，一个熟睡的人被拖到地上猛击，应该惨叫，而附近村民都说当晚没听到叫声，说明死者是在昏迷状态下被人打死的。致人昏迷的东西有很多，一江床头柜里的安眠药就是其中一种。我这边查到一江上大学时是心理学社团的。叶小姐，有人找灵狐博士。你好，我是灵狐。您好，请问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这件事和一江有关。青年说自己和一江是一个大学的学生，一江在大学期间创建了心理学社团，说一江最擅长犯罪心理学，推理能力很出色，并协助当地警方破获几起案子。一江曾经有一个小号。我知道了，谢谢你的线索。不客气。那个，我可以要一份您的签名吗？您是我的偶像。可以，把地址发给我，案件结束，我会把签名寄过去。谢谢谢谢。叶小姐，我已经通过测谎仪，你为什么还要认为是我杀了我最爱的人？我很感激你帮我证明阿兰没有抛夫弃母，但你不能再三污蔑一个人的清白。叶无双，他失去了妻子，已经很难过了，你还要污蔑他杀了妻子，不是往他心口插刀。你好歹也是被誉为当代福尔摩斯的神探，难道不知道测谎仪有多精准科学吗？你能滚一边去吗？你把手机给我。紧紧观察，查到我是清白的为止。请技术组找到手机里的小号痕迹。听到小号，一江面部表情明显一僵。对于数码产品，人们通常有个误区，觉得永久删除就是删除，殊不知永久删除只意味文件不再被标识，表面看不到，实际还在储存区域。这是一江用小号在群里发布自己要杀妻子的聊天记录被打印出来。我来复原一下案件经过。3号，你在群里预备谋杀妻子舒兰。4号白天，你购买了新床单和冰柜。4号晚上，你给妻子喂了自己的安眠药，妻子昏迷后用重器杀了昏迷的妻子，并把妻子拖进冰箱冷冻。之后，你开始清理现场，换上新床单。11号，李婶确定女儿失踪，你报警。14号，也就是昨天，警察找不到人，案件陷入僵局。你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故意闯进相爱节目组，打造自己很爱妻子的人设。后续你逃过测谎仪的检测，仅仅是因为你是犯罪心理学爱好者，天赋卓越，知道如何调节情绪。15号，今天继续扮演深爱妻子的角色，可是很爱妻子的人，怎么会在群里表达杀意，并且好巧不巧和现实吻合？网上的口嗨也能当做证据吗？如果这也算，警察不应该先把那些整天爆粗的人抓起来吗？既然是口嗨，为什么删掉？因为怕被妻子看到，惹妻子生气。如果没有承包果林，你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律师。我可以理解灵狐博士破案心切，不过大名鼎鼎的灵狐博士似乎忘了一件事，你最需要找到的是我妻子的尸体，找不到尸体，证据链无法闭合，法官也无法定罪，明白吗？我们把梨花村的果林和附近都找了，没有找到。冰柜的用电情况如何？我们技术组的人说，冰柜从4号开始一直在工作，没有停过，且前3天有个用电小高峰。用电多，是因为冷冻尸体所需的电力消耗比冷冻水果多。立即让人查附近镇上的碎木机租赁公司。上一个租用这个碎木机的顾客叫一江，说是山里钓鱼场的树被雨水冲垮了一片，需要碎木机处理。去查一江所说的钓鱼场。果不其然，在抽干鱼塘后，一个用旧棉包裹的人类血肉残骸暴露在太阳光下。经 DNA 检测，血肉残骸都属于舒兰。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轻易的，你这个魔鬼，你怎么能这样对待阿兰？那么多有钱有权的男人追她，她都没同意，她选择了大山村出来的你，你为什么这么对她？你没有良心。你怎么不问你女儿有没有良心？法学系第一，还没毕业就收到国内外10几家律师事务所的邀请，她想回来承包果林，我放弃前程下乡陪她完成梦想，任劳任怨，甘之如饴。可她干了什么？果林赔了钱，她就跟我吵，富二代初恋给她钱，她就上富二代的车，
我一张不要脸是吗？我一张不要尊严是吗？我一张就他妈该被你们嘲笑质问是吗？一江，你这是认罪了？抱歉，我只是发了一下牢骚而已。警官，灵狐博士，我虽然多了碎木机，但我也要睡觉休息。可能凶手趁我睡觉，利用碎木机毁尸灭迹了吧？真遗憾的，没有目击证人。一江，你觉得我们都是猴子任你耍吗？就算我们不能把你绳之以法，你的余生也会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比蹲监狱还不如。我认罪，是我杀的人，也是我处理的尸体。您开什么玩笑？您胳膊有旧疾，怎么能？我是有旧疾，不是残疾，可以慢慢弄。我半夜潜入儿子家里，杀了背叛我儿子的儿媳，又半夜转走尸体，去了钓鱼场。碎木机上没有你的指纹。我戴了手套。这是舒兰给你订的生日蛋糕，打开看看，里面有他留给你的东西。一江打开包装，开关触动，传来一段语音。小江，我借到钱了哦，张甲还说不要利息，不过我拒绝了。我觉得你这么厉害，只要度过这次危机，一定会飞黄腾达的。我也该好好道个歉，对不起，这几年对你脾气很不好，我们重新开始好吗？一江认罪了，他抱着小巧精致的蛋糕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傍晚，一江走完流程，被送进城南监狱。第二天，一江自尽了。失恋任务15已完成，要出去吗？杜家的老爷子和爷爷是战友，老爷子今晚过生日，爷爷在江市照顾奶奶，抽不开身，我带他去一趟宴会。饿了吗？我做了蛋糕。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在家觉得无聊吗？只是不想看见别的女人对你投怀送抱。吃醋了？不带算了。我什么时候说不带了？起来，我带你去挑礼服。表姐，唐薇，我记得我告诉过你，要和纪少保持距离。女人叫杜巧妍，杜老爷子的孙女，新月寄身久矣。表姐，我那是帮你试纪少的底呢，看看纪少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唐薇心里的那点小九九我还不清楚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堂堂纪少怎么会看上娱乐圈里的明星戏子？只有我这种在自己领域有所建树的名门闺秀才配得上纪少。纪少来了。纪少还带了女伴，这不是之前和纪少参加了恋爱综艺的叶无双吗？我跟杜老爷子打声招呼，就来找你。申小子，你觉得我孙女杜巧妍怎么样？杜巧妍是杜家的骄傲，她是夏国花样滑冰队女子单人滑运动员，干的是为国家争光的大事。您孙女舍弃安逸环境，不惧艰辛，驰骋冰场，创造夏国花滑女单历史，是女中豪杰。我就知道，只要自己足够努力，站到高处，就能被她看到，被她认可。那我就不绕弯子了。申小子，俗话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既然你也觉得我孙女不错，不如你们谈谈。我已心有所属。不知是哪家的千金入了你的眼？不是什么千金，不过在我心里比千金还重。杜老爷子是个人精，看看叶无双，明白季深的心意了。纪少居然真的被叶无双蛊惑了双眼。也许只是图一时新鲜，网上也说叶无双涉足了很多领域，很有意思。说起来，我是真的很纳闷，叶无双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学了这么多本领呢？母亲端木未央没回归家族前，叶家一度穷到揭不开锅，是什么支撑叶无双学了这么多穷人玩不起的东西，还顺便挤掉我在相爱的女嘉宾位置？那个人藏得很好，我没查出半点消息。表姐，你发现没有，叶无双很恶心，这贱人在别人面前高冷圣洁的像天山雪莲，不可染指，结果一到纪少面前就换了一副嘴脸，摆明了在看人下菜碟。对纪少恐怕也是故意勾引，欲擒故纵，平常应该没少玩弄男人。我不是傻子，看得出来。如果能挖出叶无双背后的干爹和黑历史就好了，到时候纪少就会看出他的真面目。或许也不用挖。你听说过什么叫要换脸吗？你的意思是找个干爹，拍段视频，换成叶无双的脸，铁证如山。我正好有个人选。网络炸了，点开视频，是一条辣眼的录像。干爹，我想要相爱的资源。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就像之前供你学犯罪心理学和赛车一样。无双，你说你爱我一辈子，我花钱让你学这个学那个，为什么我一破产，你一认识纪少，
你就不要我了。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原来叶无双真的有干爹，原来他真的抢了唐薇的相爱资源。我之前就好奇叶无双上哪儿学的这么多东西，现在我懂了。叶无双真牛啊，干爹破产就立马抱上纪少的大腿，用完干爹就丢掉。季申，我们公开吧。为什么突然想公开？我想光明正大站在你身边。考虑好了吗？他清楚他在夏国，在国际拥有怎样的地位，一旦公开，他就再不能回到不起眼的角落，也再不能回到他所习惯的世界。考虑好了。那你想怎么公开？发个微博就行。叶无双，我的女朋友。纪少，您清醒一点，这个女的不是好东西。她忘恩负义，利用干爹上晚位就丢了，您千万别被她骗了。她就是个女婊子，参加相爱前还跟秃顶男 play， 不信您看这个视频。AI 换脸，幕后黑手脑子不错，可惜他们不知道我和你的关系。随后季申干了2件事，第一件事让风九不惜一切手段，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这个活腻歪了的破产富商。第二件事，他亲自动手撰写长微博，他先提了叶无双救他爷爷的事，那是他和叶无双的起点。我和他从相识到热恋到同居，一路同行，皆有痕迹可循，没有所谓干爹，他所得到的资源也都是他应得的。最后，季申拿出 AA 换脸的演示视频，一个网友在微博下兴奋地问：纪少，方便告诉我们你们谁追的谁吗？我追的，追了很久他才同意。您是担心叶无双在相爱被拐走，才参加综艺的吗？是的。你们现在在一起吗？他在我床上。始作俑者诬陷叶无双之前，肯定没想到叶无双身后的男人是纪少。另一边的风九对视频里的2人释放了一通物理层面上的大记忆恢复术。2人清醒地提到唐薇，连转账的银行卡户头都是唐薇的私人账户。表姐，救我！表姐，你爷爷和纪少的爷爷是战友，你帮我说话，纪少一定会网开一面，救我！杜巧言，这事是我俩一起干的，你别想把自己摘干净，我要是被抓，你也别想好过。唐薇，就算我替你求情，又能怎样？杜家比不了季家，即便我出面，也不会改变什么。你还是会丢了事业，甚至是坐牢，下半生也只能像个普通人。但是，如果你愿意一人承担这件事，我保你即便丢了事业，也能过得快活。你应该知道，一个一流家族的嫡系孙女能拿出多少钱。良久之后，唐薇接过杜巧言的黑卡，刚收好，警察来了，带走低头不语的唐薇。夏国境内第1起 A 换脸事件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唐薇被判坐牢1年。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16，参加冬奥会，拿下花滑女单金牌。你想参加冬奥的花滑女单？我怎样才能有参加奥运会的资格？现在只剩一个办法，保送名额还没出来，加入花样滑冰协会，被协会推举，是你能参加冬奥会的唯一道路。我去一趟花滑协会。你想拿到什么样的名次？女单冠军。你花滑也这么厉害吗？我不会花滑，但我可以学，我还有3个月的时间。所以是初学者练习3个月，然后参加冬奥会夺冠，这种事小说都不敢写。你觉得我做不到吗？不，我觉得你能做到，我只是很好奇到时候大众的反应。不知季先生来花滑协会为的是什么事？想推荐我女朋友叶无双加入花滑协会。叶小姐也会花滑？不会。不好意思，协会不收初学者。我知道协会的规矩，我可以投资一个冰场。季先生的好意心领了，但规矩就是规矩，不容更改。戴青州看叶无双的眼神多了一丝鄙夷，竟想着靠有钱男人走后门，实乃女性之事。2个冰场。季先生，你把花滑协会当什么了？5个冰场。你把我戴青州当什么了？10个冰场。我是个有原则的人。15个冰场。我戴青州今天就是饿死，也绝不会让你拿钱羞辱我，羞辱花滑协会。20个冰场。不行就算了，走吧，回家。你站住！会长有事吗？20个冰场，1个也不能少，说好的。这不太好吧？会长是个有原则的人。我拥有较为灵活的原则，但我不能拿钱羞辱你和花滑协会。这怎么能叫羞辱呢？这叫充满人道主义和体育精神的至高关怀。那谁来教我的女朋友花样滑冰呢？我教，我保证包教包会。那真是太好了。20个冰场的钱，我可以自己拿。黑蟒帮一直在扩张，名下的夜店
也一直在赚钱。不用，给女朋友花钱天经地义，不花给你，难道让我去外面包养小情人吗？这也太多了。心疼我的话，就拿个金牌回来。我会的。季申上车后，才把一直震动的手机拿出来，致电人是季申爷爷兄弟的儿子。季申，我们绝不允许你和叶无双在一起，你的结婚对象必须是名门千金，他不配。叶无双和季申官宣，吃瓜群众吃了个爽，季家人却麻了。你没有资格命令我。季少，外面都在说叶小姐配不上您。随他们。隔天，戴青州接到奥组委的电话。青州，你考虑好今年花滑协会选送谁来参加冬奥会了吗？我打算2个月后办个比赛，选总分最高的成员去。从目前实力来看，女单这边第一应该是尤晴。累吗？不累，这段时间我就不回公寓了。好，我带了一些药过来，摔伤了记得涂。这找谁说理去？好多女单练习10年才能跳成这样，你1个月就从入门到精通跳跃了。倒也没有精通跳跃。你还谦虚起来了。没有，我的意思是旋转我也精通了。距离选送名额的比赛还有1个月，你是打算自己编曲子，还是找人编？我找以前认识的编舞老师，给你编了一个短节目和一个自由化，你看看。半个月前，叶无双告诉他要参加比赛的时候，戴青州就托人找关系给叶无双编了一套舞。谢谢。你是魔鬼吧？看一遍就会了。你是真不打算给我留活路？为了防止你不得窍门，在4周跳时摔成植物人，我可以教你技巧。谢谢。你们2个现在的技巧不比国家队的杜巧妍那个夏国花滑女单之光差，2人都具备了征战冬奥会的能力，但名额只有1个。不然你跟国家队说一声，让我跟叶无双上呗。我可没这么大的权利。你觉得5周跳能拿几分？你疯了，叶无双，你别乱来。5周跳的可能性在物理计算里存在，但现在的花滑选手做不到。男单那边的世界冠军倒是跳过4周半，他说他跳完之后感觉腿都不是自己的了。人类的极限就是用来打破的，力量是我的优势，或许我应该试试。叶无双开始尝试5周跳，失败也如尤晴所说，来的理所应当。别跳了，再跳下去，比赛还没开始，你就要坐轮椅了。距离选拔赛还有7天，我给你放7天的假，你放松一下，也许能找到该有的状态。双儿，你爸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快回来看看。我回家一趟。妈妈，我回来了，爸爸怎么样？圣女，19岁生日快乐！您不是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吗？主要是想给你一个惊喜。谢谢你们给我过这个生日。翌日，大哥叶威楼瞧见季申从妹妹卧室的方向出来，皱起了眉。他是看到季申和妹妹在微博官宣恋情，才知道2人已经同居了那么久。虽然妹妹已经成年，做好措施，别让她吃药。妹妹还小，没到生孩子的时候，吃药对身体不好。我和她还没到那一步。叶威楼很难相信季申这条大尾巴狼能圣贤到这种地步，除非他主动点头，我不会做到那一步。叶威楼眼中掠过错愕的表情，隐隐能明白妹妹为什么栽到季申手里。他竟然在最亲密的同居里保持住了最克制的尊重。什么时候结婚？我倒是想尽早，不过还得看他的意愿。听说季家那边对他意见很大。放心，我会让他们把意见吞回去。我宣布，本次比赛第1名叶无双获得参加冬奥会的资格。我买了花滑馆的冬奥门票，比赛那天你可得给咱们花滑协会长脸。我会的，谢谢你这2个月的帮助。季申，你怎么能让叶无双去参加冬奥会？你知道我们刚刚在股市赔了多少钱吗？分手，你们必须分手。出去。我让你出去。如果连最基础的上下级礼仪都忘了，我可以让你早点退休。季申，听大伯一声劝，跟叶无双分手吧。大伯也是为你好啊。你看看这段时间，叶无双给咱们季家带来了多少丑闻，就连股市都赔了不少。多少名媛千金等着你挑，像叶无双这种女人，你随便玩玩，尝了鲜，给点钱打发走就行了。
我再给你介绍几个美人，你也别把叶无双当真，更别花钱送她参加冬奥会。他是凭他自己的实力获得了东道主选送资格，没有借助我的任何帮助。第二，我不会和他分手，我会娶她。第三，我发现大伯的记忆力衰退了，你把股市的暂时损失当成了永久损失，殊不知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你怎么来了？想你就过来了。无双，可以把你今天发给我的消息再口述一遍给我听吗？那些话我发短信可以，真正用嘴说有点难以启齿。可是我很想听，或者只重复最后3个字。我爱你。我也爱你，比你想象中更爱。巧言小姐，你现在紧张吗？紧张，不过更多的是热血。外界都说你有望为夏国拿下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历史上的第1枚金牌，你有信心吗？谢谢大家的厚爱，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冲击金牌。你觉得最强劲的对手是谁？上一届冬奥会冠军埃琳娜·梅德韦杰娃。真不知道季少看中你哪一点？他看中我哪一点？跟你有什么关系？的确跟我没关系，毕竟你只是他图一时新鲜的玩具而已。等他腻了，他会看到我，而不是你。那你就慢慢等吧。明天就是比赛，他没兴趣把时间浪费在杜巧言身上。Это конец предматчевого видеоблога. Я Елена Медведева. Пока. 埃琳娜很喜欢拍摄 vlog 上传网络，和粉丝一起分享自己的日常。她特意挑了个安静的地方，和粉丝说夏国冬奥村环境以及这2天发生的趣事。电梯里的杜巧言灵机一动，抬手就狠狠给了自己一巴掌。小妍，你脸上怎么了？谁打你了？叶无双打的。我在楼下的小花园遇到他了，他知道网上有人把我和季少炒 CP， 很生气，以为我要和他抢季少，就打了我一巴掌，还说什么？还说他要拿女单冠军，让我识相点，放点水，别挡他的道，否则我会后悔。荒谬！你别怕叶无双，该怎么比赛就怎么比赛，出了事我帮你担，我就不信这叶无双能把天翻了。小妍，你曝光叶无双吧，你微博粉丝不少，眼下又是冬奥会自带热度，一定要把叶无双的真面目爆出来。这不好吧？这有什么不好？他都骑你脸上欺负你了。资本家的女朋友都敢威胁国家队了，有没有人可以出来管一管？本人郑重宣布，如果季少不和叶无双分手，我会带领我全家抵制季氏旗下所有产品。季氏的股票在1个月前花滑宣布叶无双会代表国家出战后，迎来了新一轮跳水式的下跌，跌幅比上次还大，几十个亿从股市溜走。接下来出场的是夏国男单叶无双。值得一提的是，他是通过东道主选送进来的非国家队成员，这是他第1次登上冬奥会，不知道他会在此次大赛上给我们留下怎样的印象呢？你紧张的嘴唇都干了。能不紧张吗？这可是冬奥会啊！108.13，他打破了刚刚由埃琳娜创造的女单短红世界纪录，创下新的世界纪录。叶无双尽管得到了第1名，却还有网友们质疑他有实力没人品。这是一个名为埃琳娜死忠粉的用户在热搜下面留言。家人们，你们好像被杜巧言骗了，我微博有证据，音频里没有扇巴掌的声音，杜巧言也没有表现出被扇巴掌的委屈愤怒。我也不知道叶无双是不是后面打的杜巧言，我只确定杜巧言绝没有他自己描述的那么无辜。他在羞辱叶无双的人格，说叶无双是玩物。事情也传到了季身里，去查杜巧言离开小花园回冬奥村的路线监控。风九很快带来真相，一段杜巧言在电梯里自己打自己的画面。是的，是我远程精神控制杜巧言，让杜巧言自己打自己的。我真是个坏女人，建议国家安全局将我抓走做实验。这招我黑我自己，属于走黑粉的路，让黑粉无路可走了。季身也发了个微博，喜欢花滑的杜巧言。回答你3个问题，我看中叶无双的全部，并非哪一点。2，叶无双是宝贝，不是玩具。3，我对叶无双永远不会腻。冬奥结束，离开国家队吧。没有转圜的余地吗？我为国家队征战这么多年，我喜欢多年的男人被叶无双抢走了，我的夏国花滑女单第1也将被叶无双抢走。不可抑制的愤怒直冲杜巧言的大脑，
他想也不想，把手中冰鞋用力砸向叶无双。叶无双侧身轻松躲过，刀刃越过他，飞向后面的2名女性志愿者。叶无双没有更多的时间把志愿者拉开，只能用后背挡住。怎么会这样？杜巧言弄的。叶小姐，你还上场吗？如果不上，我给你缝合伤口。上。那我给你用拉链式创可贴。236刷新女单自由化世界纪录，加分段减至108.13，合起来的总分是338.84，排名第1。一个从花滑协会保送上来的非国家队插班生，在受伤的情况下顶住压力，拿下夏国女子单人滑的第1枚金牌。风九呢？让他调查一件事去了。调查结果如何？如您所料，上次 AI 换脸的事也是杜巧言策划的，他给了唐薇一笔钱，让唐薇一人顶罪，带上调查资料去杜家。沈小子，今天怎么有空来杜家了？这得问您的孙女。你是为业务双来的吧？我知道，我孙女这事干的的确不地道，我代她给你道个歉。这事不是道歉能解决的。沈小子，我跟你爷爷是战场上的生死之交，你就不能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饶过巧言一回？在杜巧言没有看在2家爷爷的面子上善待我女朋友的时候，您便不能要求我看在2家爷爷的面子上饶过他。你们一家子都是护短的人。算了，是他罪有应得，他在楼上，你们上去吧。放开我，混蛋！放开我！爷爷救我！爷爷！季少，季少，你饶了我吧，季少！季身无动于衷，一个眼神也没给。经核实，杜某言是 AI 换脸案的主犯。事情败露后，杜某言与表妹唐某进行金钱交易，诱引唐某承担所有责任，藐视法律，行为恶劣，判刑1年07个月。杜某言同时涉嫌故意伤害叶某双造谣诽谤，加判7个月，共2年02个月。叶无双醒来时，一切纷争都结束了。我本来还打算等自己睡醒了再去收拾杜巧言。叶女王已经这么全能了，总该留点事，让我这个男朋友有一点发挥空间。哪有那么全能？你说的对，你的确不全能，我想法太肤浅了。你还有很多事没做，比如你还没有成为我的太太，也还没有为我生个可爱的小无双。小无双？为什么一定要是小无双？小替身不行吗？2个都要不行吗？竟然想要2个孩子，看来某人比我想象中积极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的？颇有歧义的话，让叶无双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是你提到这件事，我才。所以你的意思是，你非常愿意成为我的太太，并且愿意生育我们的孩子。季爷爷，季奶奶，近段时间你们的身体还好吗？我跟将军身体好着呢，倒是孙媳妇儿你背上的伤怎么样了？已经好了，没有大碍。那就好。无伤，我们这次从乡下赶回京城，有2件事。第一件事是想让你和阿申把婚定了，给你们办个订婚宴。你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没法结婚，只能先办订婚宴，等年龄到了再结婚也不迟。这第二件事是想带你入住季家，省得别人继续风言风语。季家给叶家千金的第1个聘礼是100亿。不愧是季家，开场就是大手笔。我这辈子都不一定能挣到100亿。季家给叶家千金的第2个聘礼是10套首饰。我昨天和奶奶只挑了1套，奶奶给你挑了剩下9套。季家给叶家千金的第3个聘礼是10座度假山庄。季家给叶家千金的第4个聘礼是10辆超跑。季家给叶家千金的第5个聘礼是季氏20%的股份。偌大季氏的1/5，就这样给叶无双当聘礼了。这只是聘礼啊。季家准备了10样聘礼，每一样都取10或10的倍数做底，寓意10全10美。这场订婚宴不仅霸占了微博热搜榜第1，更霸占了新闻报纸的头条。季家大伯母语气酸溜溜的：100亿也就算了，还给了20的股份，二房可真大方啊。季家大伯叫季振，是季申爷爷季瀚海的兄弟之子，他们的儿子叫季晨，是季申的堂弟。季晨的夫人叫花颜，人如其名，长相美艳似花。她是前世界体操冠军，退役后成为国际有名的香水设计师，在香水设计师排行榜里排名第9。他们算大房。
季汉海基申那麦桑二房，他们手上的股份也才20%。不是他们大方，是他们手上的资产超过我们的想象。我那堂哥确实有本领，当年差一点成功，来日方长。这些年他明里暗里没少对二房一家下手，光花钱找人刺杀他们都干了好几回，可惜全都以失败告终。叶无双是突破口。确实，既然堂哥一家这么看重叶无双，那叶无双就成了他们的软肋。我先去准备这次国际调香大赛了。去吧，这次要是拿了第一，季氏香水的销售额会再翻上一番。聘礼太贵重了，我可以退掉一部分吗？按照妈妈李春兰的说法，她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叶家需要什么会自己争取，没有那份贪图富贵的心。我就知道你妈妈他们不愿意要，但我们绝对不会退，因为这代表我们一家对你的重视。奶奶可以先替你保管着，将来有需要再找我，你看好吗？季奶奶都这样说了，叶无双只能点头作罢。你们叶家呀，当真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季将军还说你父亲不错呢。父亲不错，是夸他将几个孩子拉扯大很不容易吗？她是那个擅长精神调教的女人。她叫花荣，花颜同父异母的妹妹，早些年被逐出家族，现在为我所用。叶无双参加千秋杯网文比赛时，就是花荣代替叶无双勾引网文大神刘辉上钩。叶小姐，你好，谢谢你当时帮我解决刘辉。不客气，应该的。哟，这不是叶总吗？咱俩真有缘，给个机会让我追一下呗。叶威楼退开2步，脸色阴冷。他们怎么认识的？上个月，花荣帮我在夜总会调教一个人，被你大哥看到了。当时你在准备冬奥会，我便没告诉你。场面比起当初调教刘辉，有过之而无不及。 7个字，足够叶无双清楚当时的大尺度画面了。我大哥的观念比较保守，可能不太喜欢花小姐。无妨，花荣大概也是看你哥太保守，想逗他一下，他心里有数。啊，突然抱我干什么？你说呢？今天是你我的订婚宴，你总该多看看我，多问问我，多谈谈我吧。你愿意吗？一切水到渠成。无双，你怎么又忘了吗？高考前我告诉你，我要讨利息。叶无双醒来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自己的骨头被人拆开重组了。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17代表季氏集团参加本次国际调香大赛，获得第1名。季氏参加了本次国际调香大赛。季氏每年都会报名参加，制香的分公司平常都是堂弟的妻子花颜在管，也是他代表季氏参赛。他亲自规定，公司每年参加国际调香大赛前会有一场内部比赛，谁有实力谁去。明天就是公司内部比赛。我想去，可以吗？你拥有季氏20%的股份，已经是内部人了，当然可以去。我调的这款香水名为沉沦，代表我对我丈夫的感情，香调为清新木质调。花总真不愧是全球排名第9的香水设计师，调出来的香太好闻了。这是花总特意为丈夫调的香，神仙爱情木了。内部比赛结束了吗？还没。堂哥跟叶小姐有什么事吗？带她参加内部比赛。叶小姐想通过季氏内部比赛参加本次国际调香大赛。叶无双打算去调香室调香。等下，我觉得叶小姐不用大费周章参加什么内部比赛，直接代表季氏去国际比赛就好。此话一出，公司成员惊住了。叶小姐是堂哥的未婚妻，堂哥的眼光岂能有错？我相信叶小姐一定是很厉害的调香师，也一定能代表季氏在国际调香大赛上获得极好的名次。季少眼光很好，叶小姐肯定是非常厉害的调香师，会像拿花滑冠军一样，获得十分优秀的排名。叶小姐，你不用调香了，养精蓄锐去调香大赛就行了。他想捧杀你。有趣。什么情况？我要是没记错，叶无双连香水都不喷，怎么会是调香师？你堂哥带叶无双来了，说要叶无双参加内部比赛，我直接把资格让了，理由是相信你堂哥的眼光。这招捧杀行啊！等比赛结果出来，叶无双和堂哥一起被嘲讽，你不管对内对外都能赚到一个好名声。花颜淡笑不语，切到微博界面。此刻微博实时热搜榜第1。叶无双是香水品牌 Soit 幕后老板，庆祝 BOSS 叶无双与季申订婚，所有香水半价，仅限今天。花总没骗人，叶无双竟然真的是很厉害的调香师。纠正楼上
是全球10大香水设计师之首，比花总排名还高。好期待叶无双作品。叶无双竟是全球10大香水设计师之首，所以你是们选手们，自身去做提过基调上大赛的第一名，是来自小国的 Flip 小姐，她教的这款香水名为神，是她为文不及神的神，也是中文自有生命的神。宝贝儿，你怎么这么会取名字？你也是我的神明。你有没有发现你有点着急？对于一个饿了快30年的男人来说，是会比较着急一点，这很正常。那我下次不着急了，好不好？调香大赛结束，寄生叶无双返回夏国京市。叔，有寄生和叶无双这样的儿子儿媳，阿婷和成仙在天上也安心了。要我说，堂哥能娶到叶小姐这样的妻子，真是走大运了。叶小姐没来之前，我还以为堂哥要孤独终老呢。叶无双直接把手挪开，没兴趣给花颜面子演戏。老公，你说叶小姐跟堂哥是不是特别般配？当然般配，若不般配，也不可能入堂哥的眼。花颜笑得更加从容，心里却恨不得把叶无双一刀捅死。叶无双没出现在季家前，我花颜是豪门第一夫人，我不仅是体操冠军，还是国际排名第9的香水设计师，凭一己之力救活了季氏濒临倒闭的制香公司。我与季晨的爱情也一直被外界和圈里人羡慕向往。提到豪门婚姻，目光始终聚焦在我身上。现在叶无双来了，情况就变了。叶无双是冬奥会花滑冠军，还是国际排名第1的香水设计师，并代表季氏拿下本届调香大赛第1名。他与季深的恋爱经历更备受外界关注。我算明白了，叶无双并非季深的软肋，他与季深是如虎添翼，不可小觑。瞧瞧叶无双那小蹄子的嘴脸，还没嫁进季家呢，就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一个笑容也不给。等她嫁进季家，那还不得骑在我们脖子上撒尿？妈，消消气，别跟一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置气。等我们将来手握季氏，就该他们跪着讨好我们了。到时候你想让他怎么笑，他就得怎么笑。那叶无双可不是简单的乡下野丫头，她聪明的很。突然想到了什么，大伯问花颜：你妹妹花语回国了吗？前几天就回来了。那不得安排你妹妹和我堂哥好好聚一聚。我想堂哥应该也挺思念花语妹妹的。第二天，季深带着叶无双去拜访季氏董事会的几位老古董。我们不认可叶无双，季深，你换一个未婚妻。比叶无双好的选择太多了，我看那个花家二小姐花语就挺好。在豪门眼里，彼此心里都清楚门当户对4个字有多重要。季深的父亲就娶了平民成仙，结果摆在大家面前，家族无明显长进，还险些被一流家族比过。虽然季家现任掌权者季深有本领，但也不能让历史重演第2次。你们何必如此逼我？是你在逼季氏，我们也是为了季氏着想。你敢娶叶无双，我们就敢动用老祖宗给的权力，把你驱逐董事会。我会证明给你们看，我是那个最好的选择。小姑娘，区区几个无关痛痒的世界冠军，可不够格。谁说我只会拿几个世界冠军了？光耍嘴皮子可没用，还是花语更好。我非叶无双不娶，我们有事，先走一步。抱歉。没事。那位花语和花颜以及花家有关系吗？她是花颜的妹妹，花家二小姐，在娱乐圈的艺名叫雨嫣。叶无双懂了，雨嫣3金影后，诸如唐薇之类的明星，在雨嫣面前完全不够看。你别太在意他们说的话，我会让他们点头。晚上花语组了个局，你跟我一起去吧，正好你们相互认识一下。你跟他关系很好吗？花语是继上官清灵、贺连青第3个寄生要介绍给他认识的人。吃醋了，他救过我的命。少年时的寄生曾遭遇一场火灾，他昏迷不醒，是花语背着他走出火场，把他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花颜能在季家拥有话语权，很大部分原因也是他看在花语的面子上允了他几分颜色。我只把她当妹妹，走吧，让她见见她的嫂子。是季少和他的未婚妻叶无双，他真的来了。我就说吧，花语姐出马，季少一定会给面子出席的。那是自然，也不想想花语姐跟季少是什么关系。说来也惋惜，我一直以为花语姐会跟季少走到最后，毕竟2个人都这么优秀。季少已经订婚了，
这种话别再说了。季哥哥，好久不见，这位是叶小姐吧？比电视里漂亮，你在冬奥会上的比赛我看了哦，超飒超漂亮。谬赞，花语小姐也很漂亮。大忙人总算有时间回家了。季哥哥就别取笑我啦，我再忙也比不过你。说起来，马上就是我出道10周年纪念日了，你能不能给我拍个纪念视频啊？我记得我的出道视频也是你亲手拍的呢。那个时候，你听说我隐姓埋名，被娱乐公司打压了，就自学摄影，以临江仙的名义帮我拍了个超棒的出道片，还记得吗？既然季深把花语当妹妹，兄妹之间有一些不过线的亲密接触也正常。他松开季深的手，打算把地方留给兄妹2人独处叙旧，季深却微微用力拉住他，不给他离开。你呀，都这么大了，就算不考虑我已经订婚，也该考虑考虑自己大明星的身份了。这句话是站在哥哥的角度提醒花语分寸感和距离感。这不是很久不见，太想季哥哥了吗？所以季哥哥可以帮我拍出道10周年的视频吗？季深思忖片刻，询问大概什么时候拍？就这几天时间。这几天你需要忙事情吗？没有。我可以帮你。太好了，季哥哥要先确定叶无双没事才会帮我吗？如果叶无双有事，是不是就不帮了？叶无双已经是季哥哥心里的第1位了吗？季哥哥，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单独商讨一下视频怎么拍吧。语毕，又对叶无双很不好意思。公司有保密要求，抱歉。季哥哥，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单独商讨一下视频怎么拍吧。不好意思，公司有保密要求，抱歉。今天不商讨，主要带无双过来聚一聚。是我着急了，想早点拍完，怕耽搁季哥哥的时间，却忘了叶小姐。你可以和他单独讨论视频怎么拍，不用管我。我喜欢管你，不可以吗？我怕你一个人在宴会待不习惯，没有认识的人感觉孤单。叶无双，我绝不会让你霸占我的位置。我用了这么多年努力拼搏，只为站在最高的地方与季哥哥并肩，你不能鸠占鹊巢。怎么样，见识到叶无双的能耐了吗？你也不用太生气，叶无双只是正好掐着你在国外拍摄电影的时间趁虚而入了。花语在国外半年，叶无双和季深正好认识半年。季哥哥同意帮我拍10周年纪念视频了，说明你季哥哥心里还有你，你得把握机会啊。翌日，季深打算去给花语拍出道10周年纪念视频。在家无聊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保密协议什么的，他可以解决。不用，我正好看看书。叶无双举起借来的商学院大2书籍，他打算利用闲暇时间把大学的课程全部自学完。别太累了，冰箱里面有蛋糕。叶无双点头，给了他一个离别吻。季深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拍摄过程里，花语崴了一下脚。季哥哥，他一瘸一拐走向季深，欲扑在季深怀里。风九，带他去医院。不用，季哥哥，一点小伤，我可以坚持。我们先拍不用行动的片段吧。季哥哥，谢谢你百忙之中抽时间帮我拍视频。哥哥帮妹妹是应该的，不用谢我。哥哥，妹妹，我不想只当你的妹妹，我想当你的夫人。无双，晚上吃什么？奶奶做的家常菜。无双，什么时候开学？无双，怎么？无双，花语的出道10周年纪念视频拍好并上传网络。临江仙是季少吗？还是重名了？季少居然亲自给嫣嫣拍10周年纪念视频，因为嫣嫣的姐姐花颜是她的弟媳吗？楼上孤陋寡闻了不是？嫣嫣的出道视频也是临江仙季少拍的，你们不知道吧？花语隐姓埋名，没出道前得罪了摄影圈的人，没人愿意给他拍片子，季少专门为他学摄影，给他拍了轰动一时的爆款出道片。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往事。季少为什么对花语这么好呀？因为花语救过季少的命。你在生死关头救我一命，我在你举步维艰之际送你上青云，这怎么比业绩 CP 还带感？怎么办？我真的感觉嫣嫣和季少好般配，不管是家世背景还是实力。雨嫣，刚刚又有好几个大牌奢侈品联系我，想让你代言他们的产品。先找找他们的产品有没有黑料，再择优代言。季深发了新视频，这个视频只有一个主角，叶无双。你到底要喊我多少次？一辈子。季深这次没有用临江仙这个马甲，而是简单2字，季深。
季少镜头里的叶无双可爱炸了，我永远爱他的反差萌。为什么季少这次给语言拍视频署名是临江仙，给叶无双拍视频署名却是真名？可能想表达，对于花语而言，临江仙还是临江仙，但对于叶无双而言，临江仙已经是寄生了。我大胆猜测一下，季少知道花语10周年视频出来，网友会胡思乱想，所以提前给叶无双也拍了一个表态。孙媳妇，你的问题有答案了。你早上不是跟我说，阿深这几天老喊你，你觉得很奇怪吗？答案在这。看来今晚可以奖励阿深一个鸡腿。季深是什么时候拍的我怎么一点也没注意到？难道用的是某黑科技微型摄像机？今天花语有一场落水戏，凭他的演技，这种戏他会一次过，但今天他不想。咱们下过娱乐圈的演员要有嫣嫣1/3敬业，娱乐圈也不至于乌烟瘴气成这样。你们就别夸我啦，都怪我今天状态不好，害大家陪我拍这么多遍，真的很对不起。别，演员也是人嘛，偶尔有点小状态也正常，你千万别自责。雨嫣，你快去冲个热水澡，这是感冒药。好。花语来到浴室，便把感冒药倒进盥洗池。季哥哥，我爸爸妈妈说好久没见你，在家里准备了晚餐，今晚你可以赏个脸吗？小雨脸色怎么这么白？不舒服吗？我没事。他今天拍戏在水里泡太久，冻着了。没看医生吗？看了，开了点药，晚点再吃。以后工作不要太勉强自己，身体最重要。谢谢季哥哥的关心。雨儿，医生发高烧，需要回房休息。这我抱不动啊，擎苍这几年身体也不好，佣人也去外面帮我办事去了。季深没说话，把花语抱起来。季哥哥，你别走，留下来陪小雨好不好？小雨好难受。你发烧了，喝点药醒来就不难受了。小雨不是身体难受，是心里难受。这半年我在国外拍戏好孤单，国外导演虽然邀请了我，可那帮白种人骨子里就瞧不起我们黄种人，总对我冷嘲热讽。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但我一想到你，就咬牙坚持下来了。有些路确实不好走，辛苦了。季哥哥，今晚你可以陪我吗？你不在我没有安全感。我订婚了。我知道，我只是一个想要哥哥陪伴的妹妹，没有别的意思。季深，你就看在雨儿救过你的份上陪她一下吧。看来她在国外真的受了不少委屈。发擎苍也投来请求的目光，季深在心里叹息一声，只能点头应允。他给叶无双打了个电话，说了花语的大致情况。我知道了，你陪他吧。你怎么这么果断？我相信你。有多相信我？像相信吴晨一样相信你。早点睡。季深，辛苦你照顾雨儿了，这是我给你泡的茶，趁热喝了吧。季深低头看茶，有趣。季深给了身后的风九一个淡淡的眼神。季少喝什么我会安排，不用夫人操心。夫人请回卧室休息。这好吧。季哥哥，谢谢你今晚愿意陪我。不用谢，睡吧。怎么能不用谢呢？季哥哥对我这么好。季哥哥，小雨真的好想你。季深点头，然后伸出手，一掌把花语劈晕。季少，你要走吗？说来也好笑，两个大男人出现在花语的卧室，花家人管都不管，一点也不避嫌。我只是一个想要哥哥陪伴的妹妹，没有别的意思。算了，把笔记本给我。雨嫣拍戏有多敬业，泡几小时冷水无怨言，故意因戏感冒，告诉季深他很敬业，很优秀，在卖惨求季深留下，求季深爱怜。救命恩人，这确实是个很耐人寻味的身份。季哥哥，我昨晚怎么睡着了？烧过头了吧？既然你醒了，我就回公司了，记得吃药。季哥哥，怎么样？你昨天有没有和季深生米煮成熟饭？你怎么这么不争气？不管他碰没碰你，他都在你房里待了一夜。虽然他觉得你们是兄妹，但外界可不这么认为。水千柔心生一计，放出消息说他趁你生病强占了你。
逼他娶你怎么样？不能，那小子爱恨分明，用这种手段，就算雨儿嫁进去，恐怕也是独守空房的下场，更别说给花家分到什么好处了。都怪叶无双那个野丫头，要不是她捷足先登，咱们雨儿说不定已经嫁给季申了。没事，我们还有机会。没想到奶奶喜欢硬核科幻，一开始也不喜欢，受阿深影响，接触后就喜欢了。她喜欢硬核科幻？你看看，这是阿深写的科幻小说，他很喜欢宇宙，以前的梦想是当宇航员，探索太空。如果他父亲没去世，他应该会把这本小说投给出版社，同时朝梦想奋斗。伤心事不提了，这世上哪有如果？要是咱们夏国有朝一日也能拍出像样的科幻片就好了。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18，成为导演，拍摄一部票房过30亿的科幻电影。票房30亿的科幻电影，这系统倒是真敢给我下任务。对了，孙媳妇，再过几个月就是阿深的生日了，你想好要送给他什么礼物了吗？想好了。是什么？保密。早知道我就不把微型摄像机给你玩了。那是季申给叶无双拍视频时用到的黑科技。晚了，你已经给我了。唐导，我想当导演，你可以教我拍电影吗？我还以为你是来当演员，找我继续合作的，怎么突然想拍电影了？唐文确实非常想和叶无双合作第2次。有非拍不可的理由？教你也不是不行，但得有交换条件。但说无妨。你得关注我的微博。他跟叶无双继电影破晓之后没再合作，叶无双也没关注他。就这么简单？当然简单，你这人的性子我喜欢。你又是季申的未婚妻，当夏国豪门第一夫人的老师，总归我不亏。你想拍个什么样的电影？科幻电影。我不建议你一开始就尝试科幻片，这玩意儿难拍，烧钱不说，受众还少，风险太大了。我不缺钱。行，你有心仪的剧本吗？科幻电影的剧本很重要。叶无双把季申写的《太空迷航》递给唐文。这小说行了，谁写的？不会是你吧？不是我，但具体是谁保密。你想什么时候开始拍？越早越好。那你得准备电影立项需要的东西，去广播电视局备案。好。雨嫣，你猜怎么着？我刚刚在唐导那里看到叶无双了。真的吗？好巧，他找唐导是想拍戏吗？叶无双不想拍戏，他想当导演拍电影，还是科幻电影。未婚夫有钱就是好，科幻片都敢拍。未婚夫3个字再度刺痛花语。我知道你也心仪季少，说实话，叶无双在同龄人里是很厉害，但他哪里比得上你？真不明白季少是什么眼神。陈姐，我想推了后面的剧本，免费出演叶小姐科幻片的女主角。你疯了？叶无双是新人导演，还要拍最难的科幻片，你什么咖位？你3金影后啊！你知道夏国有多少导演眼巴巴的求着跟你合作吗？她是季哥哥的未婚妻，我想帮她一把，只要季哥哥幸福，我就会幸福。真是个傻姑娘。叶小姐，你好，我是雨嫣的经纪人。雨嫣听说你要拍科幻片，想毛遂自荐，免费当你科幻片的女主，助你一臂之力。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对面餐厅详谈，顺便赏脸吃个饭？可以。花小姐一个3金影后，怎么想当我片子里的女主角？想补偿叶小姐。补偿？你做了什么错事需要补偿？我昨晚跟季哥哥做了不该做的事。具体点。就昨晚我和季哥哥，并且一晚好几次。我昨晚跟季哥哥做了不该做的事，并且一晚好几次。叶小姐，请你原谅我们，我们只是一时没忍住，犯了一个小错误。我和季哥哥原本也打算瞒着你，但我只要一看到你心里就很痛苦，觉得不管怎样也要取得你的原谅，否则这辈子难以心安。为此，我愿意推掉所有工作，一心一意帮你拍摄科幻电影。一个小错误，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请你原谅我们。我知道我跟季哥哥的情谊让你心里有芥蒂，但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你真的是他现在最爱的女人，请相信他。我走了。季奶奶给我的黑科技微型摄像机，原本想把电影的诞生过程录下来留作纪念，结果半路杀出个花语。他真是个大好人，我还没动手，他花语自己送上门来了。回来了。季深，收拾花语之前，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他做了什么？他拍戏时假装敬业，实则让自己生病好让你陪他，就在刚刚约我去餐厅，骗我说你昨晚跟他一夜好几次，暗示我你爱的其实是他。季深听罢思忖片刻，收拾他之前，为什么要听我的看法？因为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不想让你处于尴尬的位置。如果你觉得可以给救命恩人一次机会，我可以低调处理这件事。我的看法是，不要管他是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只要他试图伤害你，他就是我的敌人，这个立场永远不会变，所以尽管放手去做。你不怕别人说你忘恩负义吗？去他妈的别人！你怎么都不怀疑花语有没有约我去餐厅，有没有跟我说那些话？你怎么都不怀疑我有没有和花语一夜几次？两人相视一笑。别在这里，小点声音，会吵醒爷爷奶奶和佣人。季深，你别，混蛋！爱你的混蛋！嫣嫣对叶无双也太好了吧，居然推掉自己的工作，还免费出演女一。嫣嫣真是叶无双、季深两口子的贵人，又是救命又是免费拍戏，希望叶无双好好感谢一下嫣嫣。我确实要发一条微博感谢一下花语。花语在吗？为什么在我面前发春？叶女王，您有事吗？发微博前不知道动动脑子。从没见过你这么低俗的准豪门夫人。你对得起嫣嫣辞掉所有工作，免费出演你新作的女主角吗？赶紧开新闻发布会给嫣嫣道歉，并赔偿嫣嫣的损失，别不识抬举。几乎所有评论都在骂叶无双。第一，我并没有邀请花语出演我作品里的女主角。第二，更没有免费这个说法。雨嫣，那个叶无双在微博上说你发春，被大家骂了，微博也瘫痪了。他具体怎么说的？就突然莫名其妙的发微博艾特你，问你为什么在他面前发春，网友为你打抱不平，他还亲自下场手撕网友。等下我把截图发到你手机上。虽然大家都在骂叶无双，但也有人怀疑你干了什么。怎样？要公关吗？不用，我亲自陪他玩玩。叶无双，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叶小姐要用这么难听的话说我。你忘了你暗示我的未婚夫季深其实爱的是你。你在说什么？我怎么不懂？你忘了，你骗我说你和我的未婚夫季深发生了关系，还一夜多次。你怎么能这样？你就算不相信我，也该相信季哥哥啊！怎么能这样血口喷人？叶无双不再回应，事情拱到这里就够了，要给他发酵时间。花语自以为叶无双无话可说，他乘胜追击。既然叶小姐无视我的善意与友好，在大众面前如此羞辱我，那我也不想当软柿子。我希望你能拿出与你发言所匹配的证据，否则法庭见。这叶无双也不是你的对手啊，一点也不冷静。她在冷静，在爱情里也只是一个盲目的女孩子，总会怀疑猜忌，很正常。真不愧是3金影后，一回来就把叶无双收拾了。你要不要联系一下你的季哥哥，让他相信你？不用，我猜他现在被叶无双质问得很烦，我再去是打扰他，不如不去。等他问起我为什么不联系他，我再告诉他，为了他的名誉着想，我想和他保持距离。我的妹妹真是越来越厉害，一个是怀疑猜忌的未婚妻，一个是善解人意的救命恩人。我要是你的季哥哥，我恨不得今晚就把你就地正法了。不把他在餐厅和你说那些话的视频曝光吗？这件事还有上升空间，花语应该要想办法把这件事的知名度扩散到最大。我要拍科幻片的事也会随之扩大，有他帮我宣传，我能省不少时间和金钱。花语知道他已经被你玩弄于股掌之间了吗？很遗憾，他的智商较低。啊，我终于找到证据了。视频一出，震惊全网。镜头从花语的经纪人陈姐邀请他开始，随后花语在里面亲口说自己和季深发生关系了，并且一夜几次。我靠，心里这么贱的人，真的是语言。他还在微博中清白无辜，还要跟叶无双法庭见。不对劲啊！叶无双爆出来的视频水印，怎么是敬请期待科幻电影迷失？家人们，你们看叶无双这条微博的措辞，
那个啊，我终于找到证据了，里面的啊，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既然有证据，为什么不早点发？干嘛挨骂这么多天？想想那个离谱的水印，圈里圈外的人都知道他要拍科幻片《迷失》了。这种程度的名气，我初步估计叶无双至少省了5000万做宣传。也就是说，华语从一开始就被叶无双拿捏了。妹妹，你被叶无双摆了一道，他一开始就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千防万防也没想到他会带微型摄像机啊。刚刚咨询了一下律师，你可能要被刑拘几天。叶无双是季家的未婚妻，事情又在网上闹得这么大，警察不会坐视不理。我知道，但叶无双也得进去。他明明有证据，却一直演戏，犯了故意挑起事端罪。叶无双有你造谣抹黑他的证据，你有他故意挑事的证据吗？他特意在微博上说了，证据是他终于找到的。不要小看叶无双，他的心思真的很缜密。这次你只能被他卖了，还要替他数钱。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兵行险招，将错就错，对外放出你真的和季申发生关系了。虽然叶无双宣称你欺骗了他，可当晚和季申共处一室的人是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叶无双不知道，外界也不知道。季申毁了你的清白，还能不娶你吗？据我所知，季氏董事会的老古董们都挺中意你的。不行，季哥哥会恨我的，就算我嫁进去，季哥哥也会不理我的。你是想当他的老婆被他怨恨，还是连老婆都当不上，直接被怨恨？何况一日夫妻百日恩，只要你能嫁给季申，往后不有的是时间让他回心转意。花语不再哭泣，心也动了。给你打电话前，我跟爸爸妈妈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妈妈对外宣布这个假消息。为什么？为了留条后路，我已经嫁进季家，不方便为你发声抹黑季家。爸爸还要和季氏做生意，更不方便发声。唯有妈妈的角度最好，她只是一个心疼女儿失去清白的无辜母亲，她有什么错？季家要是问你，你就说你也不知道，你当天在发烧，一切都是醒来后妈妈告诉你的。好。电话刚挂断，警察就来了，将花语带走。我要报警，季申趁我女儿花语发烧，强暴了她。女儿当时四肢无力，浑身疲软，脑子也不清晰，哪里能推开一个身强体壮的成年男人？我想让季申对女儿负责，女儿却说这只是一场错误，让我尽早忘却，不要破坏季申和叶无双的感情。我同意了，可季申干了什么？叶无双又干了什么？我女儿是受害者啊，她从头到尾都只想维护季申和叶无双的感情与声誉，叶无双却不知好歹，反咬一口。季申更是全程闭嘴，不闻不问。我的女儿我保护，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给我女儿讨要一个清白。我要报警，季申趁我女儿花语发烧，强暴了她。您有证据吗？你们想要什么样的证据？受害者被强暴后要尽快报案，公安人员会带着受害者去医院进行详细检查。您女儿？我女儿心地善良，没有报案，也早就清洗过身体了，找不到你口中的那些东西。现场有男方留下来的身外之物吗？水女士，如果没有确凿证据，我们无法立案，季先生的罪名也不成立。孙媳妇，花家，强暴罪什么的，对一个无辜男人来说很沉重的，会毁了很多东西。奶奶不用紧张，他有对策。5天时间一晃而过，季申股票持续下跌，风评持续变差。水千柔没闲着，她接受了10几家媒体采访，闹了个比叶无双手撕花语更大的动静。季申琢磨事情发酵的差不多了，开始编辑视频发送真情实感的微博。我终于找到证据了。视频水印来源国外一家聋哑福利院的网站。下国夜晚的时候，他们那里正好白天。陪伴花语的那晚，季申整夜没睡，给福利院的孩子们打手语，实时视频直播。我就知道事情还有反转，季少根本没碰花语，他一整晚都在慰问福利院的聋哑孩子。花家怎么回事啊？一个花语，一个花语妈妈，能不能别老搞抹黑这招？幸好季少终于找到了证。那个前队友是怎么一回事？叶无双拿捏了花语，把花语玩弄于股掌；季少拿捏了水千柔，把水千柔玩弄于股掌。他们都预判了对方的想法。叶无双图宣传电影，季少拖这么多天，图什么？目前看来，他什么也不图，只图叶无双。花家想让叶无双难过，他就让花家难过。水千柔被警察带走了。季申，你既然有证据，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不觉得你现在应该去斥责你的老婆为什么陷害我？
在斥责你的女儿为什么陷害我的未婚妻吗？那只是女人们的一场胡闹。你一个大男人，跟女人计较什么？疯酒，季少，去找2个女人去警局，就说花氏集团董事长花擎苍趁他们喝醉酒强暴了他们。是。季深，你干什么？我要是出了这种丑闻，我的公司、我的股市、我的声誉都得一落千丈。别紧张，一场胡闹而已。你也是男人，年纪比我还大，总不至于这点胸襟都没有吧？让他们像你老婆一样，四处造谣5天，我就原谅你老婆女儿。不过我怕你撑不过这5天的，你觉得呢？他当然撑不过5天，舆论出现的第2天，他就要被那群难缠的董事会弹劾。我替他们给你道个歉。他们？你把自己摘得挺干净。季深，你难道真要他们坐牢吗？不然呢？你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一步一步背出火灾现场的吗？又来了，这么多年过去，花擎苍只要遇到自己解决不了事情，就往季少身上推。季少若不允，花擎苍便会提到救命之恩威胁季少。我如果忘了，你现在应该在街头乞讨，而不是站在我面前恬不知耻的质问我。雨儿救的可是你的命啊！要是没有这条命，你也做不到现在的位置上。你难道不怕别人指责你冷血无情吗？那我得告诉你一件事，叶无双也是我的命，我可以为了这条命不要自己的命，更何况几声指责。季深竟然可以为了叶无双做到这一步，他疯了。最后一次，季深，这是最后一次，饶过他们，华家和你彻底两清。花语和水千柔出来了。都是我自己糊涂，想把女儿嫁给季深，让女儿误以为自己被季深那个了。我对不起季深，给执法人员造成的困扰我也很抱歉。我个人愿意捐出100万给慈善组织，还希望大家骂我就好，不要怪罪嫣嫣，嫣嫣是无辜的。不管我母亲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欺骗了我，我都给大家带来了麻烦，我愿意接受大家的批判，同时也希望大家不要责怪我的母亲，我愿意承担所有。花语和水千柔一通母女情深，广大网友感动到了。没想到所有事情的根源出在嫣嫣的母亲身上。嫣嫣好勇敢啊，不愿母亲被骂，再主动揽责呢。我好爱温柔的她。希望嫣嫣母亲以后别欺骗嫣嫣了。我要出国几个月，等下就上飞机。为什么？出差。我要听实话。国外的分公司突然有事，挂了，拖了5天，损失较多，董事会那边不乐意。我去国外谈点生意补回来就好。你其实不用拖那么多天。不拖这么多天，没法跟花家划清界限，也没法让董事会死心。我知道了，一路平安。等我回来。吴胜，你的学习能力有点惊人啊！你可以开始拍电影了，你负责拍，我负责剪，剩下的技巧我们边拍边学。你物色好演员了吗？我是主演。这么虎吗？上来就自导自演，还是女1号？送给季深的生日礼物，当然要他自己主演才更有意义。好吧，配角呢？选好了。得知他要拍科幻片，有3位故人联系了他，分别是一同参加过恋爱综艺的罗涛、于杰、冯小超。不给唱主题曲，给个插曲或者宣传曲也成啊！我就想蹭个热度，如果能再给我个炮灰角色演演就更好了。实际黄小超在唱圈里不需要蹭谁热度，他就是觉得叶无双这个朋友值得交。那就准备定妆赵官宣吧，我去联系人搭场景。祖宗啊，你总算肯联系我了。怎么说，要我给你接剧本吗？我要拍科幻片。你说什么？我要和叶小姐一样当导演，拍科幻片。你别想不开啊，你怎么突然？也不算突然，你知道的，我一直打算未来当导演。可你不是说至少30岁以后，等你有所沉淀了再去当导演吗？叶小姐都可以自导自演，我也想尝试，一切皆有可能，不是吗？我朋友跟我说，花语也要拍科幻电影了。他不是说要30岁以后再拍电影吗？怎么现在就拍了？还是科幻片？他想和我争。真没想到3金影后是这种人。而且他的经纪人正在四处打听我们的进度，想跟我们撞档期，一起上映。那就一起上映好了。你真要撞档期啊？送上门来的脸，我如果不打，岂不是浪费他一片苦心？够女王风范。
花大影后连告我2次电话，是想让我把你的秘密昭告天下吗？我还以为花大影后迷途知返，决定不再欺骗世人了呢。你联系我干什么？没钱了。我这个月不是给你打了100万了吗？花完了，再给点。李峰，你敢不敢再不要脸一点？敢呀，不过我再不要脸，也没有你人为制造火灾，把纪少被出去，装纪少的救命恩人不要脸。李峰，你敢不敢再不要脸一点？敢呀，不过我再不要脸，也没有你人为制造火灾，把纪少背出去，装纪少的救命恩人不要脸。当年那场火是花语放的，等火势蔓延到足够大，才将因思念母亲而醉酒的季申背出来，一共造成3人死亡，7人重伤。这些吃喝嫖赌的李峰作为保安，在监控室里看得很清楚。随后他便用监控勒索豪门花家的2小姐。花语小姐，请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卡上打100万，我等着去地下赌场玩呢。你当我是自动取款机吗？他不缺这100万，但他很恶心李峰这种贪得无厌的做法。尬了，明天新闻头条见。你敢？支付宝到账100万元。行，我去玩了。对了，你最好别动什么不好想法，你也知道，我把证据定时存在网上，超24小时不去看，就会自动发给各大新闻媒体的哦。不用你提醒我。阿申1号晚上11点的飞机回京城，他不是还要在国外待1个月吗？他提前回来了，说迷失是你第1部自导自演的作品，很有意义，要参加电影的首映礼。这不巧了吗？他生日是2号，你的首映也在2号。花语导演的星空电影首映结束，观众在电影网的评分只有6分。6分也不低了，毕竟这是你第1次自导自演，又是比较难拍的题材，那叶无双还不一定能拿到6分呢。星空这么豪华的阵容，又拍了个这玩意儿出来，不敢想象阵容更差的迷失是什么情况。别灰心啊，万一迷失很好看呢？我可不想再花几十去看个连宣传片都没有的同类科幻电影。无双，小半年不见，季申张开双臂，薄唇含笑。叶无双快步走过去，抱了个满怀。想我了吗？想了。真乖，值得表扬。走，去看迷失的首映。0点，5月2号。看上去不错。生日快乐！你真是，难怪无双不让我来教他拍电影，难怪问他想拍什么样的科幻片时他不回答，难怪无双不在网上放任何宣传片，难怪迷失的首映日在2号，这是他给我的生日礼物。我的天啊，太好看了吧！整部电影张弛有度，节奏很舒服，看完意犹未尽，很难想象是新人导演拍出来的东西。剧本好，逻辑好，演技好，我愿称《迷失》为夏国科幻片开山鼻祖。这才叫硬核科幻片啊！要故事有故事，要深度有深度，隔壁花导演能学学吗？叶无双简直是鬼才。谢谢。我拍的怎么样？很好看。你好像有点不开心。想到一些往事，季申想起自己创作《太空迷航》时的那段日子，那个时候父亲还在，父亲说会全力支持他的梦想，后来父亲走了，他的梦想也走了。网友挺想看《迷失》第2部的，你如果想写的话，可以继续，哪怕慢一点也没关系，我也会一直陪在你身边。谢谢。无双，我们下辈子、下下辈子，不管多少倍，都在一起，好不好？星空票房越来越低，迷失票房翻倍增长，趋势喜人。花语第1次当导演，直接赔了个底朝天。该死的叶无双！劳动节过后，叶无双回到财经大学上课。1个月后，迷失票房过30亿。今天上午10点，经热心群众举报，警方在京城金湖区捣毁一处地下赌场，现场缴获。阿申刚刚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是董事会的人找他，今晚不回来吃饭，不用做他那份。出了什么事吗？不清楚，我只知道那个花语昨天突然去拜访董事会的老人了，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晚上，微博突然出现一条热搜，叫永不归巢的百灵鸟，是花语初中参加京城10佳歌手的比赛录像。花语唱得很好听，拿了第1。如果嫣嫣没有进火场救济上，嫣嫣的嗓子就不会被浓烟呛伤，现在说不定是影视歌剧星。嫣嫣以前最爱唱歌了，梦想是当歌手，可惜却……咱们百灵鸟飞出去救人，就再也没有归巢，被救的人却名利双收。
爱人在怀，那个爱人拍的科幻片，还故意和咱们嫣嫣撞档，没说让一让嫣嫣，害嫣嫣处境尴尬，我恨死那对冷血的男女了。那几个老古董找你有什么事？约我吃饭，想让我跟花家联姻，说花语为我牺牲了很多，让我不要辜负他，也不要辜负董事会为季氏的一片苦心。我听罢觉得很感动，离了席，转身也请他们的孙子吃了一顿饭。为什么？餞别酒，吃过饭就送他们去非洲大草原感受人与自然和谐之美，顺便在那边展开点业务什么的，为季氏的壮大做贡献。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老古董不得气死？不出半年，他们就该松口了。但这半年，他们可能会想办法不停的找你麻烦。小麻烦罢了，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既然那几个老古董让我的男人睡不好觉，那我就去会会他们。和花语的经纪人说话的那个男人，不是昨天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过的赌徒吗？按道理来讲，这家伙应该在蹲监狱。我要见3金影后花语，现在就要。陈杰，他是我在乡下支教时一位学生的叔叔，找我可能有急事。那我先出去了，你们聊。笔锋，我已经把你从局子里面捞出来了，你还想怎样？我说了500万，你给我拿500万，今天就要。我拍电影亏的钱都还没补上，我上哪儿给你拿500万？你也真敢赌这么大的数？这我不管，反正我要500万，你拿不出来，就等着上头条。你别欺人太甚。我不是来跟你废话的，你要是拿不出来，我就把当年火灾的真相视频公布出去，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根本不是季少的救命恩人，你还害死了3个无辜的人。你今晚12点，我的卡上如果没有500万，你就等着上热搜吧。姐，我有急事，你借我500万应急。花语不知，房间里的一切已被叶无双录了音。今晚得多找几个小妞爽爽。前提是你能活过今晚。谁？叶无双，当年火灾的真相视频在哪儿？您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现在听懂了吗？听懂了。您是怎么知道我手上有火灾真相视频的？我看上去很有闲聊的想法吗？我手上确实有火灾真相视频，可花语1个月给我500万呢。俗话说得好，宝贝东西价高者得。您要不每个月给我600万，反正季氏也不缺钱，对吧？您想想，只需要每个月600万，您和季少就再也不用被外界骂冷血无情，您还可以铲除一个情敌，顺顺利利的嫁给季少当豪门第一夫人，多划算啊！叶无双是真的没耐心了，当着李峰的面取走手枪里的5颗子弹，留1颗在里面。俄罗斯转盘玩过吗？你有5%的概率活下来。叶小姐，现在可是法治社会，您觉得这招可以？现在的存活概率是4%。你怎么敢开枪？你现在的存活概率是3%。我们国家是讲法律的。2%。叶无双，有话我们可以好好说。你要是觉得每个月600万多，我们可以再商量。你看300万怎么样？实在不行100万也可以。1/6。李峰失禁了，黄色的液体淌了一地。你要是杀了我，你这辈子都拿不到证据。最后一枪的存活概率是0。我说。死亡面前，李峰溃不成军，他把证据存放的地方告诉给叶无双。叶无双走进电梯，把录音和当年火灾的监控视频发到微博，随后从衣服口袋取出6颗子弹，他一开始就把所有子弹取走了。说吧，找我们有什么事？我男人晚上睡不好觉。他睡不好管我们什么事？因为你们不让他娶我，他很苦恼。花语是他的救命恩人，还为他牺牲了自己的梦想，比你更配嫁给他。叶无双早知道他们会这么说，拿出手机播放火灾真相视频。就算花语不行，我们还有很多贵族小姐可以选择。叶无双又没耐心了，他拿出手枪，速度极快，啪啪啪3枪，插着3位股东的耳朵。我发现叶小姐和季申真是金童玉女，天作之合。是啊，要不是叶小姐年龄不够，真想今天就给他们办婚礼。以后家族谁敢拆散叶小姐和季申，腿都给他打断。其实你不用去找他们，不到半年他们必会松口。但这半年他们会一直烦你，让你睡不好觉。如果你开了枪，
他们还不同意呢，真要枪杀他们吗？当然不会，他们是你的长辈，虽然思想有点刻板，但也确确实实在为济世着想。我若杀了他们，岂不是让你陷入不忠不孝不义之地？我只是吓吓他们，他们要是还不同意，我就坐下来跟他们讲道理，口头上的讲道理。那要是口头上的讲道理，他们也不听呢？那就讲到他们听为止。无双，委屈你了。前有花家拦路，后有董事会堵桥，以叶无双以前的性子，必然会拿出武器大杀四方，开出一条可以走的路。可他现在却为了他，甘心按捺性子，和他们坐下来讲道理，一点也不委屈。你知道吗？哪怕你现在要我的心，我也会剜出来给你。剜心干什么？我是妖怪要吃你的心脏吗？你要什么我都给你。第二天，花语和李峰就被送进监狱，等待法院审判。纪少，叶小姐，花擎苍河水千柔一直在外面求见。为了花语，花语害死那么多人，其中一个还是功勋战士，现在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了他。是为了花家。你让花家破产了？向花家拿回自己的东西，怎么能说让他们破产？他把花语当救命恩人，才一次次帮助花家，现在真相大白，失去的总该连本带利拿回来。又过了一天，大伯一家来为破了产的花家求情。你要是不同意，我们就在这里站着等你同意。站着看我们吃饭多不好。叶无双喊来女佣，给他们搬几张椅子，让他们坐着看。我们走。我本来还想让替身救一下花语，你那个妹妹，谁都救不了。听说董事会那边也承认叶无双了，花家再倒，我们还能斗过寄生吗？不知道叶无双那双小脚丫摸上去是什么感觉？孙媳妇，你驾照科目1考了吗？考过了，明天去考科目2。还是要考个驾照比较好。你呀，胆子太大了，没考驾照就敢去赛车，这么危险的事下次可别做了。教练，对不起，我临时有事来晚了，现在还能考吗？看清他的长相，叶无双僵在原地。吴晨，吴晨，你好，我不是吴晨，你认错人了，我叫许天明。吴晨没有虎牙，抱歉，我认错人了。没事，教练，我现在可以考试吗？不行，你来晚了，补考吧。我是扶盲人过马路才迟到的。可以看在我的面子上，让他现在考吗？考完我请各位吃饭。您的面子肯定要给。许天明，考试去。京城未来的豪门第一夫人请吃饭，他当然愿意配合。这位小姐是叶无双叶小姐，纪氏集团董事长的未婚妻，科幻片《迷失》的导演，去年冬奥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的金牌得主，她你都不知道吗？对不起，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备战高考，没怎么接触手机。谢谢叶小姐。不客气，去考试吧。好的。15分钟过去，许天明成功考下科目2。要和驾校的大家一起去吃午饭吗？这可以吗？可以。那我去。午餐是在一家5星级酒店吃的。叶无双对许天明多有照拂，也明确说许天明和他的弟弟很像。姐姐如果不介意的话，也可以喊我弟弟。感觉如何？他说我像他的弟弟。那还挺有缘。什么缘分？他就是想找个机会接近我，这招老子见多了。所以能拿下吗？怎么拿不下？上到60岁富婆，下到10几岁千金小姐，没有老子拿不下的女人。许天明在京城富婆最爱去的会所里，一名叫 Mac， 店内第一男公关。真没想到，那么不可一世、精彩绝艳的冷漠女人，背地里也是个不甘寂寞的主。两副面孔，正常。事成之后，记得把钱打到我卡上。姐姐明天下午去练车吗？去的话，我给姐姐带我自己做的手工曲奇，算作姐姐请我吃饭的回礼。去，他太想念那张和吴晨神似的脸了。好的，明天见。姐姐下午好。谢谢。叶无双收下手工曲奇，眼神停在许天明的脸上，表情温柔。许天明心下觉得虚伪可笑，脸上却笑得更加灿烂纯真。不客气，我们去练车吧。我太紧张了，一上路就特别怕自己把油门当刹车踩。我要是有姐姐一半聪明就好了。面对女强人，一定要装不行，认可女强人的实力，勾起女强人的怜悯心。别说一半了，许天明，你要是有叶小姐1/10厉害，
我刚刚都不会被你气成那样。也是教练这一回头的功夫，主驾驶座的公众人物出问题了，不知道是太紧张还是怎么，真把油门当刹车踩，撞在了迎面开来的车上。叶无双炮男人也太拼了，竟然不顾自己的安危救我。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别怕，姐姐在。姐姐在，我就不怕。这天又是正常练车的下午，叶无双正在轻松开车时，后座的许天明接了个电话。好，我马上赶过去。姐姐，我有要紧事得离开，你能先停车吗？要去哪儿？我能以最快的速度送你过去。京城精神病院。叶无双猛踩油门，不出半小时便来到京城精神病院。你可算来了，赶紧上楼顶把小新喊回来，如果连你也喊不动，就只能让消防员试着扑报了。对不起，我一时没看好小新，小新就跑上来了。小新，哥哥来看你了。哥哥，你为什么要一个人跑来楼顶站在边缘？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给，他今早看到花园里的花开了，吵着要送给你。姐姐，谢谢你。不客气。她是你亲妹妹吗？她叫许天星，10岁，我的妹妹，遗传了家族里的精神病。天明，你妹妹的心脏拖不了太久，得尽早手术。我知道。小新的心脏有问题吗？问题很大，而且因为是熊猫血，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心脏源。片子可以让我拿回家看看吗？叶无双需要时间制定出最适合许天星的手术方案。可以。不是说能拿下吗？当然能拿下，你没看到他对我妹妹很上心吗？那你想等到什么时候动手？其实我不着急，不过你妹妹的心脏应该挺着急做手术的，可惜人家名扬全球的詹姆斯医生一台手术要几百万美元，你攒够了吗？天明，小新突然晕倒，送医院抢救去了。姐姐，小新今天送去医院抢救了。现在怎么样了？已经抢救过来，脱离生命危险了。我心里很难受，你可以出来陪我喝点酒吗？就现在。别难过，小新会好的。如果叶无双真的是我姐姐就好了，一个会安慰我、保护我，并且不嫌弃我和小新的姐姐。姐姐，你一直说我像你的弟弟，可以告诉我那位弟弟的故事吗？这故事太长了，不适合在现在讲。你若想听，我可以以后再告诉你。那我可以问姐姐一个问题吗？你可以为了你的弟弟拼到什么程度？可以拼上我这条命的程度。我也可以为了小新拼上自己的命。姐姐，这杯酒度数不高，但很好喝哦。是吗？叶无双正好渴了，没有犹豫的一饮而尽，放下酒杯，他取出许天星的手术方案。天明，这是小新。话未说完，强效迷药的药效启动，叶无双不省人事。对不起。京城第一男公关，名不虚传，钱已经打到你卡上了，带你妹妹做手术去吧。季晨把昏迷的叶无双抱进已经布置好的房间，里面有8个相机。季先生，钱我打回去了。你在说什么？把姐姐还给我。这个时候跟我玩良心觉醒，把这位勇士请出去，然后把门关上。是。姐姐，叶无双，叶无双，醒醒！许天明哪里是保镖的对手，几拳下去，他就鼻青脸肿，耳鸣又眩晕，像丢垃圾一样被丢出酒吧后门的巷子里。先生请留步，我要见替身。请问你有预约吗？叶无双有危险，他被季晨带走了，再不去就来不及了。你知道吗？当我看见你的第一刻起，我就在想，替身的女人是什么感觉？我猜应该很爽。我觉得现代十大酷刑里，一定有一条是成为替身的兄弟。你知道从小到大，头顶一直有一座大山，是什么感觉吗？小时候，我苦练好几个月的小提琴，向家人、朋友和老师保证，我一定会拿第一。结果第一是替身，而且他只练了1个月的小提琴，每个人都说他是天才，没人谈论我。上学时，
我很喜欢一个女孩，女孩也时常来找我，我以为她对我有意思，直到她给我递了一封情书，让我转交给季生。再大点，我跟着父亲出入各种社交场合，每当我告诉别人我叫季晨时，别人都会问我，季少是你堂哥吧？他很不错，我听说他做了如何的一件事。季生，每个人都在谈论季生。他爸出车祸去世后，我以为我的机会来了，我将取缔他的位置，成为京城第一少，然后他就该死的接管了季氏，去了更耀眼的高度。连我和花颜结婚的时候，媒体用的标题都是季少堂弟大婚。我和别人谈生意，我说我叫季晨，别人对我爱理不理，可我若说我是季生的堂弟，对方就会立马舔着脸求合作，再拐着弯向我打听季生的消息。你能理解这种感觉吗？这种痛苦的、窒息的、快要把人逼疯的感觉。不理解也不要紧，反正一切都要过去了。让我见识见识季生所爱之人的身体有多美妙吧。好。预告，东九喊季生，季生听不见，周身充斥暴力又是血的因子，恨不得把季晨揍成肉泥。季少，叶小姐还没醒。季生这才寻回了理智，他看着满嘴鲜血、几乎不成人样的季晨，一脚猛踹季晨的裆部，废了他的玩意儿。叶小姐只是喝了强效迷药，等睡醒就好。阿婶，不要再给大房一家求情。不是求情，爷爷的意思是别让他们好过。自然。半小时后，季申实名制举报大房一家偷税漏税，涉嫌多项贿赂和黑色产业链。1小时后，大房一家全员蹲监狱，全员终身监禁，季晨成了废人，生不如死，将是他最后的写照。叶无双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我这是怎么了？季申把整理好的资料递给叶无双。你被季晨带走后，许天明后悔了，把钱退给季晨，想把你要回来，但季晨不愿，让保镖把他打成重伤丢到后巷。他拼着一口气赶到季氏集团，把你有危险的事传达给我，便晕厥过去。我及时赶到现场，救下了还没被季晨欺负的你。现在许天明在医院接受治疗，他内脏出血，医生说再晚送医1分钟就死了。他应该看到了我给他的手术方案。他没看，这是风九在现场找到的。季申把尚未开封的牛皮纸袋交给叶无双。许天明不知道你会做手术，也不知道袋子里装的是妹妹的手术方案。他救你是因为他不想伤害你，这也是我没有把他和大房一脉一起送进监狱的原因。许天明竟然没有看到手术方案吗？无双，告诉我，吴晨究竟是谁？他曾说他知道我有秘密，愿意等我亲口告诉他。今天却开口问了，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说。说我是重生的，说我上辈子是杀手，说吴晨是我上辈子的亲弟弟，还是说我拥有一个系统，要完成30个试炼任务才能复活弟弟吴晨。警告：宿主不得告知任何人系统的存在，如有违背，当场抹杀。我不想逼你，但我不能不逼。许天明的背景，你随便找人查一查就能查出来。他的谎言，只要你稍作怀疑就能立刻拆穿。可你没有查，也没有怀疑，聪明警惕的你，给了许天明连我都嫉妒的信任，理由仅仅是因为他像吴晨，像你的弟弟。我明白一个人的情绪到了某种境界，确实会心甘情愿犯下很多低级错误。我对你也是这般，我只是不想你再陷入这种危险。无双，告诉我吴晨是谁，什么性格，什么背景，和你经历了什么，好吗？叶无双没有说话，绝美的脸上什么心思也读不出来，沉默化身锁链，时间悄然流逝。原来我季申在你心里也不过如此啊。不聊吴晨也可以，我们聊聊别的，就聊聊不死鸟舞团的团长 Nemo 如何。聊他在国外参加街舞比赛的时候，你叶无双却在石桥镇石桥村度过你身为学生的暑假，这是你修炼的分身术吗？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可以教教我吗？或者再聊聊你是怎么做到以往18年平庸蠢钝，所有事迹全都可查实，却突然在一个假期之后性格巨变，并拥有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领域都大放异彩。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不死鸟舞团事件之后，旗界大师评选赛之前，那个时候我以为吴晨是你在国外认识的弟弟，想帮你找到吴晨的线索，却意外发现 Nameless 和叶无双的轨迹完全不同。原来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了不对劲，你不害怕吗？我当然害怕，任谁在科技世界生活这么多年，
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有科学无法解释的奇幻事件都会害怕。我甚至想过你是传说中的妖魔鬼怪，但我不在乎，比害怕你的来历，我更害怕你离我而去。所以，我命人把你的档案列为机密，不允许除我以外的第二个人展开对你的调查。即便如此，你也不愿意相信我，不肯告诉我吴晨是谁。我真是个蠢货。季申失望离开。你想干什么？想让你留下来，告诉你我的故事。原来的叶无双已经因心脏病去世，同在一个星球的我，借着他的身体重生了。你是谁？ Lucifer， 杀手界的人，称呼我为 Queen。吴晨是我上一世的亲弟弟，我和他从小相依为命，他为我能够得到自由而死，我为他复仇而死。难怪你对许天明如此信任，把许天明当亲弟弟吴晨了。我不是故意隐瞒你，只是我觉得这种事说给别人听，别人十之八九都会恐惧。知道了。你不是说你不害怕吗？我确实没有害怕。那你为什么要离开我？我再不去厨房，烤箱里的蛋糕就要糊掉了。你已经拦了我4次，睡了那么久，肚子不饿吗？我以为你以为我要失望的离开，又以为我得知你的秘密后会心生害怕离你而去。你的小脑袋在想什么？如果我害怕你，在我发现 Nameless 和叶无双是2个人后，就已经离开了。那个时候我就做好心理准备，不管你是妖是魔，我都认了。记得吗？生日那天，我告诉你，哪怕你要剜我的心，我也会给你。我还问你是不是把我当妖怪了，原来你真的这样想。没办法，某人不告诉我，我只能自己瞎猜。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连寺庙都不敢进，生怕里面的方丈告诉我，施主你印堂发黑。电视剧都这么演。谢谢你暗中保护我这么久。如果没有寄生，恐怕 Nameless 事件之后，我就要被人抓去研究所研究了吧。寄生真好。叶小姐，你知道许天明在哪里吗？他的电话我打不通，也联系不上他。怎么了？小新快不行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让他最后看一眼小新吧。想去救许天星就去吧，我送你。师傅，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当我的医助。是。这场手术一共持续了10几个小时。手术怎么样？很成功。就算是秋后算账，也该算到我头上来了吧？姐姐和季少会怎么处置我？奶奶在家炖了营养粥，等着我们回去一起吃。谢谢。以后好好读书吧，有困难给我发消息。很快暑假来临，叶无双回了家。去蓬莱的票买了吗？买不到，最近是放假旅游的高峰期，我抢了好几次都抢不到。妈妈要去蓬莱旅游吗？是去参加好朋友的生日宴。自她嫁去蓬莱，我又隐姓埋名后，已经好多年没联系。她知道我复出的消息，请我去参加生日宴叙旧，顺便带我去蓬莱玩玩。你路痴，一个人去我真不放心。宋宇，你如果最近没事，就陪你妈妈一起去蓬莱玩玩吧。好，我陪妈妈一起去蓬莱。未央，最近票不好买，我和我老公商量了一下，打算派私人飞机去接你，你看明天中午行吗？那就麻烦你了，曼如。未央，曼如。管家，去把飞机从内到外洗一遍，过几天本小姐要用，别让本小姐闻到大陆乡巴佬身上的馊味。小佳，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朋友？她是金家人，我老公二太太的女儿。蓬莱比较特殊，虽然实行一夫一妻制，但男人拥有老婆的同时，还可以光明正大拥有2、3、4、5等等的太太，只要钱够多。怎么会这样？就这样了。这就是无双吧？真漂亮。陈怡更漂亮。嘴真甜。妈咪。明月，这是妈妈的好朋友，你可以喊她未央阿姨。这是未央阿姨的女儿叶无双，比你小1岁，你喊她无双妹妹。未央阿姨好，无双妹妹好。晚餐是4个女人一起去外面吃的。无双妹妹累吗？不累的话，时间还早，我带你去外面转转。
看看蓬莱夜里的风土人情。好。那不是金家的金明月吗？好巧。不过她旁边的漂亮转妹是谁？以前怎么没见过？长风，你过来看看，知道金明月旁边的那个女的是谁吗？谢长风，蓬莱豪门谢家继承人，风流成性，换女人的速度堪比换衣服。我挺喜欢那个漂亮转妹的长相，不过据我所知，这种女人都不太好拿下，她的眼神太平静了。是你把妹手段太菜了吧？你不信？那你去追，能追到我直接把我那辆限量版的跑车送你。明月，长风哥，好巧，在这里遇到你。这位小姐是我妈咪闺蜜的女儿叶无双，刚从大陆过来玩，我带她转转。大陆？她在这边待几天？蓬莱玩的地方挺多的，好好规划一下。这样吧，无双妹妹，我们交换一下手机号。明月忙了，我带你旅游。谢家和金家是世交，我算是明月的哥哥，替她照顾你应该的。没有手机。刚才那个是什么？一个不具备搭讪功能的高科技通讯设备。无双妹妹好幽默，不过我这可不叫搭讪，我对你一见钟情，想追求你。我有未婚夫了。无双妹妹，买东西都要货比三家，找未婚夫更要如此。你不试试我，怎么会知道哪个更适合你？是你自己滚，还是我请你滚？他已经看在金明月的份上，给足谢长风耐心了。无双妹妹别生气，我只是开个玩笑。长风哥，我给你发的简讯你没看吗？手机静音没注意。没注意也不要紧，我这不是找来了吗？长风哥，腾海酒吧上了一批新酒，我开了个卡，咱们一起去尝尝吧。你们两个怎么在这？想找长风哥干什么？我们只是碰巧遇见，聊了2句。长风哥，我们去腾海吧，别理他们了。今晚不太想去酒吧，要是明月他们都去的话，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去好了。喂，你们两个去不去腾海？无双妹妹，你想去腾海玩吗？腾海是我之前跟你说的网红酒吧，除了酒的品种多，蛋糕和冰淇淋也是一绝。听到蛋糕，叶无双黑瞳轻闪。去。那就一起去吧。无双妹妹喜欢吃蛋糕是吗？还在生气啊？那我明天请你吃全蓬莱最好吃的蛋糕赔礼道歉怎么样？我再重复最后一遍，我有未婚夫，对你没兴趣，也不想和你做朋友。如果人话听不懂，我不介意打到你懂。乡巴佬，谁让你跟长风哥这样说话的？这里不是脏乱差的大陆，你给我接着说。叶无双，你想干什么？想替你的父母教育教育你。你想干什么？想替你的父母教育教育你。第一，我是你父亲正房太太请来的客人，不论我从什么地方来，注意你的礼貌。第二，想让我别跟你的长风哥那样说话，就先管好你的长风哥，别没本事征服男人，就想办法倾轧无辜女人，明白了吗？明白了。我堂堂蓬莱岛金家豪门的千金小姐，竟然向一个大陆来的乡巴佬低头。我突然想起还有事，长风哥，你蒙完。这大陆妹牛啊，看来我的兰博基尼保住了。大陆妹都这么有性格吗？谁说保住了？长风，你没听见他说自己有未婚夫，还不想和你做朋友吗？那又怎样？你还越挫越勇嘛？怎么想挖人家墙角？他的样貌，他的身段，他的性格，他的声音，我都挺喜欢的。别喝了，长风，你明天还要参加蓬莱站的全国车网争霸赛呢。没事，金家人明天也要比赛，他点的这些酒都没度数。金家人为了接近他，投其所好，也玩了赛车。虽然比不上男车手，但在蓬莱女车手里也算数一数二，并且也要去明天的蓬莱站车王争霸赛女性赛场参赛。失恋任务发布，失恋任务19，参加车王争霸赛蓬莱站女性赛场，获得冠军。明月，你知道蓬莱哪里有租跑车的地方吗？金家车库有几辆超跑，你要开车兜风吗？我要参加明天的车王争霸赛。金家除了金家人的跑车被改装过，其余车都是原装，跟改装车跑起来有点吃亏。我同学的车库倒是有一辆改装好超跑，我问他借来用吧。
那就先谢谢你和你同学了。你们怎么在这？无双妹妹也报名参加了这次蓬莱站的车王争霸赛。无双妹妹也会赛车？她一个大陆人怎么可能会赛车？我同学家的下等保姆以前就是大陆人，说那边连沥青路都没有，开车的人更少，一刮风黄沙漫天，眼睛都睁不开。别是想明修正道，暗度陈仓，以参加赛车为理由，故意接近长风哥吧？我会不会赛车，跟你有什么关系？看来我昨晚教你的东西，你今天就忘了。叶小姐，请收好您的证件。等下。我的天啊，我没看错吧？5天前刚考下来的驾照也敢拿出来参加职业赛车比赛？叶无双，我就说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为了接近长风哥吧？你还在这跟本小姐故弄玄虚？东西还我！我不还，我非要拆穿你的真面目。各位，我这里有一则花边新闻，大陆妹叶无双考下驾照才5天，就为了接近我们蓬莱豪门谢家的继承人谢长风，冒险参加充满危险的职业赛车比赛，怎么样？有不有趣？金家人，抱歉，无双妹妹，以及我希望你能退赛。职业赛车的比赛很危险，不是单纯的开车。谢谢关心。请男赛车手就位，比赛马上开始。宗正黄来了。宗正黄，上届全球车王争霸赛女性赛场决赛的第3名，高手中的高手，也是黄种人在全球职业比赛中的最好成绩。在国外出生，去年嫁给蓬莱富商，所以今年在蓬莱站起步。我要去看长风哥的比赛了，大陆妹，等女性赛场的比赛结束，我再好好收拾你。无双妹妹，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刚拿下驾照就来参加这么危险的职业比赛好吗？觉得赛车刺激，想体验一下，想拿冠军。我知道你不是冲动的人，无论如何保护好自己，剩下的废话我就不多说了。放心，我不会有事。你的赛车服呢？比赛规定没说要穿赛车服。厕所门口也能写需带厕纸啊，这点常识难道还要在规定里写出来吗？穿我的，我身材和你差不多。多谢好意，但我用不到。叶无双真敢打肿脸充胖子，世界第3女车手好心借她赛车服，她都不要，也不怕比赛中途出了意外。等等，意外？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嫁给长风哥，做谢家的少奶奶。长风哥却对我态度冷淡，反倒对叶无双多有维护，是看上了叶无双的长相吗？如果叶无双在职业比赛中出车祸，一不小心毁了容或是残疾了呢？金小姐，你是我们蓬莱岛数一数二的本地女车手，但这次来了宗正黄小姐，你有没有感觉压力很大？没有压力哦，因为我知道我和宗正小姐的差距很大，她可是世界第3女车手诶，我又因为学业的关系很少训练，所以努力拼搏就好啦。只要我的排名比大陆妹高，我就满足了哦。这是宗正小姐第一次在蓬莱站出征，你有什么目标或打算吗？拿下冠军，追平刚刚由男车手谢长风刷新的赛车场纪录。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叶无双，来自大陆，刚考驾照5天，没有获得过正规职业赛事的荣誉和奖杯，也没有参与过任何正规赛事。叶无双，这是你第一次参加职业比赛吧？连赛车服都没准备，是想拿个什么样的成绩？拿下冠军，刷新谢长风的赛车纪录。长风，大陆妹说要刷新你的记录，你有什么想法？没准他真能刷新呢。老幺，这不是你车库里的车吗？昨晚金明月找我借改装赛车，我没想到他是为叶无双借的。你的车虽然改装过，但性能很一般，根本比不了职业赛车手的改装车水平，算是场内最差的车了吧？金明月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找长风借？长风车库里随便一辆车都比这辆车强很多倍。明月不想让叶无双跟我扯上关系，怕我借机玩弄叶无双的感情，他聪明着呢。记得你当初开这辆车差点出车祸，刹车片也磨损严重，吓得在路上大喊大叫。
我没换刹车片。什么意思？那次事故后，我直接把车丢车库没管，忘了更换刹车片。也就说，大陆妹开的是一辆刹车片随时会断的危险车。你怎么能干这么糊涂的事？这不是害人吗？我真不是故意的，这怎么办？叶无双，停下来！你的车刹车片有问题，老幺借给你的那辆车出过事故，刹车片磨损很严重，他忘了换，你快点把车开离赛场，不然有出车祸的风险。叶无双，我没有骗你，刹车片真的有问题，快停下！叶无双没停，到第6个急弯，机会来了，机会来了！金家人踩下油门，打算把叶无双撞出赛道，叶无双却先一步漂移过弯，他撞了个寂寞。弯道超车，漂亮！极致的漂移过弯，极致的弯道超车，叶无双领先，他领先宗正黄1个弯道，他领先宗正黄2个弯道，他领先宗正黄3个弯道。最后一个弯道，刹车片终于不堪重负的断了。就在车闯过终点线后，叶无双跳车，在地上滚了好几圈，一声巨响，汽车爆炸，火光冲天。叶小姐，您还好吗？要去医院吗？不用。这时，宗正黄也跑到终点了。我认为你应该是世界第2女车手。因为我赢了你？不，因为我见过更强的女车手。上届全球车王争霸赛的决赛日，男性赛场有一个女人闯进赛道，把所有顶尖男车手都甩在了身后。我不知道你能否比过那群全球顶尖的男车手，但你已经比过全球顶尖的女车手了。如果宗正黄知道那个女人也是我，他会怎么想？大陆妹，哦不，是叶小姐，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故意，我不喜欢赛车，忘了刹车片这件事了。那辆车多少钱？我赔给你。别，不用赔偿，你不怪我，我就谢天谢地了。那就扯平了，谢谢。不客气，你知道吗？这是你第一次用这种友善的目光看我，是不是发现我其实还蛮帅的？你不用自责，这不是你的错。那辆车除了刹车片有问题，确实是辆方便比赛的改装车，不然我也拿不到第一。我问你，金家人最在意什么？酒吧那晚之后，我以为金家人迷途知返了，不曾想金家人竟然变本加厉，又是抢我驾照，污蔑我参加比赛的目的，又是在赛前采访公开羞辱我，又是在比赛中途想故意撞我。他最在意名气，他一心想嫁进谢家，但他到底不是正房太太所出的孩子，没有合理继承权，入不了谢家人的眼。蓬莱战车王争霸赛女性赛场，第3名的获得者是金家人。首先，我很感谢观众对我的喜爱，虽然我只拿了第3，没有超越大陆妹，但大陆妹也不可能拿第1，还刷新长风哥的记录吧。我以后会继续加油的。蓬莱战车王争霸赛女性赛场，第2名的获得者是宗正黄。我很高兴能和赛车技术全球一流的叶小姐共同比赛，同时我也想跟金小姐一句。宗正小姐请说。我觉得一个职业赛车手应该具备足够的素养，你喊叶小姐一口一个大陆妹，我是不是也可以喊你蓬莱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别说她打败了你和我，拿下了第1名，超出你狭隘的想象。宗正小姐误会了，我所说的大陆妹没有贬低的意思，只是简单的称呼。蓬莱战车王争霸赛女性赛场，第1名的获得者是叶无双，刷新由男车手谢长风刚刚创造的赛车长纪录。我也十分有幸能与宗正小姐共同驰骋赛场，同时我也希望金家人能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我即将以诽谤罪起诉你，赔偿金1个亿。你说要我赔偿多少？1个亿。你做梦，我绝对不会赔你1个亿。哼，这可由不得你。颁奖仪式结束，叶无双和金明月乘车返回金家别墅。无双妹妹，你真要索赔1个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赔偿金的上限，可若想成功立案，并不能只依靠几句话，还需真实损失作为证据。你可能会立案失败，无法索赔这么多金额。这不重要，这件事重要的不是立案，也不是索赔，是知名度带来的舆论对金家人造成的损失。叶无双找金家人索赔1亿的事，果然在蓬莱岛的网络上大范围的传开了。金家人坐不住了，他赶紧来到自己母亲贝永琪所在的另外一栋金家别墅。
这是他父亲金嘉诚特意给他们2房安排的住所。宝贝女儿，你这是怎么啦？为什么一副不高兴的样子？妈咪，陈曼如那个乡巴老朋友的女儿欺负我。陈曼如怎么欺负你的？详细说出来。金家人将发生的事详细说出。我又不知道叶无双会赛车，理所当然的怀疑一下怎么了？就算存在误解，也用不着赔偿1个亿吧？不，你没有误解。大陆来的女人，心机就是高深，不然当年你爸也不会被陈曼如那个小贱人蛊惑。什么意思？叶无双就是冲着谢长风去的。您想想，叶无双母女俩是受到陈曼如的邀请才来到蓬莱的，而车王争霸赛早就开始报名了。如果叶无双的目标是赛车而不是谢长风，为什么不早点报名，非得等见过谢长风之后才特意去网上报名？他就是想展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来吸引谢长风的注意力。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我不可能赔给他1个亿。你当然不用赔，这件事不论放哪国的法律都不可能立案。还1个亿，他以为他是什么了不起的公众人物吗？可是就算不赔，这事也已经闹得人尽皆知了，好多人都在笑话我，谢家也嫌我丢人。放心，妈咪会帮你找回这个场子。明天就是陈曼如的生日宴会了，包括谢家在内的所有蓬莱豪门都会聚集金家别墅，你父亲也会从国外回来。对的，他还说明天的生日宴会要来一个在全球商界都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呢。到时候我让陈曼如领着叶无双，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你赔礼道歉。还有网上，我再让他们去网络发表公开道歉声明，保证把你失去的颜面全都找回来。未央，你这个女儿教的太成功了。谢长风是蓬莱岛最强的男车手了，无双说刷他的记录就刷他的记录，不过1个亿可能拿不到。拿不到也不要紧，金家人最在意名气，无双妹妹的目的是让全岛都知道金家人干的蠢事。原来如此。好了，快休息吧，明天就是你的生日宴会了，到时候会来很多达官贵人给你庆祝。曼如回来了，我都快要记不起陈曼如上次笑着迎接我回来是什么时候了。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谢谢。永琪和嘉儿呢？不知道，可能有事耽搁了吧，我去看看客人。无双妹妹，你吃蛋糕的样子真可爱。我这次是来说正事的，你没法在金家人手中拿到1个亿，不过我认识一个挺厉害的律师，应该能帮你成功起诉200万左右的赔偿。不需要。昨天在电话里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生病了？我连夜凑钱，不小心感冒晕倒了。凑钱？嘉儿太冲动，说了姐姐朋友的女儿叶小姐几句不是，惹了叶小姐不痛快，要找嘉儿索赔1个亿，我正在凑。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贝永琪把赛车场发生的事如实说来，他很聪明的没有添油加醋，却在语气上重点强调叶无双刚拿驾照5天，见了谢长风一面，就参加赛车比赛了。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我？你工作已经很忙了，我不想打扰你，况且1个亿，我多凑就凑出来了，到时候叶小姐就会息怒。陈曼如带着叶无双过来给永琪和嘉儿道歉。我们何错之有？你错在身为金家的大太太，却没有妥善这场闹剧，不如永琪温柔贴心。叶无双错在得理不饶人，一件小事也敢狮子大开口索要1亿，还闹得全城皆知。那依金先生来看，我该怎样妥善解决这件事？书里的称呼加重金嘉诚眼中的怒火。嘉儿是误解了叶无双没错，索要一定赔偿也在情理之中，可张口就要1个亿，你觉得这很合理吗？就是，这合理吗？她一个从大陆山村来的女人，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公众人物。这不是大陆票房最高的女导演叶无双叶小姐吗？叶小姐您好，我局想引进你所拍摄的科幻电影《迷失》，可以吗？这不是去年金城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的金牌得主叶无双叶小姐吗？久仰，我很喜欢花样滑冰，你能跟我合个照吗？
这不是犯罪心理学专家兼刑事鉴识专家，又名灵狐博士的叶无双叶小姐吗？叶小姐你好，我手上有桩30多年都没破解的凶杀案，你能接受我们的委托吗？我原以为我听错了，没想到真是您。被油画家称之为光系魔法师的天才女画家叶无双叶小姐。没想到可以在这里遇到您，全球10大香水设计师之首，化名 Swift 的叶无双叶小姐。我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 Fire 女团队长叶无双叶小姐。叶小姐您好，您是我最喜欢的大陆女爱豆 Nameless， 我想加入全球第1届舞团不死鸟，你这个团长赶紧同意，别让我抱你大腿，求你。我确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公众人物，也就创建了一个世界第1的街舞团，唱了几首累计点击量破亿的歌，调了几款全球抢手的香水，画了几幅较受欢迎的油画，破了几个世界悬案，拿了一个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单人滑金牌，然后拍了一部票房破50亿的科幻电影，仅此而已。都听清楚了吗？请问像无双这么有名的人，要1个亿的赔偿金，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季先生，季先生，季生，内陆千年大族季家的继承人，季氏集团董事长，他是大陆商界公认的霸主，前段时间还跟国外财团签了一桩价值万亿的生意。多谢季先生仗义之言，那您觉得这笔赔偿金应该是多少？季申来到叶无双身边，揽住叶无双的腰肢。诽谤季氏集团董事长的未婚妻，区1亿怎么够？我已准备好诉讼书，这次赔偿金是100亿。叶无双竟然是季申的未婚妻？佳儿并不知道叶小姐是您的未婚妻，而且您不能这样索赔100亿，法律不是摆设，您至少得因为佳儿的失言造成了损失，才能根据损失赔偿。对，您得有实质性的损失才行。贝永琪以为自己抓住了救命稻草，风九把一份合同书递给贝永琪。季氏集团与另一个季氏集团签了一项价值好几千亿的生意，可惜中途叶无双出了绯闻，导致生意取消，季申损失惨重。2个季氏集团，季先生，你是故意的？这个世界上不能有2个季氏集团吗？除了我，别人不能姓季吗？袁家宜解不宜简，金家体量比不上季家，却也是蓬莱举足轻重的家族，且拥有一定的不可取代性。告诉我，怎样能撤回这个诉讼书？那就要看金家二房的诚意够不够了。站起来给叶小姐鞠躬道歉，然后准备2份道歉书，一份给蓬莱媒体，一份给大陆媒体，再录制2个真人出镜的道歉视频，一份上传蓬莱网络，一份上传大陆网络。贝夫人呢？怎么？没怎么，只是觉得贝夫人爱女心切，她需要1个亿，你都能连夜凑钱凑到昏迷，现在她遇到这种情况，你不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我是佳儿的母亲，佳儿犯错，我有一定责任，愿意陪佳儿一起公开道歉。我很感动。风九，记得用像素最高的相机，如果金家没有就从季家拿，务必让大家记住这对感情深厚的母女长什么样。风九拿来镶嵌极品宝石的相机，录制贝永琪和金家人的道歉视频。许是因为内心害怕季申，贝永琪母女俩表现出了极大的后悔与歉意。你怎么来了？不然呢？他这是什么表情？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吗？曼如，对不起，我误会你了。你不必道歉，毕竟你和贝永琪青梅竹马，相知相爱很多年，心疼他而怪罪我很正常。你换个生日礼物怎么样？我们离婚吧。我的爱有100分，99分给了你，余下1分，我想留给我自己。知道错了吗？我没错。又是一巴掌打在他的屁股上。知道错了吗？我没错。知道错了吗？为什么明知道刹车片有问题，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赛车？你原来在气这个？我有非赢不可的理由，必须拿下这个赛车冠军，就像我之前做的那些事一样。具体为什么，我无法告诉你。如果告诉你，我会死。我说的是真的。你打也打了，凶也凶了，我也解释了。
你还要怎么样？你在比赛前一天晚上10点报的名，距离你开始比赛有12个小时之多，你觉得这么长时间不够我空运或船运一辆安全可靠的赛车过去？你不觉得这样有点浪费和麻烦吗？所以你觉得你的命没有这些浪费和麻烦重要？我是觉得这种省级比赛用不到多么豪华的赛车。然后你遇到了世界第3女车手宗正黄，并且因为赛车差距一度落后于她，导致你不得不全程提速，更加危险，最终跳车逃生。这是意外。遇到强劲对手是意外，刹车片有问题也是意外。是不是我哪天抱着你的尸体，你给我留的遗书也写着意外2个字？叶无双，你去冒险之前能不能多考虑一下我？你知道我看赛车录像的时候心里有多紧张害怕？对不起，只是当时比赛开始了，我别无选择。你有我，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是我寄生的女人，你告诉他们这场比赛必须延迟，不延迟就给我全部破产上街乞讨。你还可以告诉他们你们的老婆孩子在寄生手上，不想他们死就延迟比赛。你这样好像恶霸。像不像恶霸是重点吗？重点是延迟比赛，等我送来赛车，然后安全的跑完比赛。我知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遇到危险若能避免一定会告诉他们，本小姐可是寄生的女人，你们这群家伙要是不听本小姐的命令，本小姐就让你们全部破产睡大街，你们的老婆孩子也在本小姐手上，小心点他们的命。你以为你现在这么说我就？你以为你现在这么？你以为你？曼如，别难过。未央，我不难过，我只感觉解脱。倒是那位季少不会把无双怎么样吧？他看上去很生气的样子，是不是误会无双和谢长风了？妈咪，季先生很爱无双妹妹哦，他应该在气无双妹妹在赛车场做的事。赛车场发生什么事了吗？赛车比较危险嘛，所以季先生很担心。曼如要回大陆京城了，你要不要也去京城读书？双儿就读的财经大学也不错。好，